打官司20年毫无败绩，只因法官判我的官司输了，我就顺便把法官也送了进去，就连张三都得叫我一声祖师爷。然而我只是放了一个屁，竟让我穿越到另一个平行世界，还穿越到一个菜鸡律师身上。出道快5年，只接了5场官司，还输了4场。穿越过来的我半个月都接不到一个案子。在我束手无策准备转行的时候，一对老夫妇走进了律所。我们要打个官司，是一起刑事案件，我儿子涉嫌抢劫银行，我想请个律师进行辩护，最好能够减刑。抢银行？大爷，您这身子骨，城中村的保安您能干得过吗？不是我，是我儿子。抢银行已经涉及到刑事公诉的问题了，这种案子一般都不太好办，但我要的就是一个不太好办，以此打响律所的名气。简单介绍一下案件和你们的诉求吧。老大爷名叫王自忠，大娘叫张翠芳，两人都是本地退休工人，老年得子。案件的过程是，老大爷的儿子去银行取钱，为老大爷治病，取的是老大爷的存款。由于不是本人，银行需要老大爷的儿子证明他是老大爷的儿子，拿着身份证、户口本、病危重症通知书都不行。银行工作人员言辞激烈，非要老大爷亲自去一趟，亲口证明老大爷的儿子是老大爷的儿子，要不然的话不给取。但此时老大爷还在 ICU 等着钱救命呢。就在双方争吵的时候，来了几个劫匪，直接把银行打劫了。一个劫匪得知了老大爷儿子需要钱救命，二话不说把抢的钱丢给了他一部分。当时老大爷的儿子也顾不上那么多，直接拿着钱去了医院。事后这伙人被抓，老大爷的儿子由于拿了钱，被认定为同伙，被判了重大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后面老大爷又提起了上诉，可惜2审败了，维持了1审的判决，现在进入到了终审的阶段。一旦终审败了，将不能再提起上诉，案件就定刑了。这个2审怎么维持1审判决了？是律师的问题吗？提到2审的律师，大爷气得全身发抖。大爷你别激动，有什么话咱慢慢说，别搞物理攻击啊。我们上次找的是南都的顶尖大律所，那名2审的律师还说自己是什么刑事案件的顶级律师，张口就要18万8千的律师费，结果在法庭就说了3句话：清楚明白，我方接受审判长的审判。3句话赚了18万8的律师费，那嘴是金嘴，1句话6万多。大爷被气得直哆嗦。这时一旁的大妈急忙拍了拍大爷的后背，补充道：苏律师，这一次的案子影响很大，我们听说如果进行终审的话，可能会以直播庭审的方式进行。我们不相信大律所，可找了好多小律所都不愿意接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很大，还要采用网络直播庭审的形式，太好了，这不是妥妥的给律所打广告吗？这个案子我可以接，并且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的儿子没有减刑，或者是你们对于减刑不满意的话，我不要律师费。双方很快签订合同，送走大爷大妈，苏白便带好材料去法院复制卷宗。回到事务所后，苏白将所有的卷宗取出来交给了李雪珍。你把公诉方提出来的诉讼问题总结出来，待会我要看。好的，苏律师。可是关于己方律师的辩解意见和诉讼问题也很重要，这个不需要总结吗？那个金嘴的发言有什么好看的？你先看卷宗吧。完了，1审2审的判决相同，这对终审的判决影响很大，除非有什么关键性、颠覆性的新证据条例，不然的话大概率还是维持1审原判。没想到自己当实习律师遇到的第一个案子，该不会就这么夭折了吧？李雪珍心里有些忐忑，这个案子的公诉律师她刻意留意过，据说很猛，银行内部的法务也说过，如果对方再次上诉，那么将会严肃对待。他还特意的询问过自己某个专门处理刑事案件的师兄，得到的答案是银行法务下了死令，要是没有颠覆性证据和辩论，根本胜诉不了，不仅有可能败诉，还可能从严判处。李雪珍心里弥漫出来了一股绝望。走吧。走去哪？这个案子差不多已经定性了，去见见王自忠的儿子和那群犯罪嫌疑人，听听他们怎么说的。是要输了吗？这一次的案子的确比较难，苏律师你要坚强啊。王自忠的儿子根本没抢劫，怎么可能会输啊？没有抢劫，苏律师这话是什么意思？等开庭就知道了，暂时保密。王鑫的精神很差，经历了1审和2审以后，看守所的半吊子老哥给他普及过一点法律常识，王鑫对于自己能够减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律师你好，你跟我还有机会吗？机会是肯定有的，我和你父母保证过了，打不赢官司或者你减刑不了，不要律师费用。真的你不是忽悠我的，打不赢不要律师费用，你有把握打赢官司？我既然选择接下这个案子，
肯定有一定的把握，胜诉没什么问题，只要你好好配合，减刑的问题不大。配合，我一定配合。王兴重重的点了点头，心里面又燃起来了一丝的希望。随后，苏白示意李雪珍做好笔录，开始询问有关于案发的细节和在一审、二审庭审上的有关回答。半个小时后，苏白满意的从看守所走了出来，想确认的事情都已经确认了，准备打官司了。回到律所，苏白简单的处理了庭审的材料，便让李雪珍送去法院起诉。李雪珍看了材料，苏律师这样子提交上去，会不会有点太猛了？这案子本来就应该下猛料，不猛不行，去处理吧。很快，关于王兴一案的终审提交完成，申请得到了批准。与此同时，法院的传票也抵达了银行法务部门。这是什么意思？疯了吧！一个小小的婚姻咨询律所接刑事案件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还主动对咱们银行发起了诉讼，这是太想出名了，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当跳梁小丑看看算了，估计是这律所想出名想疯了，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哗众取宠。我真的不理解，一个婚姻咨询律师是怎么好意思接刑事公诉案件的，又是一个骗钱来的，谁知道呢？好了，大家都别说了，银行领导对于咱们这次的诉讼案件非常的重视，务必要胜诉。胜诉还不是最关键的，重点是要赢得漂亮，最好将对方的刑期变得更重一些，明白了吗？部长，根据信息来看，白军律师事务所只是一个个人事务所，还是以咨询为主的律所。职业律师苏白执业5年，一共打过5场官司，输了4场，还有1场虽然是赢了，但赢得很惨，自己的委托人夫妻共同财产是保住了，可委托人却以重婚罪进去了。这样的律师，咱们法务要是赢不了的话，那不妥妥的丢人吗？时间很快到了开庭的当天，由于这场案件在网上引起的动静不小，法院门口前来了很多记者在等候。南都银行的律师一抵达，立即遭受到了记者的围堵。请问南都银行对有关本案在网上的议论，你们看了吗？你们对于本案的胜诉几率有多大？请问你们怎么看待你们的对手？请问你们对于本次案件怎么看？对于各位记者朋友的询问，我想说的是网上的评论，我们南都银行已经了解过了，我们后面将会进行解释。至于胜诉的概率，这个不用担心，我相信大家对此都有所判断。这场庭审是以直播的方式进行庭审，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入直播观看。至于对方律师事务所，大家可以百度一下，我在这里不好评价。相比较，李默的南都银行法务被记者围堵，苏白这边就冷静了很多，几乎没有什么记者注意。苏律师，咱们这两边的待遇差距好大。现在待遇差距有多大？等等媒体报道的打脸就有多疯狂，不用管这些，进去吧。法庭上信息核实完成后，现在有请原告陈述事实和理由以及上诉请求。我方诉求如下：第一，我方不服1审、2审判决，我方当事人明明没有犯罪，却被诬告犯抢劫罪。我方上诉申请撤销1审、2审判决，申请对原有的判决取消，还我方委托人第一无罪。第二，申请对被告也就是南都银行对我方当事人进行赔偿。由于南都银行的错误判断，导致我方当事人被误判20年有期徒刑，在看守所长时间滞留，申请赔偿我方当事人20万元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以及名誉损失，这点是经过详细的计算的。第三，由于南都银行对我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侵害，要求南都银行对我方当事人进行公开道歉，包括但不仅限于微博、短视频等各大平台发布道歉信息，时长不低于30天。第四，要求南都银行高层出面澄清事实，不仅仅还我当事人一个清白，并且对那些在南都银行遭受到同等待遇的受害者进行道歉。庭审现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震惊不已，就连法官与彩霞对苏白提出来的申请诉求都微微皱了皱眉。这诉讼请求，请问当事人律师能够拿出来相关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辩解吗？要是拿不出来的话，可能会以妨碍司法罪被判刑。这个似乎和被告方律师没有任何的关系吧？审判长对方律师对我进行言语攻击，试图干扰正常司法进展，我申请对方律师离位。申请无效，驳回原告律师申请。现在还未到被告律师发言，被告律师警告一次。李默只能忍一肚子气，把准备说的话给咽下去。他死死地盯着苏白，这家伙怎么那么狗？从哪个法律系出来的？不光是诉讼申请，现在他说一句话就被对面这家伙申请离位。诉讼方律师，我作为当庭审判长，有义务提进一步确认关于你提交的诉讼申请，如果没有事实依据或者是法律依据作为辩解的话，根据刑法规定，法庭作伪证将会以虚假诉讼罪被检方起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你确定你的诉讼申请没有任何的问题？审判长，我知道自己说的话造假是什么后果，我对我所有在法庭上的言论负责。
好，既然你确认了自己的诉讼申请，那么下面请被告方南都银行发表自己的答辩和诉讼申请。我方答辩意见如下：第一，针对于原告，也就是诉讼方王鑫一方，对我方南都银行的控告申请全部驳回，并且要求严肃处理这种恶劣的行为，对其从重从严处罚，以达到对法律的敬畏。第二，申请维持原告的南都初级法院和中级法院的判决。第三，要求原告对我方名誉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部赔偿金额50万。第四，要求原告承担我方的所有律师费用。审判长，我的答辩和申诉结束。双方诉讼请求提出完毕，下面请原告诉讼方出示相关性的法律事实依据。审判长提交相关的法律依据前，我想请我的当事人描述一遍当时的案发经过。当时的案发过程很简单，我爸当时正在 ICU 里面急需要钱，我到南都银行取钱，银行的工作人员以我不是存款人给拒绝了，还让我爸亲自来银行，或者拿出来证明我是我爸儿子的证据，户口本都不行。我记得我在和银行工作人员争吵的时候，银行外面突然进来了一群劫匪，把银行给抢了。其中一名劫匪注意到了坐在地上痛哭的我，就把抢过来的钱送给我了，然后我就拿着钱去医院缴费了。审判长，我申请询问我的当事人一些细节问题。允许当事人律师询问当事人有关于案件的相关细节问题，但不允许询问案件以外的事情或引导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好的，审判长，请问当事人，当时你有没有参与到抢劫当中？没有。那你能够详细的描述一遍当时劫匪人员把钱交给你的经过吗？当时我记得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劫匪，看到我在地上抱头痛哭，骂了我一句孬种，说我怎么被吓得这么狠。我告诉他是因为我爸在住院，我取钱没有取到，担心我爸，所以才哭的。那然后呢？劫匪把钱塞到你怀里以后，当时你第一时间是怎么做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时间不敢要，很害怕。后来那名劫匪骂了我，说我是个不孝子，于是我就把钱收了。好，谢谢你的配合。审判长，我方已经询问完了。诉讼方律师已经询问完成，那么就开始你的法律解释吧。好的，审判长，这是一审时南都初级法院公诉提出来的公诉问题以及罪行认定判决。我认为这份判决有很多问题存在，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对于我方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对于南都初级法院一审的判决，当事人律师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可以用法律条文进行解读反驳。好的，审判长，这是南都初级法院对于我方当事人罪行认定的判决，如下判决。第一点，南都初级法院控告我方当事人明知那是犯罪嫌疑人，从银行抢劫的钱财依然选择取走，所以判定我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图为从银行抢取金钱，判处我方视为当事人为同伙或趁机打劫银行犯同罪判决。第二点，南都初级法院以我方当事人也就是王鑫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交流，作为进一步确认的观点，我方对此两条判决不服，理由如下。第一，刚才我方当事人已经讲清楚了，当时是犯罪嫌疑人主动询问我方当事人，接下来的事情叙述有些复杂，我方当事人以王鑫本名称呼。第一，王鑫说得很清楚，当时是犯罪嫌疑人主动询问他为什么在银行哭，在听说了他的事情以后，主动给他钱，让他去医院缴费，救治他在医院病危的父亲，并且在第一时间，王鑫说自己的心情是担忧和害怕。试问审判长，王鑫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害怕，又怎么可能从主观意图上讲，王鑫是想要从银行抢取金钱，第一时间害怕才是王鑫的主观意图。而且还有一点，王鑫说了犯罪嫌疑人骂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骂了王鑫，显然是对于王鑫的做法不满，关键在于犯罪嫌疑人手持危险武器，一个念头就很有可能让王鑫遭受到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王鑫的生命没有任何的保障，根据我国法律条文规定，王鑫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所以不用负任何的刑事责任。通过以上的说法，针对南都初级法院的判决的第二点，不予承认二审和一审的判决相同，所以我方申请以此方面申请撤销南都初级法院和南都中级法院对于我方当事人王鑫一审、二审的判决。徐部长，你不是和我打过包票说能赢了吗？但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不仅没有能够加重判处，还让对方提出来了申请无罪。万一对方真的胜诉，你知道会对咱们银行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损失吗？到时候你们法务部都要卷铺盖走人。王行长，您先别急，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呢。对方的这个律师是有两把刷子，但是咱们银行的法务也不是白花银行钱。对方的这个律师提出来了的这两点的确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一审判决可是有好几点的，剩下的几点才是最关键的。不信您接着看。最好不要出什么幺蛾子。是，王行长说的是。这个直播你实时关注着，有什么情况再过来向我汇报。看得烦躁的很，记住这场官司不能输。一定，王行长您放心。审判长，我方陈述已经完毕。南都银行和公诉人还有什么要进行补充的吗？审判长，我有疑问。打官司20年毫无败绩，只因法官判我的官司输了，我就顺便把法官也送了进去，就连张三都得叫我一声祖师爷。南都银行和公诉人还有什么要进行补充的呢？审判长，我有疑问。
被告方律师有什么疑问可以当庭提出。审判长，我申请对于原告律师的陈述进行驳回。申请理由。刚才原告律师不服一审的判决，并陈述了相对应的理由。可是原告律师避重就轻，只讲述判决的前2点，故意忽略后面7点。判决第3点是南都初级法院认定，王鑫在明知那是银行的财物情况下，依旧选择使用此财物前往医院进行缴费。当事人王鑫在刚才的表述中描述得很清楚，王鑫离开银行以后已经脱离危险，而他依旧选择拿钱去医院缴费。依据此点，可以认定这是王鑫自己主观上的判断，而不是原告律师描述的王鑫是在紧急避险的情况。我请问原告律师，在你方委托人明明知晓那是银行财物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前往医院，而不是拨打报警电话，将银行的钱上交，或者说完全等到自己抵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以后，再将钱进行归还？但是王鑫偏偏做出来了将钱用于去医院缴费的行为，这说明了，首先他知道这是从银行抢的钱，其次就算绑匪威胁他，那么在离开银行的那个时间点上，王鑫已经脱离了危险，不构成紧急避险的条件。两者结合，这难道不是从主观意图上等同于抢着银行的钱去救自己的父亲？当然我知道这是人性，我不否认王鑫从情感上对于自己父亲的关心和爱，但是从事实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对于王鑫的判决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审判长，我的陈述完毕。原告一方对于被告一方的反诉有没有什么意见或提出不同的观点？审判长，我对于被告提出来的没有任何意见，被告律师基于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是有一条被告律师忽略了。我想请问被告律师，你是怎么认定王鑫手里面的钱是银行的？有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钱是银行的钱？被告方律师也说过，是我方当事人王鑫拿着银行的钱去医院交了相关费用，由此判决我方当事人王鑫的主观意图。但是这钱怎么证明是银行的？原告律师的说法是否有证据或法律依据证实？有的，审判长，这是一审由检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据公诉提交出来的证据，当时的银行内部混乱，劫匪不仅仅抢劫了银行内部的钱财，而且还对正在银行办理取钱业务的客户进行了抢劫，将其混装在了麻包袋中。根据监控摄像显示，那名给王鑫钱的劫匪是从麻包袋子里面随手拿了2捆现金，这2捆现金根本分不清是从银行抢劫而来的，还是从已经取完钱准备离开的客户手里面抢的。银行怎么证明这钱是银行的？如果不能认证的话，那么银行方面不能认定我方当事人参与到抢劫银行当中，这钱的确是抢劫得来的，但并不是通过我方当事人抢劫而来。劫匪将钱交给我方当事人，我方当事人最多算是不当得利，所以还请南都银行方面证明这钱是银行的。银行方面对原告律师提出来的疑问，有没有什么证据反驳，或者根据法律条文进行反对？南都银行律师李默，此时费都要欺诈，什么时候银行还要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审判长，我反对对方律师的说法。客户在银行内，银行有权保障客户的安全和隐私。银行客户还没有离开银行，钱当然是要算在银行身上，因为被抢客户的钱的损失，需要银行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根据责任的划分，客户没有离开银行大厅范围，那么钱自然就算是银行的，根本不用区别抢的是银行还是客户。劫匪抢劫的不管是银行还是客户的，在银行大厅内都属于银行的财产。审判长，关于南都银行方面，对于在银行大厅被抢，客户没有离开银行大厅范围，财产损失属于银行责任，所以客户的钱也属于银行财产的问题，我提出异议。审判长，这是半年前的一场诉讼案件，诉讼案件是当时一名银行的客户在银行取钱，钱刚拿到手就被一名在旁伺机等待的抢劫作案人员盯上了，抢走了当时银行客户的15万元。随后事后抢劫犯落马，但是由于钱已经花没了，人也拿不出来钱，所以当时的取钱客户寻找银行索赔，一纸诉讼将南都银行告上了法庭，但是银行却以离柜概不负责，当事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财产为由提交论证，最终导致那名取钱的客户败诉。难道这就叫南都银行会保护客户在银行大厅内的财产安全吗？这就是南都银行方面说的没有离开银行，客户的钱受到银行的保护，损失由银行承担吗？对此我方保持否认态度。审判长，我方申请当时的那名取钱客户当事人证人入场。原告律师申请证人入场。同意。上场证人姓名王敏，年龄46，身份是否属实？审判长大人，我是王敏，身份属实。证人身份属实，请描述相关情况。半年前我在南都银行存了一笔钱，钱可能在南都银行看起来不多，15万，但那是我和我家那位辛苦了好几年给儿子准备的彩礼钱。当时我刚把钱取出来，就有一名该死的，对不起审判长大人，我不该说脏话，是作案人员，就有一名作案人员把我和我家那位的辛苦了几年存的钱抢走了，后面找到的时候钱已经没了。我们听了律师的建议去告银行，可是银行以离柜概不负责，和是我自己保存不当为由拒绝了，并且我还败诉了。今天正好我就想问问南都银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双标是不是？我和你打官司的时候你说离柜概不负责，现在你被告了又说什么在银行大厅内被抢，客户的钱的损失需要银行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根据责任的划分，客户没有离开银行大厅范围，那么钱自然就算是银行的，那你是不是该还我血汗钱？你说是不是？南都银行还钱。
请原告的证人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允许在法庭上辱骂被告方，警告一次。对不起，审判长，我在法庭上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原告出庭的证人王敏，你的出庭证言讲完了吗？回审判长，我已经讲完了。法警带原告证人离场。针对原告证人提出的南都银行不履行在大厅内保护客户的财产安全，被告方南都银行要不要进行补充说明当时情况？审判长，刚才原告的证人在庭审现场当场辱骂南都银行，因此我对于原告的证人精神产生怀疑，所以我认为原告的证人在庭审现场说的话不足以当作庭堂证据。原告律师有什么要讲的，还是有什么要补充的？审判长，我方同意被告方律师的申请，不过我方还有数名证人可以控告南都银行方面没有保护客户在银行内部的财产安全。李牧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他刚才已经表明了，对方人证可能有精神问题，你不和我辩论这个问题，反手掏出来一堆证人资料，你怎么那么狗？他打了那么多场官司，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简直就是破大防现场。审判长，我方掌握的证据材料足以说明银行不具备保护客户财产的情况，所以申请对于刚才被告方南都银行律师方面的辩护进行撤销。拒绝原告申请，理由拒绝。依据银行方面在法律上有保全客户财产的义务，原告方所提出来的证据不具有普遍性，同意申请请求。同意依据，被告方南都银行未履行保障银行客户安全的责任。罗老师，这又拒绝又同意的什么意思？对啊，看得我迷迷糊糊的，罗老师讲讲呗。法庭人罗大祥微微一笑，针对于彩霞的这一审判进行了解释。拒绝原告的申请理由的原因是，原告的申请理由和证据表明了银行不具有保护客户财产安全的责任，但是在法律的规定中，银行在银行内必须要保障客户财产的安全。南都银行在和其受害客户打官司，胜诉不代表普遍性，如果判了同意，那么就认定了银行没有保护客户财产安全的责任，但是判了不同意，在这场辩论中，南都银行又没有行使到自己的义务，那怎么办？这名誉彩霞审判长做的就很巧妙，拒绝了原告提出来的理由，维持了法律的尊严，同意了申请请求，表明南都银行的确做的不到位。这场官司，南都银行一开始就走错了辩论的方向，完全落入到了对方的辩论当中去了。这场官司，南都银行方面恐怕要输。拒绝原告申请，理由拒绝。依据银行方面在法律上有保全客户财产的义务，原告方所提出来的证据不具有普遍性，同意申请请求。同意依据，被告方南都银行未履行保障银行客户安全的责任。审判长还没有让我继续发言阐述，我申请刚才的审判无效。申请无效。审判长，我想请问为什么申请无效？审判结果已经出来，已经通知了被告方申请无效。如果被告方要继续坚持申请，可以在庭后提出行政复议，但现在申请无效，被告方律师如果再继续就这个话题讨论下去，那么将会被2次警告。好的，审判长。现在请原告方、被告方进行最后的法庭陈述。原告方律师苏白做最后的法庭陈述。好的，审判长。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我方提交的诉讼和法庭证据，我方已经没有了任何想要补充的了。我只想说的是，法律正义不会误判一个好人，也不会误判一个坏人。我希望审判可以按照法律的正常流程走，牢记誓言。原告方的陈述完成，接下来被告方进行陈述。在这一次官司中，我方南都银行是受害者的身份，我认为人有情没有错，但是法律是无情的。我方南都银行毕竟是受害者，原告方提出来的让我们受害者一方提出赔偿的事宜太过不符。陈述完毕，请当事人做最后的陈述。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对于此次的庭审没有任何的意见，我愿意接受任何的审判。陈述完成。现在休庭，休庭30分钟，30分钟后开庭宣布审判结果。苏律师，你难道对最后的庭审结果不紧张吗？这可是个大案子，还是直播庭审，听说动静闹得挺大的，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没必要那么紧张，该判的判，不该判的不会判的，你就放心吧。该担心的不是我们，你看看李律师，作为南都银行的法务，应该比我们紧张得多。针对这个案子，两位有没有什么看法？关于原告方提出来的王鑫无罪，虽然在法庭上面进行了法律论述，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可是一审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2审维持原判，咱们终审的判处结果相差过大的话，会不会引起争议？审判的结果是依据法律，不用参考1审和2审。那就按照审判长的判处结果来吧。原本以为南都银行肯定会胜，特意做了一个近距离采访，可是看这结果还剩个卵啊！早知道去采访那个什么白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了，放在网上肯定是一条爆炸新闻，真是后悔死了。要是谁采访到白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可真是赚了。30分钟的时间很快结束，所有关注这场诉讼的人都很期待最后的判处结果。全体起立。本案为本院，也就是南都高级法院审理的终审案件，原告王鑫，被告南都银行。本案对该案件
件具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全部依据国内法律。据我国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威胁他人抢劫公私财物为抢劫罪的构成条件，公诉方针对原告当事人王兴提出来的，王兴为抢劫同伙法律条件不予达成，王兴并未达成抢劫罪的犯罪事实，王兴明知道所得财物是非法所得，依旧选择将其用于给父亲缴费，涉嫌不当得利和转移赃款，涉嫌隐瞒犯罪所得。又由于事出有因，事态紧急，考虑到王兴当时丧失了基本的理智，行为从轻判处王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返还所得违法财物。针对原告提出来的南都银行的赔偿问题，南都银行在本案中的确有所牵连，判处南都银行向王兴道歉，其余诉求全部驳回。针对被告方提出来的诉讼请求，予以全部驳回。本庭为终审判决。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本庭将在闭庭10日内向各位当事人发送判决书。闭庭。徐志强，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你不是说南都银行肯定会赢，并且在舆论上取得胜利吗？这就是你说的胜利？王行长，这一次是咱们银行法务部门的失误，可咱们虽然失败了，但也没有完全失败，败诉的结果只是简单的道个歉。只要咱们在舆论上取得胜利，最后咱们南都法务依旧是赢了的。舆论个屁呀！咱们银行都被判道歉了，还搁着舆论？你是不是当我傻？败诉了还怎么舆论？我限你好好想办法。要是因为这场庭审输了，导致咱们银行的口碑和声誉遭受到了损失，你这个法务部部长准备滚蛋吧。这是庭审结束的判决书，先前寄存在我这里的，你收好，别弄丢了。苏律师按照合同来算，是10万元的律师费用，我和我爸商量过了。这一次要不是苏律师，我恐怕至少要做个10几年。现在判了一个缓刑，还只是几个月，这里是12万，我知道这些微不足道，算是对你的感谢，你收着。苏律师这次的官司多靠你了，这钱相比较其他律师的律师费用来说，已经很少了，你就收下吧。苏白也不客气，说实话，这么一个案子，2审的时候，金嘴律师都能收18万8千，他让王兴直接免去坐牢，收这些钱不算多。见到苏白将钱收下以后，王兴如释重负的长呼了一口气，似乎是想起来了什么，问了一嘴：“苏律师，你对婚姻这块的法律业务熟悉吗？怎么，你还要打离婚官司？”王兴给我介绍了一个案件，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婚姻财产分割案，我要以诈骗罪起诉，还把对方律师给送了进去。苏律师你好，我叫张同伟。相比于王兴的描述，张同伟作为当事人讲得更详细，也更具有参考价值。苏白认真地听着张同伟描述相关的案件信息，时不时的还会插问一些关键性的问题。1个半小时以后，苏白总算是弄清楚了整个经过。结婚3年，没有孩子，不存在抚养的义务，2个人的共同财产几乎没有，甚至还有不少的共同负债。而张同伟的婚前财产也就是3套房子，其中2套成为了夫妻的共同财产。对于这一点，苏白很好奇。根据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的婚前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就算是张同伟把房子给卖了，那么这笔钱同样属于婚前财产。另外，其中增值的部分依旧是婚前财产。张同伟的老婆是怎么做到将其变更为夫妻共同财产？你的这2套房子是怎么变更成了夫妻共同财产的？提起这件事情，张同伟恨不得抽自己2耳巴子。当时我老婆和我生气，怎么哄都哄不好，最后我没办法问她怎么样才能不生气。当时说的是给她写一份保证书，上面写的有房产转赠的事项。我当时只想着哄好算了，就按照她的要求写了。没想到这个竟然还能当做离婚分割财产的，证据不仅如此，现在我们没有离婚，她还在不停的借款购置一些家庭用品，说是欠钱，欠的越多越好，反正我不同意，离婚就是我俩的共同债务。这不妥妥的故意制造婚姻债务吗？但是又由于对方购买的是家庭用品，对于是否为故意制造婚姻债务这一点很不容易裁定。看得出来，张同伟的那个老婆是个狠人啊。你老婆身边有没有什么律师朋友？这个倒是没有，不过南都这边有一个出名的女性婚姻律师，会通过短视频讲解婚姻财产分割问题。我老婆经常看他发的短视频，以前还会和我说，要是我们俩离婚了，就找这个律师打官司，让我净身出户。当时我刚结婚，没有太在意。苏律师，你现在一提，我倒是想起来了。苏律师，你怎么知道的？苏白笑了笑，根据张同伟的描述，这不妥妥的利用合法的规则，想要掏空男方的家底吗？一个平常的女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心眼子？一看就是背后有人指点，而且是专门针对婚姻家庭的律师。苏律师人家可是专业的婚姻律师，随便问问不就猜出来了吗？你说这话不是在质疑苏律师的专业吗？你想想，要不是苏律师，我现在还在看守所待着呢。可是没有可是，苏律师不仅仅是专业的刑事律师，还是专业的婚姻咨询律师。苏律师针对我这种情况
还能解决吗？我想问一下，胜诉的可能性有多大？胜诉了我还能拿回来多少的财产？张同伟的眼神中有一丝的紧张，这毕竟是他父母奋斗了一辈子的心血，南都一套房子几百万呢，就这么便宜了一个结婚3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美好回忆的女人，他不甘心。你这个案子有点复杂。一般来说的话，在婚姻诉讼里面，大概率能拿到现在的60%的财产，但还是要分对方大概40%的财产，其中包括了对方的负债，因为对方的负债的确属于家庭开支。但你如果委托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话，应该至少能够保住2套房产不被分割，其他的暂时不能保证。你看要不要委托我们律所？听到苏白的话，张同伟有些激动，他也去过其他律所咨询过，对方律师给他的答案和苏白的差不多，2套房产分出去40%，那也是小几百万了，分出去给那种女人不得心疼死。现在苏白直接表态，至少2套房子可以保住，这对张同伟来说绝对是意外的惊喜。委托，苏律师，我的离婚官司就委托白金律师事务所了。既然委托的话，那你就准备起诉你老婆吧，以诈骗罪起诉。苏律师，我打的是离婚官司。你打离婚官司的目的是不是想离婚？对啊，我想离婚。那你是不是不想让对方分割你的房子财产？是这样的，苏律师，那个女人一直在花我的钱，还骗我结婚，才3年就想分走我40%的房子财产，我不愿意。那这不就对了，以诈骗罪起诉，我保证你能够达到以上2个诉求。只要能达到以上2个诉求，你还在乎是不是离婚官司吗？不在乎。那这不就好了？是不是离婚官司又不重要。苏律师，你的意思是还能把那个女人送进去？这个我不能确定，我只能确定保障你的诉求。好了，既然确定了委托内容和委托事项，你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签委托合同吧。律师费用按照你2份房产40%加在一起的10%算。如果你确定了，就可以签委托合同了。苏律师，我同意，咱们可以签合同。等到张同伟和王鑫离开后，李雪珍拿着整理好的材料走进办公室。杜律师，咱们真的要以诈骗罪起诉张同伟老婆吗？不然呢？委托合同都签好了，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呢？现在就等张同伟把收集好的一些证据交到律所以后，我们就可以提交书面起诉材料了。李雪珍惊讶的同时，心里面还有些小兴奋。原本以为这是一场民事案件，可没想到还是变成了一场刑事诉讼。好了，别开心了，交给你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杜律师，什么任务？到张同伟提到的他老婆说的那个专门打婚姻律师的短视频下面，装成一个怨妇，争取得到连麦的机会啊，这是关键证据。好的，苏律师，我明白了。晚上，李雪珍找到那名短视频博主，主页里面清一色的内容标题：女性在婚姻中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如何确保离婚后拿到更多的共同财产，让男方净身出户。李雪珍越看越皱眉，这个叶飞律师的视频内容完全是利用法律的空档来教会人如何得到对方的婚前财产，说白了就等同于窃取对方的婚前私有财产。而评论区的一些人还在拍手称快，有些人甚至炫耀着自己拿到的好处。看着评论和视频中的内容，李雪珍作为一个女性完全理解不了这种行为，但为了取证，也就是苏白说的关键证据，李雪珍在视频评论区留言，每个视频下面都留下了求助的信息。第二天，李雪珍来到律师事务所。杜律师，我昨天在叶飞律师的视频底下全部评论了一遍，可是对方没有理我。手机拿过来，我看看你的评论。苏白看到评论内容以后，不由得张了张嘴。你管这叫做生活不如意的怨妇？你把评论都删了，按我说的再去评论。叶飞律师你好，我是一名家庭主妇，我老公年薪100万，在南都有3套房子，还有1套大平层，资产3000万左右。我想要离婚，但是不想放弃现在的生活，我现在很纠结。我想问问叶飞律师有没有什么办法，拜托了。后面还带着一个恳求表情包。杜律师，这样发就有用了吗？当然，这个叶飞教导女性离婚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当然是律师费，要不然白那么好心啊。一个案子分60%财产的10%到30%，妥妥几十万的律师费用，一个案子几十万，10个案子那不就好几百万了？这种离婚诉讼打起来简单，还没有太大的风险，简直美滋滋好吗？杜律师，那个叶飞律师回我私信了。这么快？回了什么？回复我说可以帮我打官司。杜律师，我现在已经被拉到他的专属粉丝群了，接下来怎么做？你就把这名叶律师粉丝群里面的内容都截图下来，还有把视频内容也全部下载保存。他如果找你连线给你支招的话，你要把过程全部都保存下来。好的，苏律师，我明白了。那然后呢？然后等张同伟把我让他准备的证据准备充足以后，我们就可以提交法院起诉了。打官司20年毫无败绩，只因法官判我的官司输了，我就顺便把法官也送了进去，就连张三都得叫我一声祖师爷。张同伟看着自己的妻子谢静又贷款往家里带东西，眉眼间闪过一丝不悦。咋的？看我不爽啊？看我不爽你就离婚啊？你要是一天不离婚，我就一天贷款2000块钱购买家用品，这些玩意反正我买的你都用得着，不是单独给我自己买的，这是夫妻共同债务。你要是不同意离婚的话，还是得还这债务。我和你说，我不起诉你是给你
你面子，我建议你啊，趁早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谢晋不停地骂骂咧咧，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逼张同伟离婚，因为要是他自己起诉离婚的话，没有一个好的离婚理由，就无法达到他想要的结果，必须让张同伟起诉才行。这是法院的传票，你好好看看吧。谢晋听到法院2字，一脸兴奋，以为张同伟终于要起诉离婚，拿起了传票，一边拆一边说：“你说说理，直接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不就行了？你又不是没咨询过律师，打官司的话你还得多付律师费，何苦呢？”可等到拆开信封，看到传票内容后，震惊的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的望着张同伟。张同伟，咱们打离婚官司，你特么的告我诈骗！张同伟，你和我说说你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要么你背着你的债务净身出货，要么上法庭。张同伟说完便转身离开。谢晋看到传票有点慌了，急忙联系了叶飞律师。叶律师，我老公把我告上法庭了。不要急，你老公把你告上法庭，你这不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离婚吗？叶律师，不是离婚官司，是我老公告我诈骗啊。没关系的，你们2个是婚姻关系，他起诉你诈骗怎么可能成功？你放心好了，找我做你的代理律师，99%可以胜诉，但是你要是找其他人就说不定了。好的，那就麻烦叶律师了。不麻烦，但是这个诈骗最难处理，律师费用可不低。只要叶律师你能打赢官司，多少律师费都可以。法院对于案件的受理很快完成，进度到了庭外调解，由1名南都初级法院审判人员、双方律师进行了庭外调解。面对叶飞，苏白提出来了他的调解条件。我方接收庭外调解有以下要求：一、谢晋净身出户，并且补偿张同伟3年青春损失费；二、谢晋对张同伟进行赔礼道歉；三、谢晋负责相关的诉讼流程费用。这3个调解条件把谢晋和叶飞气得够呛。你一个大老爷们让女方补偿青春损失费，我方绝对不同意对方的调解要求，对方的调解要求太过离谱，我方认为没有继续调解下去的必要了。既然叶律师不同意庭外调解，那我方只好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吧，法庭见。哼！叶飞冷淡地看了一眼苏白，转身就走，望着一脸暴躁离开的谢晋和叶飞，负责调解的审判员微微皱了皱眉，对着苏白和张同伟开口道：“既然被告方不同意继续调解，那么原告准备诉讼状和诉讼材料吧，可以进行起诉处理了。”审判员说完后，避免出现其他情况，没有和苏白原告方进行太多交流，便离开了调解室。苏律师，审判员似乎不高兴了，是不是咱们提出来的调解要求太过分了？咱们还没有讲为什么提出来这条件呢，对方就离开了，怎么能说是咱们提出来的要求太过分，让审判员生气了呢？调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调解呀！一般调解谁会先把自己的底牌放出来？都是狮子大开口，一点一点的调解，各退一步，万事大吉。我们提出来的调解要求过分，才没有问题。审判员不耐烦的是叶飞和谢晋的离场，是他们对于调解的不在乎和不尊重，而不是我们原告方。苏律师，咱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就简单了，刚才审判员已经说过了，咱们准备起诉状和诉讼材料就好了，这些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庭外调解失败后，关于张同伟起诉谢晋诈骗的诉讼官司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双方当事人和律师进入庭审现场，审判长敲响了法锤。现在开庭，原告方张同伟控告被告方谢晋对其以婚姻为名义进行诈骗，请问原告方案由是否属实？我方控告被告方谢晋案由属实，案由确认属实。下面有请原告方陈述事实和理由以及诉讼请求。审判长，我方的诉求很简单，只希望法庭能够依法保护我方的权益。下面是我方的诉讼申请：一、我方申请被告方，也就是谢晋一方判处诈骗罪，因为被告方已经对我方实施了诈骗行为，诈骗的数额高达数百万，申请对其从重从严进行判处。二、针对于谢晋一方对我方的诈骗行为，我方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并且申请被告方返还我方这么多年的劳动付出和财务损失。三、由于被告人对我方实施诈骗行为，对我方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失，我方要求对方赔偿每年精神损失费2万元，3年精神损失费用合计6万元。四、被告方以和我方结婚为手段，对我方实施诈骗行为，严重影响了我方的形象和名誉，要求对方对我方进行赔偿，补偿我方的损失每年1万元，合计3万元。我方要求对方承担其相应的律师费用。原告一方陈述完毕，被告一方现在开始陈述诉讼申请。审判长，我方作为被告方，诉讼申请如下：一、驳回原告方所有的诉讼申请，原告方所提出来的我方进行婚姻诈骗，我方不认同，我方具有婚姻事实，不构成诈骗构成条件，申请将其驳回。二、针对于原告方对于我方的控告，表明了原告方对于我方已经失去了婚姻的基本情感，夫妻感情破裂，再次提出解除婚姻关系。三、我方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合成
承担夫妻共同债务，分割共同财产如下：南田苑128平方房产一套，北西苑136平方房产一套等若干财产公共承担的债务如下。我方为了家庭借贷20万元，我方要求对方共同承担此债务，并且基于对方对我方造成的情感损失，导致夫妻关系破裂，造成了我方抑郁方面病症，我方要求在财产分割方面对我方进行一定的补偿。4. 我方要求对方承担律师费用以及相关的诉讼费用。好家伙，怪不得你这个叶律师打离婚诉讼案官司的胜率那么高，原来有必杀技啊！当事人张同伟结婚3年，工资全上交，而他妻子却只是把他当作提款机。如今不但不满足，还想通过离婚来分割他的2套房。原本这只是一个婚姻财产分割案，但我要以诈骗罪起诉，要把他妻子连同对方律师一起送进去。然而开庭后，对方律师却以当事人有抑郁症为由，辩护要求多分财产。叶飞一脸得意地望着苏白，他能够确定这一次对方输定了。抑郁症这个杀手锏一出，一般的律师根本扛不住。双方诉讼请求现在都已经当庭提出，下面是原告诉讼方和被告诉讼方对于自己的诉讼申请提交事实依据或者法律依据的阶段，先由原告方张同伟一方委托律师或当事人进行陈述。原告方律师针对你方提出来的被告方有诈骗婚姻的情况，原告方有没有事实依据？审判长在提交证据之前，我想先问被告方当事人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是否和本案有关？审判长和本案有关。依据法律庭审条例，申请通过，原告律师可以对被告当事人进行提问。我想请问被告方当事人谢静，你当初和我方当事人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审判长，我提出终止提问的申请。原告方问出来的这个问题和本案没有任何的联系，起不到任何对于审判裁定的作用。想必后面的几个问题同样如此，所以我申请审判长终止对方律师对于我方当事人的提问。被告方律师在提问期间不得打断庭审提问。警告1：4，原告方律师解释一下，你提问这个问题的作用和本案有什么关系？审判长，我提问的这个问题和本案有着重大的关系。问询的目的是判断对方当时的主观意图和我方当事人张同伟结婚是否存在诈骗想法。提问符合庭审要求，提问继续，被告人律师不得再次打断提问，否则将给予严重警告。好的，审判长，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是因为爱在一起结婚的。根据我方当事人的描述，你在和我方当事人结婚之前有过2个男朋友，在遇见我方当事人的时候和其中1人正在交往，在得知了我方当事人是南都拆迁户的时候，迅速抛弃了当时的男友，和我方当事人在一起，这是因为爱吗？难道不是因为我方当事人的财产？你怎么认定我和张同伟在一起不是因为爱？我想请问被告方当事人，你说你因为爱，那为什么抛弃了当初在一起的男友？难道没有一丝丝原因？是因为我方当事人是南都拆迁户的原因，并且根据我方的了解，你很想定居在南都，可惜没有能力。你当时的前男友同样没有能力，这是不是你当时选择我方当事人的理由呢？不是，我当初选择和张同伟在一起就是因为爱情。被告方律师有什么问题？审判长，原告方律师已经提问我方当事人数个问题了，要是这么一直提问下去，那完全是拖延庭审的时间。我申请终止原告方对我方当事人的提问。原告方律师有什么要说的？审判长，我方没有任何问题了。那现在请原告律师针对被告方的诈骗行为提出事实依据或者是法律辩解。好的，审判长，这里面是有关于我方当事人张同伟和被告方当事人谢静在一起时和结婚以后的消费记录。消费的记录显示，被告方当事人在结婚前和我方当事人在财务上的联系是 AA 制，可是在结婚以后完全是索取的态度，并且向自己的2个弟弟和自己的父母进行资助，行为侵害了我方当事人的共同财产。法官杨宇简单翻看了一眼消费记录的凭证，他看到这些大额的消费记录以后，眉头微皱。他虽然对于同为男人的张同伟表示同情，可是这些并没有法律凭证可以证明谢静的诈骗行为。这些只是消费记录的凭证，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方当事人针对原告方当事人进行诈骗行为。原告律师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被告当事人的诈骗行为吗？有的，审判长。苏白让李雪珍把叶飞的粉丝群、聊天记录以及短视频账号视频内容、短视频中的评论图片交给审判长。审判长，这就是谢静诈骗我方当事人的证据。谢静联合其委托律师叶飞对我方当事人进行诈骗。庭审现场一片震惊，叶飞作为谢静的委托律师，现在变成被告了，而且还是诈骗罪的帮凶。叶飞听完这话快要疯了，气势汹汹的举手。审判长，原告律师完全是在构造子虚乌有的事实，我申请驳回原告方提交的证据。
申请无效，现在是法庭举证的时候，被告律师不得提出异议进行干扰。鉴于被告律师刚才是第一次提出异议，先对其只是进行提醒，再有下一次将会对其进行2次警告，严重的话直接强制离开庭审现场。还请被告律师注意法庭纪律。原告方控告被告方及被告方委托律师对于原告当事人进行诈骗，并提交了证据，现在证据已经交由被告方律师了，被告方律师现在可以进行查看，有什么疑问可以当庭提出。叶飞接过证据以后愣了几秒钟，这不是粉丝群里面的聊天记录和他在粉丝群里面的发言和视频的主页的内容吗？这也能够当作诈骗的证据？还有这粉丝群里面的内容是从哪里来？审判长，我想请问，原告当事人和原告委托律师凭什么以此聊天记录来进行判定我和我方委托人诈骗？还有这证据的信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非法证据，那么原告委托律师你清不清楚？知法犯法，利用非法获得的证据来进行庭审控告，你要承担什么后果？审判长，我申请公开提交证据的来源。申请通过。这是我们白军律所实习律师的手机，他加入了叶律师你的粉丝群聊。叶律师，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粉丝群聊，以此来证明我方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叶飞半信半疑地打开手机，看到了自己那个心心念念的优质客户雪在粉丝群里艾特了自己并留言的内容，叶律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叶飞差点当场气炸。你什么意思？让你公开来源证据的合法性，你就公开证据好了，还来嘲讽我？要不是当场还保留理智，叶飞恨不得和苏白拼命。原告方苏律师在群聊里面调侃我，并用虚假信息通过我的粉丝群，这难道不算违法吗？虚假信息？什么叫做虚假信息？我方实习律师在评论区留言，没有造成任何人或者事物的财务损失。是叶律师你自己硬要拉我方实习生进入粉丝群，还要求提供财产证明。财产证明方面是事实，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此后也没有任何的诈骗或者是诱导行为，完全是叶律师主动寻找我方实习律师进行聊天。叶律师凭什么认定我这证据是违法所得？要不要我方提供当时的聊天内容证明？叶律师你当初是怎么热情的拉我方实习律师进入粉丝群的，以及当时叶律师你的热情态度吗？此时的叶飞心态已经炸了，他明白继续在这方面辩论下去，这场官司他就输了。这场官司原告是以诈骗罪对他进行起诉，败诉的后果叶飞不敢想象，到时候他不但律师费捞不着，还有可能把自己给赔进去。叶飞冷静下来以后，迅速把话题朝着其他方向牵引。苏律师，针对你的发言，就算是你的证据来源具有合法性，可是你凭什么通过这些证据认定我方进行了诈骗？诈骗罪的定义是侵犯的客体是公司财务所有权，构成的客观条件是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的方法骗取公司财物，主观条件是直接或者故意非法占有公司财物。在这个案件中，原告方当事人张同伟和我方当事人谢静是夫妻关系，并且我方要求分割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这哪一点构成诈骗罪了？夫妻间的共同财产也能叫做私人财物吗？再有，我方当事人和原告方当事人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的婚姻关系，怎么又有了诈骗这么一说？如果苏律师这样认为的话，那么我无话可说。请问被告方律师说完了吗？我已经陈述完毕，还请苏律师回答我的问题。叶律师，你恐怕误会我的意思了。打官司20年毫无败绩，只因法官判我的官司输了，我就顺便把法官也送了进去，就连张三都得叫我一声祖师爷。叶律师，你恐怕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方控诉谢晋联合其委托律师，也就是叶律师，你们两个人对于我方当事人进行诈骗，诈骗罪的构成条件，这一点叶律师没有说错。在本案当中，谢晋与我方完成既定的事实婚姻，这是法律所认证的，我方没有进行否认。对于共同财产方面，我方同样没有进行否认，但我方一直强调的是，谢晋和叶律师你们两个人对于我方当事人进行诈骗行为。首先有关于共同财产的问题，根据被告方提交的证据，要求分割我方当事人的房产，法院没有进行判定，现房产在法律的意义上仍然是我方当事人的私有财产。先看看我方提交的证据，证据中表明了叶律师针对自己的粉丝群体有着引诱教导其分割共同财产的目的。谢晋是叶律师的粉丝，这是既定的事实吧？根据被告方提交的分割财产的证据，表明了谢晋提交的分割我方当事人私有财产的证据，那么就能分割婚前男方的私有财产。这是不是想要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对我方当事人的婚前私有财产进行分割？现在被告方提起的诉讼申请中，同样有着要求分割我方当事人的婚前财产，这表明了对方的主观意图就是为了占有我方当事人的私有财产，这难道不是诈骗吗？审判长，我想申请我方当事人对其进行补充。申请通过。原告方当事人可以对其进行补充。审判长，当初被告也就是谢晋要求我写保证书和赠与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极为不情愿的。可是对方为了达到他心里的目的，硬是逼我，还说我要是不写的话，他没有安全感就要和我离婚。但他真的没有安全
全感吧。我每个月的工资2万，其中19990都花在了他身上，而他呢，不仅仅对我实行语言上的暴力，而且还将钱全部用于自己的打扮，还给自己的父母大把的零用钱。他还骗过我说是让把我婚前的一套房子出租给他同事，可是却给他弟弟免费住，现在还想诈骗我的婚前财产。审判长，这个婚姻完全都是女方在受益。对于原告的控告，被告当事人和被告律师有什么要说的吗？叶律师，我该说什么？我方当事人患有抑郁症，对于当时的婚姻关系可能处理的不妥，但造成这个因素的主要还是男方。我方申请驳回原告律师的观点。请问这个抑郁症是我方当事人造成的吗？造成的原因是什么？这和本案我方控告你方诈骗我方当事人有什么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吗？抑郁症分割财产有用，但我现在控告的是你诈骗啊，难不成你诈骗没得逞抑郁了？面对苏白的一连三问，叶飞慌了。这怎么真的变成刑事案件了？我只会打婚姻案，刑事案件我不会啊。叶律师，现在该怎么办啊？咱们怎么反驳啊？你快反驳啊，叶律师！你先不要急，谢晋都快要抓狂了。你让我先不要急，可是我明明都注意到你急了，你现在还让我先不要急。我想请问，被告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被告当事人患有抑郁，这个抑郁症和原告所控告的诈骗罪有联系吗？我方提醒被告一方，此案是以刑事诉讼起诉，要是做假证的话，构成伪证罪，律师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原告方不得打断庭审问询，鉴于是第一次给予提醒，再有下次将会给予警告，请被告方针对原告方提出来的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个抑郁症是在我方与原告在婚姻中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其中婚姻关系也是其中的一种。至于和诈骗有没有关系，我还是坚持我方没有诈骗行为。我申请法官酌情考虑我方患有抑郁症的事实。鉴于被告抑郁症和本案没有太大的关系，驳回被告方申请，并判定被告方抑郁症和本案无关。原告被告双方对于对方提交的证据和辩论是否还有异议？如果有异议的话，可当庭提出。原告当事人或其委托律师是否还有异议？审判长，我方没有异议了。被告方还有没有什么异议？大招都被禁了，叶飞没有了底气，怕再辩论下去，对于自己一方越来越不利，真的出事了就完蛋了。审判长，我方没有异议了。既然双方都没有任何异议了，那么现在进入休庭，休庭时间1个小时，1个小时后双方做出最后的法庭陈述，陈述完毕将会当场宣判庭审结果。休庭。杜律师，那个女律师把我从粉丝群踢了，咱们这官司能把她送进去吗？不是，人家把你这个卧底踢出群聊了，你就想把人家送进去？上个案子还担心我能不能赢，这一次就直接问能不能把被告方律师送进去？你变化真大呀！这个问题不好说，需要看审判长的判定，但总体来说，对方肯定逃不过处罚的。等开庭吧。江浩、红梅，你们2个作为陪审员，对这个案子怎么看？看庭审辩论的话，明显是原告方更占据优势，提出的诈骗构成条件有理有据，我支持原告方认定诈骗罪。审判长，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不构成诈骗吧？苏白的辩论观点是对方构成了诈骗罪，诈骗的财物是原告张同伟的婚前私人财产，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成为既定的事实。按照他的说法，张同伟的私人财产还是私人财产，谢晋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这不构成犯罪形成的既定条件，因为谢晋还没有得手，张同伟的财物只能说是未遂。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诈骗罪的认定是非法，如果谢晋通过起诉获取共同财产的话，这一行为是合法的，只能说谢晋联合其律师叶飞，针对其丈夫张同伟，想要以合法的手段窃取对方的婚前财产。不过叶飞不是刑法律师，对于刑法诈骗罪的理解不是很深刻，又被原告方律师苏白给带进去了，忽略了这一点最关键的内容，我觉得认定诈骗罪不太合适。对于这一点，我不赞同。谢晋以逼迫离婚、威胁等手段诱导原告方张红美签下保证书以及赠与协议，这难道不是违法行为吗？这种行为是处在违法的边缘，但是对于这一情况很难进行界定和取证，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好了，你们2个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不用再继续讨论了。等开庭以后，听听原告和被告的法庭陈述再做决断。休庭时间结束。针对原告张同伟起诉被告谢晋一案，继续开庭审理。现在继续开庭，请原告方和被告方做最后的开庭陈述。现在请原告方做开庭陈述。我想请问审判长一个问题，原告委托询问的问题是否和本案有关？有关系，审判长。申请通过。尊敬的审判长，我想请问审判长如何看待那些处在违法边界的人员？庭审是神圣的，是凡事都需要拿出来证据的地方。这一次我方以诈骗罪起诉被告方，被告方予以否认，但拿不出来相应的反驳证据。仅此一点可以看出，对方针对我方提出来的诉讼申请根本进行不了反驳。同时，被告方谢晋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责任很小，完全没有达到夫妻应尽的义务，并伴有主观意向的诈骗行为。对于这种情况，可视为女方完全没有把男方当成自己的人生伴侣，当成人生中的另一半来对待，这根本不符合对待婚姻的态度。再有，被告方谢晋协同其律师叶飞对我方进行诈骗，这是主观上的事实。我想请问一下女方，我方当事人在婚姻中的3年，做出过任何违背婚姻、背叛婚姻的事情吗？谢晋沉默，苏白继续开口。这个问题，女方答不上来的原因是什么？答不上来的原因想必只有一种，沉默代表着无话可说。我方当事
事人张同伟没有背叛自己的婚姻，但即使如此，女方依旧贪得无厌，对我方进行诈骗，想要利用逼迫我方意愿的方式套走我方的婚前私有财产。这种人对于婚姻的概念很淡薄，完全将婚姻当成了牟利的手段。同时，被告律师叶律师有着自己专属的粉丝群短视频账号，传播和诱导不良的婚姻关系行为，以此来进行牟利。身为律师，被告方委托律师叶律师诱导其粉丝谋取自己另一半的婚前财产，完全是知法犯法。他身为律师，难道不知道这种做法是违法行为吗？显然是知道，可是他依旧利用这种方式进行诈骗，显然亵渎了法律的神圣性，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法律从业者的基本操守。叶律师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界。我听说叶律师在婚姻官司中胜场达到了上百场，那么就说明至少有上百个家庭因为叶律师的这种行为产生了破裂，不仅仅是破裂，而且这上百个家庭的婚前私有财产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是对私人财产的侵犯。据我所知，叶律师还有很多粉丝因为叶律师的诱导在准备或者正在进行这一行为，如果成功，后续的严重性不言而喻，这严重违背了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就算是叶律师通过起诉合法的分割了婚前财产，可是主观上的诈骗行为是真实存在的。我作为原告方的律师，劝被告方当事人早点认清被告方律师的行为是违法的，是可耻的，尽早检举，争取从宽处理。审判长，我的法庭陈述完毕。叶飞听完苏白的法庭陈述，整个人都懵了，这已经完全将矛头指向他个人了。这法庭陈述要是成立了，他不得直接蹲耗子踩缝纫机去了。请被告方进行法庭陈述。审判长，我申请对方的法庭陈述无效，因为对方的矛头完全指向了我，和本案没有太大关联。申请无效，请被告方进行法庭陈述。如果不进行陈述的话，视为主动放弃。尊敬的审判长，我方的法庭陈述如下：我方作为原告当事人的合法妻子，可能承担的义务少，但也承担了部分的义务责任。原告一纸诉状将我方告上法庭，这未免不符合夫妻的情分。我个人认为，夫妻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的，不应该如此针对于对方。对于我个人的控诉，我不能承认，因为我这是在保护女方在婚姻中的权益。被告当事人谢静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谢静现在很慌，说实话，他真的很动摇，很想当庭认错，可是认错就等于自己给自己提前判了刑，他怕自己再说错了什么，只是摇了摇头。审判长，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双方当事人都已经进行完法庭辩解，准备宣判。全体起立。原告方张同伟起诉被告方谢静婚姻内诈骗其婚前财产，此案由本院南都初级法院审理，本院对该案件有管辖权，所适用的法律全部依据国内法律。下面宣判。庭审结果经合议庭研究判定，对原告提出来的诉讼请求，依据我国对于诈骗罪的定义，客观主观以及主体的各要条件，被告人以逼迫威胁改变了原告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达成将婚前私有财产转化成公共财产的目的，虽然未遂，但是有强烈的意向构成诈骗行为，情节恶劣，财产数额巨大，但因原告和被告是夫妻关系尚未解除，故从轻判处，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对于被告方写进针对原告的诈骗行为，已经违背了婚姻的基本法则，同意原告所提出来的解除婚姻事实关系。针对原告所提出来的要求被告人返还原告多年的劳动付出和财务损失，因其存在法定的婚姻关系，予以驳回申请，但被告所给予的其弟弟和父母的财物，这是共同财产，未经过原告同意，部分要求返还。对原告所申请的精神损失予以驳回，原告所申请的严重影响了其形象和名誉赔偿予以驳回。对原告所申请的律师费由对方承担，依据我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予以驳回。同时庭审中针对原告方对被告方律师的控诉，由于是在本案中提出来的，涉及到当事人庭审成立，被告方谢晋的委托律师叶飞对于被告方谢晋进行授意，从而诱导被告方谢晋诈骗原告张同伟方婚前财产，构成教唆罪条件。由于情节严重，证据确凿，判处1年有期徒刑，撤销律师从业资格。此案将会由本院通知检察机关对被告方律师叶飞提起公诉。流程针对被告方提出来的诉讼请求，由于被告方涉及到刑事责任问题，提出来的财产分割问题全部驳回。本案为初审判决。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被告方若认定裁定判决有错误或任何疑问，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判决书将会在闭庭15日内向原被告双方发送判决书。闭庭。打官司20年毫无败绩，只因法官判我的官司输了，我就顺便把法官也送了进去。就在刚刚又来了一个新案件，一个中年女人走进律所，缓缓说道：苏律师，我家男人是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没想到这家公司拖欠工钱，整整拖了2年，包括垫付的一些材料费用，一共将近30万。我家男人辛辛苦苦干了2年，1分钱都没拿到，期间甚至还威胁他说不干活就不给钱。现在我听说那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为了不还钱，还特意找了一个无赖顶缸，转换股权债务和法人，万一
女人叙述完毕以后，了解完大致情况后的苏白略微皱眉。无良老板压榨完别人，还想拍拍屁股走人，想的倒是挺美。你男人，他这个当事人为什么不过来？有些情况我们要见到当事人才能够判断这个案子应该怎么打。我家需要用钱，我家男人一直要钱要不回来，急得病倒了。前2天还在输液，所以我没有让他过来。这么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律所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你可以先提供一个地址，如果你确定委托我们律所的话，等下午或者是明天，我们会上门进行详细的询问和签订律师代理委托合同。好的，苏律师，我想问问，这个钱我们还能拿回来吗？这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呢。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先去见见当事人。不过经过你的大致描述，我已经了解过了。如果证据和条件足够的话，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提起刑事诉讼？苏律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先提交相关部门进行立案，然后再提起诉讼或提交自诉。那这样的话，苏律师，我们的钱能要回来吗？看情况吧，如果对方达成和解，愿意还钱的话就好办，但是如果对方不愿意的话，需要先申请保全财产，看看对方公司有没有钱。不过提起刑事诉讼对方都不愿意的话，那么民事诉讼估计也不好要。那如果对方公司没有钱呢？没有钱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个我需要进行下一步了解才能够确认能不能帮你追回你的工资和一系列的材料费用，具体的情况不好说。没有钱也没有什么问题。那谢谢苏律师了。苏律师，关于律师费用，律师费用按照律师收费标准来，到时候我们律所会出示发票，申请让对方承担律师费用。劳动案中一般胜诉以后都会让对方承担费用，你不用担心的。当然这里说的是一般，如果判处对方不承担的话，那么依旧是按照律师收费标准收取律师费用。好的，谢谢苏律师。等送走了女人以后，李雪珍两眼放光的盯着苏白问道：苏律师，这一次咱们律所接下这个案子了，那么咱们律所是不是要把对方老板给送进去呀？这个案子不是提起什么诉讼，把谁送进去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委托人的诉求。委托人最重要的诉求是拿回钱，所以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如何满足委托人的诉求才是最关键的，明白了吗？苏律师，我明白了，咱们不仅仅要拿回钱，还要把对方的那个无良老板送进去。李雪珍小脸激动的红扑扑，想一想真刺激。下午苏白接到劳动案女人的电话后，便应约来到对方家中。万先生，情况我们已经大致了解过，不过还是有些细节想了解一下。好的，苏律师，不好意思让你这么远跑来，我会配合你的。不用客气，你当初有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吗？签了。苏律师你看看。苏白接过劳动合同，简单的看了一眼，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属于正常的劳动劳务合同。合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你在这2年时间内有申请过劳动保障吗？就是你有没有向劳动相关的执法部门申请过保障你的权益？这个有过，我1年前向劳动监察执法部门申请过，也提交过了自己的意见和材料证据。当时相关执法部门过来沟通调解的时候，对方说的好好的，什么等公司的后续款项下来以后给我工资，可是对方后面一直拖着，就是没有给，向我说各种好话，一直拖着我，直到我现在真的拖不下去了，我找他去要，他直接说没有钱，让我去起诉他，或者是找劳动执法单位，反正就是一句话没钱。可是他刚换的大本，我知道他有钱，只是不想给我，我也去找劳动执法单位，可是他们说已经责令对方支付我劳动报酬，剩下的就没办法了，让我自己想办法。但是目前来看，人早就把钱给卷走了，估计剩不下什么钱了，所以才会这么有底气让我随便去搞。律师，你说这种情况我还能拿回来？属于自己的钱吗？万一对方死皮赖账硬是不给我，或者说没有什么可执行的财产，怎么办呀？我听对方的语气好像是根本不怕我告。你放心吧，关于你的诉讼，我们律所已经大致了解了，先立案申请财产保全。如果要是公司真的没有财产可执行的话，要先看看对方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了。这家公司是叫天蓝建筑有限公司是吗？是的。苏白从起信网上面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相应信息，除了万恒浩口中的这个吴起占股40%之外，还有2个股东，大股东谢宇占比51%，另外一个董强占股9%，注册缴纳资金800万，实际缴纳资金50万。不过这都是变更债权之前的股东，现在的债权是由2个无赖进行顶缸的。按照万恒浩的意思，这个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老板吴起置换了股权结构，显然已经卷钱跑路，不打算付这钱了，并且貌似对方名下也没有什么财产。对方这么有底气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方根本不怕起诉和执行公司财产，因为目前的公司完全就是一个空壳，是没有资金的，想要从公司里面讨回债务根本不可能。根据目前的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律所大概率可以帮你追回你应得的财产，不过你有没有兴趣增加点别的诉求？很快万恒浩的案子立案成功，法院通知了双方的当事人员，准备进行庭外的调解。去你的万恒浩，竟然真把老子告到法庭了！老子是有钱就是不还你，怎么了？我就是把钱花在律师身上也不还你，咋地吧？随后吴起便来到南都一家知名律所。张律师，我这个劳动法案，这个员工找我要钱，我实在是没钱，并且那个万恒浩是和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目前我已经不是公司的债权人了，还找我要。这个公司目前的债权和你没有关系了是吧？对，已经完全交给别人了。转移的时候通知过债务人了吗？通知过了，我这还有聊天证据呢。好的，你的诉讼请求我都已经了解了，目前债权问题都不是你的了，他签的合同也是和公司签订的，找你要钱这合适吗？有张律师，这
话，我就放心了。法庭调解室内，调解员手持材料看向了苏白和万恒浩。关于调解事项，双方可以进行展开讨论。现在先请准备上诉的一方万先生提出来你们的调解方案吧。好的，针对于我们上诉的请求以及调解的诚意，我们给出来的调解方案是有以下几点：一、要求被诉讼方支付我方的薪资和代付的材料费用，以及2年没有发放的工资所产生的利息，一共合计为36万8千元。二、要求被告方对我方长期以来拖欠工资的行为进行道歉。三、我方由于被诉讼方长时间未发放工资，间接导致了我方的精神状况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严重的损伤，我方提出被诉讼方补偿我方一部分医疗费用。以上就是我方提出来最基本的和解要求。我连工资都不想给，你还要我赔偿利息和医疗费用？不给，一分不给。今天给你了，明天别的又来，要怎么办？这个口子肯定不能开。万老哥，你也清楚公司有多不容易，我的钱都投进公司里了，我实在是没有钱。你想想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至于为了这点钱起诉我吗？吴起，咱们兄弟感情那么深，你为了这点钱不还，逼我起诉你，你今天把钱还我，我就不起诉了。你这是完全不拿我当兄弟了，为了这么一点钱就把我告上法庭，咱们兄弟情算是没有了。那你起诉我吧，你要是不怕拖，不怕要不到钱，不怕败诉的话，咱们法庭上见吧。说完转身就开着自己的大奔离开。调解失败，万恒浩此时开口问道：苏律师，先前你说的那个吴起是什么来着？拒不支付报酬罪，这在刑法上是成立的。既然你想好了，那准备提起自诉吧。这土大款拖欠惯了，真以为自己是大爷了。好的，苏律师，麻烦你了。开庭的前夕，苏白将附带民事责任的诉讼人多加了2个，一个是谢宇，一个是董强。吴起，你丫的怎么搞的？你不是说那些工人你能安抚住吗？现在怎么搞到法院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把你俩给告上法庭了，但是你们放心吧，律师说这件官司没什么问题。时间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相关人员进入法庭后，审判长于振阳敲响了法锤。现在开庭。打官司20年毫无败绩，只因法官判我的官司输了，我就顺便把法官也送了进去，就连张三都得叫我一声祖师爷。现在开庭，本案由诉讼方万恒浩控告被诉讼方吴起作为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前主要责任人，拖欠其2年工资以及相应的材料费用，并且控诉其拒不支付报酬，并追加谢宇、董强2人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前股权股东没有尽到股东实缴义务，要求其代偿诉讼方当事人万恒浩被天蓝建筑有限公司所拖欠的债务，案由是否属实？审判长，案由属实。下面请诉讼方陈述诉讼请求和事实以及依据。好的，审判长，我方诉讼请求如下：一、吴起作为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也就是我方当事人的老板，故意拖欠我方工资2年之久，已经严重的触犯了我方的利益，构成拒不支付罪。我方申请根据我国刑法第276条之一拒不支付报酬罪，对于吴起进行处罚，同时支付我方被拖欠的工资以及相关的利息，一共合计为36万8千元。二、在我方工作的这2年中，吴起作为公司的负责人和我方当事人的老板，对于我方当事人万恒浩经常性的进行一些精神上面的压力，比如说对于我方工作上的内容进行呵斥和表达不满，对于我方当事人的精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方要求吴起当众道歉和补偿一定的损失。三、我方当事人由于吴起未发放工资，间接导致我方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遭受了损伤，我方要求吴起对于我方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四、谢宇和董强2人作为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股东，期间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实缴50万。根据公司法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时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没有完成的即是瑕疵股东。出资瑕疵的股东需要承担公司缴纳担保责任、差额填补责任、损害赔偿责任。同时，损害赔偿责任中规定，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可要求瑕疵股东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的责任。所以我方申请谢宇、董强2名瑕疵股东对于我方提出来的偿还工资以及利息承担一定的责任。我方申请我方的诉讼费用以及律师费用由被诉讼方承担。审判长，我方陈述诉讼申请完毕。下面请被诉讼方陈述诉讼申请。审判长，对于诉讼方的申请，我方提出异议。第一，目前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已经不在我方当事人吴起的名下，我方当事人吴起已经不是主要负责人和股东。关于万恒浩的债务问题，不应当由我方当事人吴起承担，因为万恒浩的劳动合同是和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签订的。吴起当初在股权转移的时候，已经通知过万恒浩进行了明确的告知，所以万恒浩的欠薪问题理应由天蓝建筑有限公司来承担，即根据拒不支付报酬罪，我方不是其主体人，不构成我方不支付报酬。第二，基于万恒浩的欠薪问题和劳动合同问题是和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签订的，应当寻找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目前的法定负责人和股权人索要，及诉讼方以上所上诉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我方申请驳回诉讼方的所有诉讼申请。不愧是大律所的律师啊，就是牛，优势在我。被诉讼方诉讼申请陈述完毕，下面请诉讼方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或者是事实依据法律条文的辩解。审判长，我想询问对方当事人几个问题。询问对方当事人的问题是否与本案有所关联？有所关联。审判长。
申请通过，诉讼方律师可以针对被诉讼方当事人进行提问。吴起注意到了苏白的目光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紧张，心中默念数遍：又是在我。我想请问被诉讼方当事人吴起，当初你未缴纳全额注册资本的事情，现在的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法定负责人是否知晓？知道。请问你和目前的天蓝建筑有限公司法定负责人，也就是现在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沈广是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审判长，我询问完了。诉讼方律师已经询问完成，那么接下来开始诉讼方的事实证明吧。好的，审判长。审判长，根据我方先前提交过的劳动监察部门的执行书，表明我方早在1年前就已经申请过劳动监察，提交时间的日期是在1年前，具体时间为去年的6月9日。可是吴起一方转移股权以及法定代表人，则是在去年的9月份，是在劳动监察后的日期进行股权转移的。我方在天蓝建筑有限公司股权以及法定负责人没有转移之前，向劳动监察大队提交过申请劳动监察，劳动监察大队责令吴起支付拖欠我方当事人的薪资，可是吴起却迟迟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一直拖到公司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发生转变。由此我方认为吴起的主观上是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股权和移交债务问题，并且吴起并没有实缴注册资金，属于瑕疵股东，吴起依旧有义务承担我方的欠薪。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被诉讼方对于诉讼方提交的证据有异议没有？没有。被诉讼方对于诉讼方提交的证据没有任何异议。现在请被上诉方发言。好的，审判长，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表明，我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文件的程序和内容均不违反合同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属于合法有效。转让股份属于股东的权益，股东依法享有有限期的利益，并且诉讼方并没有证据表明我方是恶意逃避债务，我方只是进行正常的股权转移。对于诉讼方提出来的控告，我方申请驳回。审判长，我方申请提交新的证据。申请通过，诉讼方可以当庭提交新的证据。好的，审判长。诉讼方你提交的材料是现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法人、股东沈广的信息资料，针对你方提交的证据，法庭会在庭下进行审查，若确认无误将会采纳，若确认有误将由诉讼方承担全责。这一点诉讼方清楚吗？审判长，我方清楚。好，开始你方的陈述。审判长，我方提交的材料是现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负责人沈广的资料。根据信息表示，现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负责人沈广是一名被执行人，名下没有任何的可执行财产。吴起将股权转让给沈广，没有任何的获利。根据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的股东和主要负责人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目前，吴起将股权和法定负责人转让给了沈广，严重侵害了我方当事人的利益。我想请问被诉讼方当事人吴起，你和沈广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和财产支付你方股权的对等交易。你把公司的股权和法定负责人转移给沈广，难道不是想要逃避债务的责任吗？还是说这个沈广有能力支付你所转让的股权问题？请问被诉讼方当事人有没有证明能够自证对方支付你的股权转让款？如果不能自证，那我方有权认为对方当事人有恶意转移公司债务的嫌疑，我方申请撤销吴起公司股权和法定负责人的股权转让合同。几个问题串联在一起，把吴起问的脑瓜子嗡嗡的。你说你没有恶意逃避债务，可是对方支付你应有的股权转让款了吗？没有的话，那不是妥妥的。没有支付，不就算是免费赠予了股权？恶意逃避债务吗？要是支付的话，那么沈广作为一个被执行人，怎么有钱支付股权转让款呢？这个证据需要吴起来提供。沈广是一名被执行人，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这也是当初吴起选择沈广成为法定负责人和转让股权的主要原因。本着有钱就是不还的理念，他的确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逃避债务。吴起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于是把目光落在了张伟的身上。这一刻，张伟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跳进这个坑里，被对方拉回到恶意逃避债务这个问题上。被诉讼方有没有什么异议？审判长，我方提出异议。我方的合同以及转让股权合法有效，不存在主观上面的逃避责任。对于诉讼方提出来的，你方有没有证据证明沈广实际支付了你方股权的转让款？审判长，我方没有证据。被诉方没有证据表明沈广支付了你方股权转让款。对于此事，你方有没有什么异议？审判长，我方没有异议。诉讼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审判长，我方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好的，本案中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前法人股东吴起恶意转让公司债务，现判定吴起谢与董强转让合同无效，撤销其转让股份协议。双方对于此判定有没有什么异议？苏白听到判定的结果下来以后，嘴角微扬。目前来看的话，有了这么一个判定，追回财产算是稳了。股权转让协议撤销，意味着对方3人必须要承担万恒浩的欠薪。万恒浩的主要委托目的算是已经达到了。一旁的李雪珍听到这个判决以后，把目光直直的落在吴起的身上，小脸上写满了兴奋。
打官司20年毫无败绩，只因法官判我的官司输了，我就顺便把法官也送了进去，就连张三都得叫我一声祖师爷。张律师，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还判定转让的股份协议撤销了呢？现在怎么办啊？我该不会真的被定罪吧？原本还得意的吴起在这一刻真的慌了。面对吴起的询问，张伟深吸了一口气，他心里也没有任何的底。走一步看一步吧，具体的结果还是要看后续的辩护的。你名下不是没有可执行财产吗？你是没有能力执行支付薪资的能力，又不是恶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继续庭审吗？现已判定吴起、细雨、邓强等3人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诉讼方和被诉讼方双方均无任何异议。继续庭审流程，双方针对诉讼方提交的吴起触犯了刑法第276条之一拒不支付报酬罪，开始进行法庭辩诉。被诉讼方针对于诉讼方控告你方拒不支付报酬罪，你方有没有什么异议？审判长，我方对于万恒浩上述我方当事人吴起拒不支付报酬罪有异议。根据法律规定，拒不支付报酬罪的构成条件有以下几点：第一点，被诉讼方当事人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式拒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第二点，所涉及的金额较大。第三点，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表明，我方当事人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是实实在在没有能力支付劳动者的报酬，达不到第一点所构成的条件，所以不能构成拒不支付报酬罪的构成条件，即我方不构成不支付报酬罪的构成条件。对于诉讼方的诉讼申请，我方认为不当，申请驳回。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现在请诉讼方进行辩诉。请问被诉讼方除了对被诉讼方当事人隐藏恶意逃避财产有异议，对于其他2点还有什么异议吗？我方可以一并解答。我方目前没有疑问。好的，我方陈述如下。根据我国刑法对于拒不支付报酬罪的解释是，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拒不支付报酬罪：一、隐匿财产，恶意清偿虚构债务，虚假破产，或者以其他方式转移处分财产；二、逃跑藏匿；三、隐匿销毁或者是篡改与劳动报酬相关的材料的；四、以其他方式转移财产。根据被诉讼方所说，吴起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可是根据调查，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在我方当事人提起诉讼吴起转让股权协议之前，处在盈利阶段，已经构成了以其他方式转移财产的构成条件。吴起名下的确是没有财产，但是他的财产都进行了恶意的转移，在转移之前明显具有偿还的能力，已经达成了有能力支付却拒绝支付薪资报酬的条件，即我方认为吴起已经对我方当事人构成了拒不支付报酬罪，并且吴起拒不支付报酬对于我方后续的生活以及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和后果，我方要求对于吴起进行从重从严处理。吴起心里那是1万个紧张和后悔，先前吐大款要钱不给要命也不给的气势早就没了。原本他以为打官司的话大不了就是判赔钱，还能真的把他给送进去不成，可是现在听到苏白的陈述，搞不好他可能真要被对方送进去了。张律师，咱们这官司到底怎么样啊？不保证能赢，但别输啊！你先别急。吴起已经明显意识到了这场庭审的走向不对，这毕竟是关系到他会不会进去，他能不急吗？他心里急得和火烧一样，但是这种关键的时候，吴起只能依靠着张伟，也不敢多说什么。好的，张律师，不急不急，你好好发挥。我想请问诉讼方律师，诉讼方是通过什么来判定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处于盈利阶段的？我再次提醒一句，非法所获得的证据在庭审上不能充当证据。我申请诉讼方公开判定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处于盈利阶段的正确来源。申请通过。现在诉讼方出示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处于盈利阶段的证据来源。好的，审判长，我方的证据来源是税局，以上是我方从税局取得的相关材料。诉讼方提交的证据材料确认无误，被诉讼方有无异议？张伟望着税务出示的证明，明白这玩意根本不可能是假的，谁他妈敢在税务上面作假呀？审判长，我方没有任何的异议。被诉方无任何异议。现在进入法庭最后的陈述阶段。于振阳的声音落下以后，诉讼方和被诉讼方双方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苏白表情淡定，万恒浩脸上的表情稍微放松了很多，而李雪珍的小脸上则是满脸的兴奋。目前庭审证据确凿，绝对可以把对方老板送进去。要是送不进去，李雪珍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自己前几天看过的行政法。要是送不进去的话，那我学习的行政法说不定就能派上用场了。下面请诉讼方当事人进行法庭陈述。审判长，我不知道该怎么陈述，我只清楚这2年吴起拖欠我的工资，对我的生活和家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病了没钱治，久而久之养成了大病。我家里面小孩子上学也没有钱交学费，都是东拼西凑借的。我之所以选择起诉走法律的程序，只是希望法律能够给我带来公平的判决，不求研判，只求能够行使一个最公正的判决给我。审判长，我陈述完了。委托人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审判长，我方没有什么要补充。被诉讼方开始你方的法庭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认为我方当事人在主观上并不是有意和故意去拒绝支付万恒浩的薪资。我方当事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向万恒浩支付相应的薪资。如果万恒浩愿意，我方当事人将会在3个工作日内向万恒浩支付相应的欠薪以及相应的利息。
被诉讼方提出开庭调解，诉讼方是否接受？庭审判决还没有下来，对方是可以提出来和解的。至于和不和解，意愿在你那。苏律师，我不愿意和解，能够拿回钱吗？可以的。那还和解个屁！他太欺负人了，现在都快胜诉了才想还我钱。我以前求他的时候，他怎么没想过还我钱呢？苏律师，我不和解。审判长，我方拒绝和解。拒绝和解的理由：被诉方当事人在我方最困难的时候，不愿意支付其所拖欠的薪资，导致我方经济困难，在接受法律的审判时却提出和解，意在逃避法律的责任，这是对于法律最大的亵渎。如果人人都像吴起一样，当庭提出和解来逃避法律的责任，那么就是对法律威严性的践踏。所以我方认为，为了保持法律的敬畏性，应当对被诉讼方当事人研判处理。陈述完毕。诉讼方拒绝和解，各方还有没有什么异议？我方没有异议。我方没有异议。既然都没有任何异议，现在开始宣判庭审结果。全体起立。本案缘由：诉讼方当事人万恒浩针对被诉讼方当事人吴起拒不支付报酬提起自诉，同时追诉谢予董强瑕疵股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全部依照国内法律。下面宣判庭审结果，经本院研究判定，于诉讼方提出来的诉讼请求，亦针对控诉吴起作为天蓝建筑有限公司股权人法人主要负责人，犯拒不支付报酬费事实成立，证据确凿，被诉讼方没有任何的异议，给诉讼方当事人吴起严重侵害了万恒浩的权益，造成了严重后果。现判定吴起拒不支付报酬罪成立，判处吴起有期徒刑1年，并在限定期限内支付万恒浩薪资以及所拖欠的利息。因吴起拖欠工资所造成万恒浩的损失部分，应由吴起承担。具体相关庭审以后由法院进一步协调。针对诉讼方所提出的追诉瑕疵股东问题，判定谢予董强2个人作为瑕疵股东，要对万恒浩被拖欠的薪资以及利息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具体责任划分由占有的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而定。3. 责令吴起对万恒浩所造成的损失进行道歉。4. 对于诉讼方提出的诉讼费以及律师相关费用，判定由被诉讼方承担。针对被诉讼提出的诉讼请求全部驳回。本案为初审判决。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被诉讼方若认定裁定判决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质疑，可以向相关单位提起审查或提起申请再审。判决书将会在闭庭10日内向诉讼双方发送判决书。闭庭。王鑫今天来找我，他的表哥上班路上发现一老太晕倒在路边，好心扶起送医后，却被讹诈40万医药费。苏律师你好，我叫张大虎。苏白仔细询问了张大虎有没有推倒那个老太太和如何发现那个老太太的所有细节，在相关事宜确认无，并且将其整理和还原的差不多了后，好了，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过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吗？对方的做法显然是一个敲诈勒索的行为，如果你有证据的话，可以提起公诉的。当然，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也可以在庭审上提出来，要求补充继续程序，让相关的执法部门去取证。我都听苏律师的。双方签订完委托书后不久，便到了诉前调解的时间。调解室内，调解员在人员到齐后开口说道：原告的诉讼理由是，被告张大虎无意碰倒了陈美霞，造成了陈美霞的严重损伤，需要赔付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费用。被告方原告这边的话是向你索赔40万元，包括医疗费用、精神损失费用以及后续的治疗费用。你这边的话能不能接受这个40万元的赔偿？如果不能接受的话，最低能接受多少赔偿？20万行不行？人家老人家不容易，各退一步行不行？对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陈美霞是被张大虎推倒的，所以我们拒绝任何赔偿。同时，我方还要求对方将我方已经交过的医疗费用全部退还给我方，对我方进行公开道歉，要不然的话，我们将会在庭审上提出来。另外，调解员，我们认为调解应该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上面进行出发，而不是一开始对方要赔多少，我们的心里接受赔多少就该赔多少。我方认为调解员没有做到公平公正的进行调解，对方身为老年人，的确在身体上是弱势方，但这不是偏袒对方的依据。对方既然不能够拿出来我方推倒陈美霞的证据，我们凭什么要赔他们钱？别说对方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方推倒了陈美霞，就算是有证据，那么在法院没有进行判决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判定一方有罪。调解员，你刚才的意思是指张大虎推倒了陈美霞，因而有罪，所以需要承担20万元的赔偿责任吗？我请调解员注意你的言辞，因为你的言辞代表着法院的态度。调解失败后，时间很快到了正式开庭的日子。庭审场内，审判长钱伟开敲响法锤。本案案由原告方陈美霞控告被告方张大虎于5月16日在溪水街道撞倒陈美霞，导致其倒地昏迷住院，产生了巨额医疗费用。现陈美霞向张大虎提起诉讼，进行追赔医疗费用以及后续的补偿精神损失费用。案由是否属实？审判长，案由属实。确认案由属实，请原告方开始陈述诉讼请求和法律依据。好的，审判长，我方诉讼申请陈述只有2点：一，我方要求对方赔偿我方医疗费用、精神损失费用、后续医疗费用合计40万元整；二，我方要求对方承担本次庭审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请被告方开始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认为原告的索赔不合理，我方申请
请驳回对方的诉讼申请。我方的诉讼申请陈述如下：一、对方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张大虎撞倒了陈美霞，控告不成立，因此我方对于陈美霞倒地不负有任何的责任，不应当承担相关的医疗费用。二、张大虎扶起陈美霞，并好心将其送到医院以后，出于善心垫付了一定的医疗费用，这一部分医疗费用相当于是张大虎借给陈美霞的，但是陈美霞一直没有归还张大虎的这个垫付的医疗费用，并且认定这是张大虎的赔偿医疗费用。可是我方根本没有撞倒陈美霞，不需要承担赔偿的医疗费用。在这里，我方申请陈美霞需要归还张大虎垫付的医疗费用。三、张大虎将昏迷的陈美霞送往医院，并主动垫付医疗费用，是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行为。原告当事人恶意曲解，对我方的名誉损失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方请求对方向我方进行公开的道歉。四、我方申请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原被告双方诉讼申请都已经陈述完毕，下面开始提交事实依据或者是法律依据。原告方，请你方开始陈述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审判长，我方申请让我方当事人陈述当时的过程经过。申请通过，当事人可以将当时的经过详细的进行陈述。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是这样，当时我正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突然感觉到身后好像被一块大石头给撞了一下，然后我就失去意识了。不过在失去意识前，我看到了张大虎的脸，就是坐在被告席上那个的脸。张大虎的表情很惊讶。哦，对了，他当时手里面还拿着手机，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审判长，你可一定为我们这些老人家，为我们这些弱势群体做主啊！还有审判长，就是他，就是对面这个男的撞的我，他就是欺负人，觉得没有监控了就可以逃得掉。虽然说是他把我送进了医院，垫了医药费，可是是他把我撞倒了，这些都是他应该付的。现在知道没有监控，可以证明是他撞的了，就说不是他撞的，还让我退还医药费，还要让我向他道歉，凭什么对面？这不是赤裸裸的欺负我这个老人家吗？审判长，我一个60多岁的老人了，我还能讹他不成？我拿不出来证据，但是我知道是他撞的我都明明看到他撞我了。审判长，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原告当事人60多岁了，先不说有没有故意讹诈的想法，在张大虎的口述当中，当时陈美霞已经倒在地上，处于半昏迷状态。陈美霞在第一时间接受执法部门的审查调查的时候，也说自己有些记不太清楚了。可是到了现在，怎么就说明明是看到张大虎撞的呢？还记得张大虎是怎么撞的？陈美霞在第一时间接受执法部门的审查调查的时候，也说自己有些记不太清楚了。可是到了现在，怎么就说明明是看到张大虎撞的呢？还记得张大虎是怎么撞的？请问原告当事人，你当时到底记没记清楚？是不是张大虎撞的？我年纪大了，当时被撞以后记不太清楚了，现在想起来了，就是张大虎撞的。那你的意思是当时的口供是不准确的，是吗？被告方不得打断原告方的陈述。现在警告一次。好的，审判长。根据相关执法人员提供的证据，我现在进行大致的梳理。执法人员提供的证据是来自于陈美霞和张大虎的口供，双方的口供不一致，并且执法人员提供的证据有着走访调查的证据。根据走访调查的证据显示，张大虎的确有扶陈美霞这件事情，将其送到了医院，这件事情也是事实。但是没有人真正的看到了陈美霞是不是被张大虎撞倒的。对于以上的证据和事情的经过，原被告方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既然双方没有异议的话，那么根据这个点开始进行双方的辩诉吧。原告先进行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没有人看到我方当事人陈美霞是不是张大虎撞的，有人看到了张大虎将人扶起来。再根据我方当事人陈美霞的说法，她是被张大虎撞的。根据我方当事人的口供来讲的话，陈美霞没有说谎的主观必要，所以我方认为我方的要求合理，判处张大虎撞人赔偿，只申请主张我方的法律权利。什么叫做陈美霞没有说谎的主观必要？陈美霞的表现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就是想要钱。她的主观就是找一个人承担她的医疗费用和后续的治疗费用，且以精神上的损失作为讹诈。说白了，对方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诈骗行为。再说了，无论是原告当事人还是我方的被告当事人，双方都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张大虎是否撞人了。你方当事人一口咬定张大虎撞人了，那么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吧？可是你方也没有证据能够表明他没有撞人，但是有人看到了张大虎将陈美霞扶起来了，通过这一点可以进行推断，是张大虎把陈美霞撞倒的。你方有证据能够表明你方没有撞人吗？同样没有证据，被告方不能够证明自己是否撞人。你搁这胡扯什么呢？什么叫做被告方不能证明自己是否撞人？意思就是被告方撞人了。你一个民诉律师，难道连最基本的谁主张谁举证都不知道吗？你告我，你就得拿出事实依据来啊！你拿不出事实依据来，你在这扯什么呢？对于原告的诉讼答辩，我方并不认同。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如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7条，举证责任与查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取证收集的证据，或者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或当事人请求法院进行调查收集。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的客观的审查核实证据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请求法院方面进行调取。简单来说，按照法律规定，陈美霞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表明张大虎有着推撞她的事实，那么法院方面应当依法判决张大虎无需承担任何的责任，驳回陈美霞的诉讼请求。希望法院能够依据法律法条中的内容来还我方当事人张大虎一个清白。苏白抬头看向审判长席位，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你主张的话拿不出证据来，那么主张什么？没有证据形成证据链，这场庭审的判决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当然这是正常情况，如果出现问题，判决不对的话，那么庭审完去检察审查部门举报，然后顺便立个案，这套流程最近已经很熟了。打官司20年毫无败绩，只因法官判我的官司输了，我就顺便把法官也送了进去，就连张三都得叫我一声祖师爷。原告方刚才你方在陈述的时候说过，张大虎主动送你去医院，还垫付了医药费，是不是？是的，审判长。原告方能不能说一说在当时医院的情况？审判长，当时在医院的情况是，我赶到了医院以后看到了张大虎，张大虎当时在我妈的急救室门口，我去到的时候，张大虎表情有点着急，然后没有什么其他情况了。张大虎原告陈述的，你有没有什么异议？审判长，我没有异议。根据原告方所提供的证据和事实依据，当时陈美霞的医药费用是你进行垫付的是吧？对，是我垫付的。那么你当时在医院缴纳垫付医疗费用是出于什么心理？审判长，我不懂你说的这个意思。我询问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帮陈美霞缴纳医疗费用？当时缴纳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我当时没有想什么，因为医院进行急救的话需要垫付医疗费用，不垫付的话医院那边不给处理，没有办法，我只能先垫付一下。那你是出于好意垫付的，是不要求对方偿还的吗？你的见义勇为是不求回报的吗？田伟的这句话让苏白瞬间明白了过来，这是冲着他来的，因为他先前表述过，张大虎垫付医疗费的钱是相当于借给陈美霞的，要进行归还。现在田伟这么问，就是想通过套话来判定诉讼代理人的陈述和委托人的主观意愿不一致，然后推翻诉讼请求，从而进一步判定原告方败诉。审判长，我方认为这个问题带有个人的主观性和诱导性，我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驳回被告方观点。根据庭审上相关法律法规，律师有权质疑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和举止，还请审判长告诉我驳回我方观点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这个问题不具有诱导性。你当时在垫付医药费的时候，想过让当事人偿还吗？这个问法才是正常的询问。钱伟退了一步，苏白也就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审判长，当时的想法就是把人送到医院，按照医院的规定必须要支付医疗费用，然后我就想着自己先把医疗费用给垫上，等到陈美霞的家人来了以后，再将我垫付医疗费用的事情告诉他们。这个垫付的医疗费用对我和我家来说不少，我没有说过不要这个垫付的医疗费用。根据医院的缴费证明，你不止一次的垫付医疗费用，一共分为3次。第一次是你刚把陈美霞送到医院里面的时候，垫付了医疗费用；第二次是陈美霞的家属还没有来的时候，医院通知你费用不够，你再次缴纳了医疗费用；第三次是陈美霞的家属已经到达了医院内，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缴纳医疗费用？那是因为陈美霞的家属非要说人是我撞的，非要拦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继续交医疗费，我没办法才继续缴纳医疗费的。陈美霞的家属拦着你说人是你撞的，但是你没有向他们解释吗？你在当时有没有告诉陈美霞的家属说人不是你撞的，已经垫付完医疗费用，并找他们所要垫付的医疗费用？我跟陈美霞的家属说过了，人不是我撞的，当时他们一口咬定人就是我撞的，我没有办法，还要我垫付医疗费用，我找他们要也要不回来。被告人情绪略微有点激动，请控制住你的情绪。被告当事人按照你的陈述，当时陈美霞的家属说人就是你撞的，但是你心里面知道人不是你撞的，为什么你不据理力争，或者是进行报案处理？被告当事人按照你的陈述，为什么面对陈美霞家属对你的控告，你明知道自己是在冤屈的情况下还要垫付医药费？你在第3次垫付医药费的想法是什么？审判长，我当时只是出于好心帮助陈美霞，没有想到就遇到了陈美霞这么难缠的家属。没报案是因为当时没想到，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好心帮了个忙，对方对我有误解，认为没有必要去报警。另外我觉得等到陈美霞醒了以后，他们对我的误解可能就解除了，到时候就会还我医药费，继续争执没有任何的必要。还有就是前2次的医药费我都垫付了，心里面想的也不差这一次，现在解释不清楚，等到澄清了再一次性要回来。但是我没有想到陈美霞一开始说的好好的，说是会给我医疗费，还说要谢谢我，但是扭过头就向我索赔40万的医疗费用。审判长，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钱，我没有什么其他目的，我做好人好事垫付医药费不行吗？我想要回自己的钱不行吗？我当个好人还错了吗？
第二次提醒，请被告方当事人注意自己的情绪。张大虎在案发的当天，你是不是在赶往上班的路程中遇到的？是的，审判长。那么你为什么在上班的途中遇到了这种情况，并且愿意主动搀扶陈美霞去医院？这符合生活常识和经验的认知吗？还请被告当事人回答问题。审判长，我作为我方当事人的全权代理律师，在这里我有话可说。请问审判长，张大虎做不做好事，在不在上班的期间做好事，这和常识有什么关系？我方当事人张大虎都已经表明了，他是出于好心善意的目的将陈美霞送去医院，这是一种美德和常识无关，就像是救人，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有能力救人的范围之内，而不去实施救援的话，则是一种违法行为。我方当事人张大虎有能力对于陈美霞实施帮助，然后就实施帮助了，有什么问题吗？审判长在法庭上面虽然讲究根据常识性进行判定，但更重要的是根据证据进行判断。我国的法律规定是谁主张谁出证据，对方没有证据也没有依据。审判长这么咄咄逼人的询问我方当事人，我认为审判长违背了一名作为审判人员的公平性，严重脱离了对于法律公平公正的判定。请被告方解释，陈美霞不是张大虎撞倒的，张大虎为什么要将其搀扶起来并送往医院，并且连续3次的缴纳医疗费用？还有一点，在医院的时候，张大虎明知道自己是见义勇为、做好事的行为时，面对陈美霞的家属，张大虎为什么没有据理力争？为什么不强烈的表示自己见义勇为的行为，拒绝支付医疗费用？根据以上几点联合在一起，被告方能不能完整的表述一下张大虎当时的心理想法？审判长，我方已经陈述过了，张大虎是出于本质上面的见义勇为行为，帮助和帮扶也是一种出自内心的善良，而不是所谓的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你为什么要把他送医院？如果审判长坚持认为是我方张大虎将陈美霞撞倒的，那么依据事实情况下，只有陈美霞的一个口供作为辅助性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相关内容，单个的辅证并不能形成证据链，没有证据链不能够判定张大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我方认为张大虎没有任何相应的责任需要承担，并且我方认为审判长的言行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完全不符合一个审判人员对于法律公平公正的鉴定。送人前往医院和撞人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性吗？并没有。那么审判长为什么要揪着这一点不放？合议庭的成员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吗？好了，被告方律师情绪先不要那么激动，先稳定一下情绪。现在庭审的辩诉答辩已经差不多了，进行法庭陈述吧。关于这场庭审，原告方还有没有其他需要出示的事实依据或者证据？审判长，原告没有其他出示的事实依据或者证据。现在开始法庭陈述，现在请原告方进行法庭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法庭陈述如下。我方认为，我方主要当事人陈美霞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具有自己摔倒或者是自己出现意外的情况。事情发生，张大虎作为第一个发现陈美霞的人，具有撞人的嫌疑。据此，我方认为张大虎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表明对方不具备撞人的条件，并且张大虎针对这一点也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能够表明和反驳。根据刚才的辩诉答辩，张大虎多次以见义勇为来解释为什么3次垫付医疗费用和在上班期间主动帮助陈美霞送往医院。这种见义勇为的说辞，没有证据能够表明他的主观是见义勇为，具有用此来逃脱自己责任。我方认为张大虎在本意上是想要逃脱自己的相关责任，不打算负民事的赔偿责任。所辩诉的内容都是用以逃脱责任的借口和理由，所以我方当事人陈美霞的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费用以及后续的医疗补偿费用等，张大虎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下面请被告方开始陈述。这场庭审可以说是他打过最离谱的一个庭审，尤其是审判长的态度。这场庭审其实到他说出来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条例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这名审判长钱伟一直在质问张大虎，完全的不合理。从审判长的角度来说，如果不是掌握了张大虎将陈美霞撞倒的直接结果，从而进一步的从张大虎的语言漏洞中寻找证据链，根本不可能在庭审上这么追问一名当事人，除非有其他情况才会有刚才的情况出现，例如说某些违法行为。想到这里，苏白打算法庭陈述少说点，真的要判定张大虎承担民事责任了，回头出门直接去提起监察审查。审判长，我方法庭陈述如下。我方依据法律民事诉讼对于本场庭审进行反驳，要求驳回原告方的诉讼申请，我方有法可依，还请合议庭能够考虑到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原则来对本案进行判决。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打官司20年毫无败绩，只因法官判我的官司输了，我就顺便把法官也送了进去，就连张三都得叫我一声祖师爷。现在进入休庭阶段，1个小时休庭结束，当庭宣布判决结果。审判长，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判？根据诉讼答辩和庭审上的证据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张大虎就是撞了陈美霞的人，需要承担应有的责任。这个你们2个没有什么意见吧？可是根据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则，谁主张谁举证来说的话，陈美霞完全拿不出来张大虎撞人的事实证据，这么判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合理？我感觉的
的确是有点不合理，主要还是因为证据不完整，只有陈美霞的口供和路人的证词，这样判决不太合适吧？这个判决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如果按照被告方的诉讼答辩来说的话，这么判决的确是有些不合理。可是如果站在原告方的角度来看的话，有一定的合理性。你们看陈美霞昏倒，张大虎为了见义勇为，多次垫付医药费，并且还在亲人家属们来了以后再次垫付医药费，这个合理吗？这个案子本质上就是张大虎知道没有证据，所以一口咬定自己是见义勇为，想要逃避责任。这种问题在民事诉讼中出现过很多次，我认为判定张大虎承担责任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判定的依据条件是什么？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不要紧，判定的依据是根据高度盖然性。这场庭审的民事诉讼符合高度盖然性。高度盖然性是民事证据证明规则，在01年最高院公布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去否定对方证据的，法院方应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是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据，并对证据力较大的一方证据进行确认。说白了，就是在双方都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怎么判定，审判长说了算。很快休庭时间结束，审判长钱伟敲响法锤。现在重新开庭准备宣判。判决结果，本案由原告方认定，被告方将其撞倒，并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精神损失费用以及后续治疗费用，以此提起诉讼。本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全部依照国内法律。经合议庭研究决定，现对于本案的判决如下：一、原告摔倒昏迷，不是由于疾病所引起的，而是由于外力因素引起的。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由外力因素引起的，除绊倒、滑倒等自身原因情节，还有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或碰倒的情况。双方在庭审当中均未陈述陈美霞是绊倒或滑倒的，被告也没有提供相应的反证证明。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认定陈美霞是由外力因素撞倒，或者是被碰到的。按照生活经验分析，人在被外力撞倒后，第一时间先确定的是被撞倒的人的来源，辨认撞倒人之人是谁。根据本案的证据和陈美霞的口供，第一时间认定的是张大虎。从常理进行分析，陈美霞是张大虎撞倒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张大虎是见义勇为做好事的话，那么第一时间应该做的就是寻找撞倒陈美霞的人。根据社会的情理来说，在陈美霞的家人李壮到达医院之前，应该在垫付完第一次的医疗费以后离开医院，而不是在医院继续停留，缴纳第二次、第三次医疗费用。根据以上分析进行判定，判定张大虎为撞倒陈美霞的责任人。二、判决张大虎赔偿陈美霞医疗费用、精神损失费用和后续治疗费用40万元整。三、判决本次原告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由南都东城法院进行一审审理。判决原被告双方若针对此判决有任何的异议或有任何的疑惑，都可以向南都中级法院提起再审，或者向相关监察审查部门提出审查请求。判决书将会在10日内发放到原被告双方所填写的发放地址。闭庭。最后的这个判定是什么意思啊？你没有证据，你就根据生活经验、根据社会情理进行分析是吧？法庭上不讲证据，开始讲生活经验是吧？先不说张大虎有没有真的撞到陈美霞，就算是真的撞到了，你没有证据能下判吗？还有你的生活经验，你说了算吗？咋的？法律解释权在你手里啊！苏白将面前的诉讼材料快速的收拾好，紧接着挥了挥手，让李雪珍和张大虎跟上。苏律师，咱们收拾的这么快，去哪呀？去隔壁的检察审查部门。好的，苏律师。工作人员望着苏白不到10分钟就填好的内容，不禁有些疑惑。已经填好了，还请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了，不过你这填的日期是今天的，确定填写的日期是今天吗？对呀，我刚从法院出来，直接就到这来了，不可以吗？没有什么问题，咱们检察部门不受这些限制。不过相关的证据你没有填写完整，我们这边先进行接收，并通知当事人进行配合，询问后续的证据，例如说庭审判决书和笔录之类的需要进行提交。可以的，谢谢。8天后，苏白在拿到一审判决书后，提交资料并使用了回避原则，申请异地审理，并得到了高院同意，将审理的地点转移到了长市中级法院进行审理，并通知了各方。时间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审判庭内，苏白望着被告席上的钱伟，谁能想到前一段时间还是坐在审判台上敲锤子的，现在却成了被告。现在开庭，本案由被告当事人钱伟作为审判长，没有行使法律的正确权利，在判决中严重违背了事实法律的行为，对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以此被提起公诉。检方案由是否属实？审判长属实。下面请检方针对钱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陈述诉讼申请或法律依据。好的，审判长，检方通过对于张大虎案的举报和调查，发现钱伟作为当时的审判长，对于这个案子的判决严重的脱离了实际，造成了严重的事实后果，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定义，没有依据民事诉讼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进行判定，脱离了法律的规定内容，法律适用错误，针对判定有着强烈的个人主观，不依照法律事实，不依照证据，对于司法的公信来讲，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性。所以检方对于钱伟提起公诉，认定其违反了刑事规定，重读之最终的第399条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根据第399条中的规定，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依据，做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检方认为，按照前委的枉法判决，属于情节严重，建议量刑3年有期徒刑。审判长、检方陈述完毕。检方陈述完毕，现在请被告方陈述诉讼申请和依据的法律事实。好的，审判长，我方并不认同检方的陈述，我认为我方当事人前委无罪。我方的诉讼申请和事实依据如下：一、根据对于枉法裁判罪的定义来说，表现是民事中违背事实法律的行为，个体是影响审判部门的正常审判活动。在06年最高检察部门发布施行的关于枉法裁判进行立案的明确标准是，枉法裁判致使当事人或者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在50万元以上的，是针对企业和组织的造成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在100万元以上的，伪造变造相关材料证据，制造冤假错案的，串通当事人制造伪证毁灭证据，或者篡改庭审笔录，徇私情私利，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证据却予以采信，或者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或者故意违反法定程序，用错误法律条例而进行枉法裁判的。关于主体要件，这个没有什么还需要陈述的，本案构成了主体要件的标准。但是关于本罪的主观要件，判定前为枉法裁判，是前委必须出于故意进行判决，才能定为枉法裁判，即明知了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事实和法律，属于枉法裁判的，但依然为之。如果是属于过失的，则不能构成死罪，而定为渎职罪中的玩忽职守罪。依照检方提交的证据和对我方当事人的控告所依照的有2点，分别是造成个人10万财产的经济损失和适用错误法律条例。但是首先有一点，那就是在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前委的判定没有得到任何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判决错误了。请问检方以此2点来对我方当事人前委进行判定，其枉法裁判是不是不太合理？按照检方所陈述的，没有充足的证据而进行判决，是违背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利益。那么检方对我方的控告是否也属于侵害了我方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违背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利益呢？根据高度感染性双方都没有充足的证据的话，审判长是可以依据事实条件的客观性去进行判定的。我方可能对于事实的客观性有一定的错误认知，但是所依照的法律条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并不构成枉法裁定的主观要件。审判长，以上是我方的诉讼陈述答辩，我方申请判决前委无罪。人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活？下面针对前委的主观性是否属于故意，开始进行判定，请检方进行陈述。好的，审判长，检方认为，通过客观的事实依据，表明前委存在主观故意的条件。具体情况有以下2点：第一，在知晓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下，依旧不听合议庭的劝告，不使用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法规进行判定，而是利用高度盖然性对案件进行判定，存在一定的主观故意表现。第二，和李默有过通话记录，聊天中提及过本案，作为审判人员没有进行及时的回避，有意接触本案的相关人员，存在主观意义上的故意。检方陈述完毕，现在请被告委托人进行陈述。对于检方提出来的2点，前委主观上面的故意表现，我方表示不认同。首先，检方是怎么认定前委是在知晓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下，不听合议庭的劝告，继续利用高度感然性对于该案件进行判定的？检方的这个结论是怎么得来的？根据证据显示的情况和庭审上判定的结果，前委使用高度感然性的确是法律适用错误，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说他法律适用错误就说明他是故意的吧？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前委的庭审判水平比较差，或者是由于受到了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导致了错误的判断呢？基于以上条件，我方并不认同检方针对于前委的控告。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现在请控告方进行补充。好的，审判长，我方的陈述很简单，那就是想问被告方和被告方委托代理人几个问题。前委知不知道李默和陈美霞之间的关系？都谈及到这个案子了，那么肯定知道这一层的关系吧？根据检方的调查所知，前委和李默2个人之间的私下关系相对来说不错。为什么前委在得知了李默和这个案子的当事人有关系的时候，第一时间不采取回避原则，是因为自己的人情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前委为什么不听合议庭成员的建议进行错判，运用高度盖然性？在这场故意性的主观判定当中，首先有的是前委和李默通过话没有采取回避，而后进行了错判，而不是错判以后才认识的，这2者之间的存在先后因果关系，而不是后先因果关系。作为一名审判长来说，判决的案子很多，而诉讼方委托代理人所说的前委的判决水平可能较差，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影响。可是前委判决水平差，但是也担任了审判长那么长时间，最基本的道理难道不应该明白吗？并且还有另外2名合议庭成员提出来的意见，他都没有进行采纳，这是只用判决水平差能够掩盖得了的吗？为什么在李默和前委通过话以后，前委进行了这种判定？另外存在一定的客观因素，我很想知道被告方代理人所说的客观因素指的是什么客观因素？判断前委是不是主观性故意，虽然说要从客观上面进行出发，但是前委的主观性也是异常重要的，否则的话很容易会造成一宗错案，做判了一名好的审判长。我想请问诉讼代理人，站在前委的角度，他的主观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只用说他不是
是故意的，所以就否定了客观性吗？那么被他错判的那些案子呢？被他错判的那些案子的当事人怎么办？毕竟前委在判决的时候，甚至不去依照法律中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和证据不足，只是依照证明规则就去判定张大虎承担责任。对于这个案子，他在乎过是不是错案吗？前委担任审判长期间，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错误的判决将会对于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不通过客观的证据，那么需要通过什么？通过前委自己说自己没罪，所以就判定他没罪吗？既然这样的话，那还需要证据做什么？被告人前委针对检方和控告方对你进行的举证，对于以上的客观事实证明，你有什么异议没有？审判长，我没有什么异议了。各方对于以上的答辩内容是否有异议，或者是有其他的辩诉意见提出？无异议，无异议。各方均没有其他辩诉意见，现判定前委的主观性判定为故意。各方有无异议？无异议，无异议。针对前委枉法裁判判定完成，现在请各方进行法庭陈述。检方请开始你的法庭陈述。审判长，我方法庭陈述如下：根据枉法裁判罪造成的后果来看，前委判决出现错误，对张大虎个人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了10万元，高达40万元。按照法律规定，针对前委的这种故意裁定影响审判，造成当事人巨大损失结果的情况，应当从重严判。检方建议量刑3年有期徒刑，请法院采纳。审判长，检方陈述完毕。检方陈述完毕，现在请被告方委托人进行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法庭陈述如下：我方对于前委的判定没有任何的异议，着重点在于对于前委的判定刑罚上，前委在某些方面对于张大虎这个案子的判定的确有些不对。可是审判长，您作为审判人员知道，在判决一个罪名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曾经的前委同样是一名审判长，他可能考虑和顾及的东西也比较多。首先，针对于判决来说，前委的判定的确有一定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收受礼物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从这一点来说，前委的责任很小，只是一次小小的失误和主观上面的人情，导致了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方认为，针对于前委的处罚，应当从轻判决。审判长，您作为一名审判人员，应该更能体会到前委判决时候的心情。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你在这里让审判长和前委这么一名犯罪嫌疑人共情，你这是想要把审判长也拉下马是吧？现在，请被告方当事人前委做最后的陈述。审判长，对于张大虎这个案子的判决，我承认我有罪，我知道自己做出的判决对于当事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现在深刻的反思到了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通过这场庭审，我也了解到了关于我的一些行为上不好的主张，在张大虎这个案子当中我做的不好，我现在向张大虎正式的道歉。虽然说我做出了错误的判决，可实际上我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做到公正的判决，是希望老人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偿，但是没有想到做出来了一些违法的行为。说实话，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的过程和行为是错误的。可不管怎么说，我的最终结果都是导致了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无论法庭方面对我进行怎么样的判决，我都完完全全的接受。不过我还是希望法庭上能够考虑到我的出发点和我的目的，能够对我进行酌情的处理。我的陈述到此结束，谢谢审判长，谢谢合议庭成员。被告方当事人法庭陈述完毕，先请控告方进行最后的法庭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法庭陈述如下。首先，我方认为被告诉讼代理人的陈述有一定的问题，不能够理解被告诉讼代理人所陈述的前委针对张大虎案件违法判决只是一次小小的失误和人情，法律是严谨的，一次小小的失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和影响。再说什么叫做小小的失误？小小的失误就让张大虎承担了40万的债务。前委作为审判人员，能够想到40万对于张大虎的家庭来说是一件多么难以承担的事情吗？被告方诉讼代理人将这件事情说得如此轻松，站在被告的角度来说的，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说的，又或者是高高在上，习惯了认为40万不值一提，人情不能用法律来进行定义，但同样法律也不是人情往来中的选择。法律是个人的吗？法律是前委定义的吗？前委凭什么用法律当作人情？还有，被告方诉讼代理人能够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以前同为审判长，能够知晓前委的处境吗？一名是审判人员，一名是被告嫌疑人，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再有，法律无情人有情，法律为什么无情？是因为法律的公平性，法律给了在场所有人一个平等的机会，无论你是权贵役或者是平民，都依法享有法律的公平性。人有情就能蔑视法律的公平性吗？所谓的人情世故就能违反规则，践踏其他人的法律权益吗？法律的构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构造出来一个平等的权利。前委作为张大虎这个案件的审判长，依照自己的主观性，知道这件案子和自己朋友亲属有关，依仗着自己有执法的权利，判决时随意蔑视法律的公平性，对于张大虎来说造成了什么？造成的是不公的法律判决，造成的是法治的缺陷。在法律的课堂上，我们常听到老师说过一句话，一次不公的审判胜过10次犯罪行为。有没有人想过，如果前委这个判定认定了的话，那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依照这一次的庭审经验来进行判定，老人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活？那么在法庭上面，对于真正的见义勇为者，对于真正的好心办好事者，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不会让这些好心人心寒吗？而他们在面对这么一句询问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解释？解释说我是好心帮助扶人的，结果法院判处赔偿40万，那么造成的结果就是无人再会帮扶，这难道就是前委所说的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过程是违法的吗？法律就是让好人背锅，为那些恶意控告者谋取利益，是吗？如果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作为审判人员，他为什么不维护法律的正义？凭什么这么判定？难道凭借的就是他心中的喜好和往来的人情，所以来对法律进行评定吗？
吗？那对于当事人公平吗？同时，我也想请问被告当事人，请问你向法庭提出的酌情考虑减刑，是因为你担心自己被判得重了，在里面待的时间久了，对你产生不好的影响，还是你真的反思到了，你为你在庭审上面所做的一切感到悔恨？你所谓的公平判决就是不看证据，不根据法律诉讼条例来进行判决吗？那么你所谓的法律公平在哪里？是在你嘴上，还是在你心里？你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能够减刑，而在这里侃侃而谈，装作悔意的样子，实际上嘴上说着法律平等，却将法律践踏在脚下。再问一句，凭什么要从轻判处？作为法律的践踏者，你凭什么要求对你进行从轻判处？所以我方认为，对于被告方诉讼代理人和被告方当事人的法庭陈述不予以采纳，我方请求对于践踏法律尊严、知法犯法的被告方当事人严重判处。我相信合议庭的判决能够给我方当事人公平的说法。审判长，我方的法庭陈述完毕。各方法庭陈述完毕，现在宣布庭审结果，全体起立。本案有针对被告钱伟作为审判人员，对张大虎一案审判不公，以往法裁判罪提起公诉。本院对于该案件具有审理权，所适用法律全部依照国内法律。下面宣布判决结果。经合议庭研究决定，针对检方提出来的以往法裁判罪提起的公诉，依据刑法第399条中的枉法裁判罪，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判决以其所提交的证据表明，判定钱伟触犯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判处钱伟3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由于钱伟的违法判定，导致了判决结果程序违法及撤销。其所判定的张大虎一案，关于被告方的诉讼请求全部驳回。本案为一审判决，若当事人钱伟认为该判决有违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裁定有任何问题，可依法进行上诉或向相关部门提交监察审查。判决书将会在10日内向各方发送。闭庭。当你接到一件网上求助，你的当事人掏光家底还贷款200万，买的房子烂尾了。更离谱的是，这家地产公司正在申请破产，意图逃避债务。而你接受委托后，不但将地产公司告上法庭，连带着贷款的银行也一并起诉，要求承担连带责任。苏律师，你让我整理最近房地产的官司，我发现南建地产可能要申请破产了。你赶紧通知委托意向人过来，签订一下委托书吧。好的，苏律师，我这就通知。谢谢苏律师，你能够接受我们的委托。根据你们的描述，对你们的诉求已经知道了，要么退房款，要么把房子交付了。你们的诉求是这2个是吗？对的，对的，我们的诉求只有这2个。苏律师，我还想把房地产老板送进去，他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天天担心这担心那，还要交房贷，我感觉他就是在诈骗我们的血汗钱。对于这种人，就应该用诈骗罪把那个房地产老板给送进去。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签订委托书吧。现在南建房产可能正在走破产程序，咱们得抓紧点时间，要不然就麻烦了。好，苏律师，我这就签。时间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审判长朱和敲响法锤。本案由原告方起诉南建房地产公司未能履行合同条约，要求进行经济赔偿，并认为南建房地产公司有恶意逃债行为，同时起诉银行未按照银行规定以及合同条款对房地产公司发放购房资金进行了违约起诉，银行方面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原告代理人案由是否属实？属实，审判长。案由属实。下面原告方开始陈述诉讼申请。好的，审判长，我方诉讼请求如下：第一，根据购房合同南建地产有限公司未能履行我方的购房合同的交房时间要求，以及超出了购房期限，我方要求南建地产有限公司照合同要求赔偿我方经济损失和补偿损失112864.53元。第二，南建地产有限公司在申请破产时未向债权人进行通知，属于破产恶意逃债，要求法院对于南建地产公司破产进行恶意逃债的行为进行处罚。第三，南都银行违规向南建地产发放购房资金，需要对于我方购买的南都秀水花园烂尾房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我方有权利不再进行还款并拒绝支付利息。我方要求南都银行对我方进行赔偿和承担连带责任，赔偿金额为1567248.53元。审判长，我方的诉讼申请陈述完毕。原告诉讼代理人已经陈述完毕，下面请被告南建地产有限公司诉讼代理人发言。好的，审判长，对于原告控诉我方恶意逃债，我方予以反驳。在法律的定义上，公司恶意逃债指的是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的管理人员等，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利用其控制管理或者经营运作等，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固定有限责任，采取恶意转移公司财产和利用恶意解散注销公司、恶意破产等规避法律的违法手段逃债，损坏公司的利益与债权人的利益，使债权人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实现自己的权利的行为。根据我方破产程序，我方的破产流程正规，没有任何的问题，我方申请驳回对我方恶意逃避债务的控告。审判长，南建地产公司诉讼申请陈述完毕。除了针对南建地产公司恶意逃债的问题之外，你方对于其他诉讼请求还有异议吗？审判长，对于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我方没有任何异议。现在请被告南都银行代理人进行陈述。审判长，针对原告对我方提出来的要求，我方申请全部驳回。我方
方和南建地产有限公司并没有合作上的关系，只是监管资金在南都银行进行保管。这笔资金的用项在于建造南都秀水花园小区，我方只对监管资金进行负责。我方虽然违规，但是不等同于我方和地产商之间有着瓜葛，资金的用项并不受银行的管控。我方违规发放资金和南都秀水花园小区建设的烂尾，不构成法律上面的因果关系，也不构成连带责任的承担问题，即我方申请驳回诉讼方的全部请求。南都银行陈述完毕。现原被告诉讼完毕，进入下一个庭审环节。合议庭对于诉讼各方的陈述进行了整理。第一，关于南都银行方面是否和南建地产所建设的房地产项目烂尾有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第二，南建地产的破产是否属于恶意逃债行为。针对合议庭整理的这2点，下面请原告针对第一点进行陈述。好的，审判长，在我方开始陈述之前，我想先问南都银行方面几个问题。根据我方的调查和大致推算以及提交的证据，南都秀水花园一共有2500户左右的购房者。南建地产有限公司在购房的要求中提到过贷款建议前往南都银行贷款，并提供了一些便利措施。其中有1630户左右是在南都银行进行的贷款，所贷款的金额高达3亿2千万左右，产生的利益也高达上亿元。请问如此高昂的利息，是不是你们南都银行监管不到位的原因呢？审判长，我方认为原告诉讼代理人询问的问题与辩诉点无关，申请对方停止询问。驳回被告方南都银行的诉讼申请，原告继续提问。好的，审判长，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为什么南都银行方面提前违规，将监管资金打入开发商的账户？请问在这个过程中，南都银行方面起到监管的责任了吗？南都银行一句违规将资金打入南建地产和烂尾楼没有任何的关系，就能撇清关系？那么南都银行方面怎么解释南建地产介绍购房者到南都银行进行贷款，贷款利益高达上亿，南都银行一边拿着高额的利益，一边将监管资金打入南建地产的账户，一边还说着和自己没有关系？南都银行为什么拿着那么多的利息，却没有尽到自己的监管责任？房产烂尾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是不是监管资金监管的不到位？可是烂尾的结局是什么？烂尾的结局是房地产商拿到监管资金，南都银行自己拿着利息，两者都得到自己想要的了。结果你们一句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让所有的后果都交由购房者承担。凭什么银行监管的不到位和房地产商滥用监管资金导致的房产烂尾要由购房者承担？凭什么南都银行只享受利益不承担责任？根据违约连带责任的构成，银行方面没有责任吗？法律上哪一条规定了银行方面只用享受利益，不用承担责任了？我方有权利不再进行还款并拒绝支付利息。现在请南都银行委托代理人进行辩诉。我想请问原告诉讼代理人，乙方的质问所依据的法律规定是我方因为获得了高昂的利息，对于监管资金不到位，所以需要进行赔偿是吗？并不是，我方认定的关系是南都银行方面对于资金监管的违规操作以及监管的不到位，导致了烂尾楼的发生，而不是获得了高昂的利息。对于监管资金的不到位，换个意思就是房产商挪用资金，南都银行对于资金方面有着监管的责任问题。在房地产挪用资金的情况下，南都银行方面不仅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而且还违规发放监管资金，造成了烂尾，所以需要负一定的连带责任。说白了，高昂的利息和监管资金的违规操作，只是让南都银行进一步的负有责任，不是这个辩点的主要变数，主要还是让其产生连带责任的关系。徐志强的这句话明显是在挖坑，高昂的利息和监管违规没有必要的联系性。如果从这方面进行辩诉的话，到时候银行直接来一句是临时工用错了，把责任推给个人，会很麻烦，等同于偏离了这场庭审的主要矛盾点。请问原告方诉讼律师，你方认为我方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是什么？是根据连带责任中的哪一条？根据合同合约，银行监管不到位，甚至是违规发放，不是银行的责任吗？南都银行和南建地产是什么关系？根据合同，地产公司需要向购房者保证按时交付住建商品房，而银行由于提供了贷款，对于资金进行监管，那么也需要对于购房者的购房资金进行负责。根据连带保证责任，南都银行和南都地产方面都需要对购房人的交房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在此过程中，银行没有做到对监管资金的保护，那么造成了房子的烂尾，就需要负一定的连带责任。可是银行只需要对监管资金负责就可以了，银行并不能左右房产是否烂尾。银行如果不违规发放监管资金，对资金进行严格的监管的话，南建地产有限公司会将监管资金进行挪用吗？监管资金不挪用的话，会出现烂尾的情况吗？请银行委托代理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关于双方的辩诉，合议庭已经听取，除以上观点之外，原告和被告南都银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观点？审判长，我方没有什么其他的观点。针对原被告双方的辩护，合议庭进行了大致的整理。下面合议庭将会针对双方的辩护进行一些提问。南都银行方，你方是否承认有违规发放监管资金、监管资金监督不到位的情况？是。那么根据法律中规定的连带责任，你方认为你方不承担责任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我方认为我方只应当
承担监管资金失责的责任，不应当承担烂尾的责任，因为导致烂尾的主体是南建地产有限公司。南建地产有限公司，你方认可这个观点吗？审判长，我方认为导致烂尾的情况是多项的，并不是南都银行所说的烂尾的全部原因是南建地产公司。下面针对本次庭审的争议点，南都银行违规否需要承担烂尾楼责任进行判定。合议庭经过商议判定，认定南都银行在监管资金方面不到位，并且具有违规行为，和南都秀水花园小区烂尾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南都银行诉讼代理人对于此判定是否有异议？我还有异议吗？这可是在最高院，我怎么反驳？我要是当场反驳了，还拿不出理由来，不仅工作要没了，可能律师证也没了。我只是个打工的，没必要拼命。对于本场庭审的第一个争议点，南都银行诉讼代理人无异议。下面开始对本场庭审的第二个争议点，南建公司是否属于故意破产、恶意逃避债务进行辩诉。下面请原告诉讼代理人进行陈述。好的，审判长，根据我方的调查和提交的证据表明，南建地产公司破产程序存在着违规行为。第一，南建地产公司在进入破产程序、进入清算没有通知债权人南都秀水花园的购房者们，在法律上均属于南建地产公司的债权人。按照公司法规定第185条，公司在进行破产清算时需要通知债权人，但是我方在公司破产程序即将走完时，也没有接到来自南建地产的破产通知。对于南建地产的破产，我方完全不知情。南建地产公司存在着程序上的违规行为及主观上的恶意不通知。第二，根据提交的材料和法院进行调查的结果，南都地产公司在获得南都银行违规发放监管资金的当月份，停止了南都秀水花园的建设。根据南建地产公司的财报显示，南建地产公司也由此进入到了债务的危机当中。我想请问被告方，为什么在拿到监管资金以后，南建地产公司明明没有继续工程的建设，可是南建地产公司却那么快就进入到了债务当中？根据南建地产公司的财务初始的报表，南建地产公司的资金流向部分流入了几个小公司的投入资金和企业高管们的分红。请问被告方，用监管的资金来提高企业高管们的分红，这属不属于恶意逃债？原告方根据我方提供的公司的财报显示，南建地产公司是由于经营不善导致的资不抵债申请破产程序。南建地产公司哪有恶意破产的行为？公司的恶意破产指的是公司故意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可是南建地产公司有故意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吗？没有，因为南建地产公司走的是正常的破产程序和流程，只是没有通知债权人而已，不构成故意破产的行为。还有一点，企业的管理属于企业管理的范畴，如果没有违背企业管理的范畴，那么不管企业怎么做，或者是怎么提高高管们的分红，那都是只是违反了相应的规则，达不到违法犯罪的程度，同样也达不到恶意破产和恶意逃债的程度。如果原告方有证据的话，那么可以拿出来，但是没有证据的话，还请原告注意，这是在最高院的直播庭审，请注意你方的言辞。双方在针对南建地产公司是否属于恶意逃债的观点上有所异议，现作出以下整理内容。原告方认为南建地产在收到银行违规发放的资金的第一时间，就对资金进行了挪用，其中部分是指向了对企业高管提高工资进行分红，属于恶意挪用监管资金，并且在监管资金到账后，企业利用监管资金各方面的投资，以逃避债务为目的，进行了破产的程序。请问原告对于以上的内容整理是否认同？审判长，我方认同。原告认同内容整理，下面对被告的陈述内容进行整理。被告方根据企业管理条例认定，企业的分红挪用资金行为属于公司自己的管理行为，不构成逃避债务，对吗？对的，审判长。现在进行法庭确认，原告的证据表明了南建地产利用了监管资金进行分红提高工资。现在对被告方进行询问，被告方南建地产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南建地产分红和投资中小公司的资金是否是属于挪用监管资金？审判长，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了解，对于此事并不清楚，不能回答审判长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审判长，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了解，对于此事并不清楚，不能回答审判长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被告方没有进行反驳，那么根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被告方是不是没有异议？是的，审判长。现在请问南建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当时你是否对于挪用监管资金知晓？审判长，我知晓。那么你挪用资金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对于南都秀水花园进行建设，你明知道那是监管资金，为什么还要挪用资金？你挪用专项资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审判长，我承认我知道那是监管资金，但是你没有管理过企业，你不明白做企业的难处。当时公司的经营困难，高管和股东好久都没有见过分红。根据当时我们公司的项目，又要迫不得已的对某些其他项目资金进行挪用，从而扩大我们公司的业务水平。当时的想法是提高一下高管们的工资，然后对于其他公司的投资、投产项目等有着较好的预算，就是利用监管资金做一下过桥等其他项目。就比如说小公司的投资，再对这笔监管资金补上，到时候再用这笔补上的资金，再继续完善南都秀水花园这个项目。我们没有想到监管资金的投资项目出现了问题，导致造成了过桥资金断裂的情况，投资的项目赔了，然后连带着监管资金
金也没有了。后来资金链跟不上，公司逐渐走向了破产的边缘，所以才会申请破产。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准备申请的破产，没有想过逃债。如果能还的话，我肯定第一时间一定会还的，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个能力。审判长在我的想法里面，我没有想过说要利用监管资金去逃避债务什么的。再说了，我放着好好的钱为什么不挣？所有的资金往来明细都在公司的财务账上，法院可以进行调取来证实我说的是不是真的。那么你承不承认挪用监管资金的事实？审判长，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原告方针对于你控告南建地产公司破产恶意逃债，是不是根据对方恶意挪用监管资金，以此为依据进行提交的？我方认为南建地产公司的破产是挪用了监管资金进行投资，并且掏空了公司的有益资产，造成了债务上面的循环，最后导致债权人的利益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我方控告南建地产公司破产恶意逃债，不完全是根据对方恶意挪用监管资金来此提交的。那你方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吗？我方提交的证据表明了，南建地产公司不仅仅是挪用了监管南都秀水花园的资金，还挪用了公司的优质资产。针对原告控告南京地产公司恶意逃债、故意破产这件事情，双方陈述完毕。现在庭审方做最后的总结。原告出具了南京地产挪用监管资金进行投资的证据，被告方则是认为南京地产挪用监管资金虽然是违规行为，但是并不是属于恶意逃债和恶意破产。原告没有继续出具新的证据。对于以上的总结，双方有没有异议？无异议，无异议。各方对于本案已经均无异议。下面开始各方最后的法庭陈述环节，现请被告方南都银行进行法庭陈述。审判长，我方法庭陈述如下：我方认为银行方面在监管资金上的确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实际上，南都秀水花园小区烂尾的主要责任还在于地产商方面。如果不是南建地产对于资金进行挪用的话，那么不可能导致小区烂尾的情况发生。我方认为在这一点上，南建地产应当承担90%的责任。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被告方南都银行陈述完毕。现在请被告方南建地产进行法庭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法庭陈述如下：我方承认我方违规使用了监管资金，但是我方认为我方的责任没有那么大。在责任划分方面，是银行先违规发放监管资金在前，而后才是我方使用监管资金。还请合议庭能够考虑到南都银行违规发放的行为是否违背了银行方面的条款条例，进而进一步的判断我方和南都银行之间的责任划分问题。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被告方陈述完毕。现在请原告当事人或委托律师进行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法庭陈述如下：在本次诉讼中，我方的诉讼请求很简单，我方希望能够得到应有的赔偿。问题，我方的委托人马长、马香芝3年前购买了南都秀水花园，当时南建地产公司宣传的很好，说是什么小区环境好、绿化好，可是在3年后却烂尾了。现如今的情况是，当时委托人背负了几百万的债务，却没有了一个能够让他们栖身的地方。至今为止，一家4口还跻身在不到60平的出租屋内，每个月还要还将近6000的贷款以及利息。我希望法院能够结合我方的情况，能够给予一定的人性化判决，请求法院能够考虑到委托人的困难情况，进行酌情判决。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各方法庭陈述完毕，现在宣判庭审结果。全体起立。本案由原告方控告南都银行违规发放监管资金，造成了烂尾楼，申请银行承担连带责任索赔，并追究烂尾楼所属建造公司南建地产有限公司恶意逃债破产等行为。最高院对于本案进行了调查核实受理，本院对于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全部依照国内法律。下面宣布判决结果。根据合议庭研究决定，对于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作出以下判决：一、根据连带责任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判定南都银行违规发放监管资金和造成南都秀水花园烂尾具有因果关系，即判定南都银行承担相应30%的责任。二、对于原告方提出来的诉讼请求作出以下判定：当事人可对银行的贷款暂时停止还款行为，停止缴纳利息，具体还款日期则由银行和当事人进行协商决定，期限不低于1年。最高院方面将会对当事人的意愿和银行方面进行相关的私下调解。银行方面对于房地产商延期交房承担连带责任，判处银行方面赔偿当事人28623.23元违约金。南建地产有限公司违规利用监管资金，将依法进行追回。由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驳回原告控告南建地产有限公司恶意破产及逃债行为，驳回南都银行全部诉求，判决为最高院判定。若原被告认为判决不合理或者有任何的程序问题，则可以向相关部门提交监察审查，判决书将会在10日内发放到各方提交的地址。闭庭。后续南都银行的行长王伟因犯职务犯罪被提起公诉，判处8年有期徒刑。南建地产的叶正欢因犯虚假破产妨碍清算、恶意挪用监管资金等被提起公诉，判处9年有期徒刑。
3名女生多次霸凌同学，并违反校规校纪，教导主任将其开除后，却遭女生诬陷猥亵。这案子依照一审的判决结果来看，在判决行为当中的确有一定的问题。不过对于这个案子，我想问几个问题。苏律师，你问。这个案子在立案以及检方进行审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或者说你认为不合理的地方？有，控告我家明远的那3个女孩当中，其中1个女孩家里面和执法部门有关系，还有1个和检察院有一定的关系。我不清楚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我没有证据，我也不敢说，但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情和明远被判刑有一定的联系。还有就是这3个女孩都是因为在学校里面有问题，代教老师多次反映3名女孩在学校不遵守校规校纪，甚至有欺负其他同学的行为，学校方面要求开除。这件事情是我家明远处理的，然后3名女孩的家长找过明远，想要让这3个学生继续留在学校读书，不过却被明远拒绝了。后面他们就报警，说我家明远侵害了他们，这不明摆着诬陷吗？谢慧在说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控制不住的气愤，虽然嘴上没说，可实际上在心里面已经认定了这其中有着一定的关联。3名受害人，1个和执法部门有关系，1个和检察部门有关系。在遭到学校开除后，找到了负责这件事情的夏明远，想要复学，可是却遭到了夏明远的拒绝。被拒绝后，3名女学生控告作为教导主任的夏明远有骚扰和侵犯猥亵他们的行为，并且在没有客观事实，仅有口供的情况下，判决了夏明远3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会认为这个案子当中有问题。如果这2名女孩与相关人员可能存在着利害关系的话，完全可以先举报。这个案件中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渎职和徇私枉法行为。苏律师，你可能没在小县城待过，小地方不比大城市，我们那个地方的司法环境不太好啊。不用担心，2审的案件不是由基础法院进行审理，而是由市中级法院进行相关的审理。再有就是监察方面，既然现在你们县城提起渎职，监察不太好，那就先上诉，将本案上诉到市中院进行判定，审理其中的利害关系，再交由市监察进行处理。这样一来，基本上就不存在其他情况了。谢谢苏律师了，只要能帮我们家明远不被判刑，我们非常感激了。不用谢，这个案子既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那就先签订一下委托书，后续就可以提起上诉了。好的。什么？他一个几10岁的人了，骚扰1名女学生，现在判刑了，还想上诉？上诉什么？我和你讲，小燕这件事情肯定是要好好解决的。你先前不是说那个夏明远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骚扰小燕还有猥亵了吗？这不就成了？如果那个夏明远当初愿意帮咱们小燕回了学校，那一切都好说。可是他既然开除了咱们小燕，又不帮忙，还骚扰和猥亵咱们小燕，那肯定想办法把他弄进去。我说你这个当舅舅的能不能为自己外甥女的事上点心？姐，这个案子是直接上诉到了中院，管辖权又不在县里。那行，我想想办法。不过你也联系小燕那名女同学的家长。好，我知道了。本次案件是由夏明远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的上诉，下面请上诉方陈述上诉理由。审判长，我方上诉申请，如我方当事人夏明远对于一审判决判处我方猥亵骚扰未成年女性，情节严重，判决3年6个月有期徒刑有异议，申请驳回一审判决结果。下面是我方的申请理由。首先，在一审判决当中，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和客观的事实来证明夏明远具有骚扰和猥亵的情况，不应当以无客观事实证据对我方当事人进行判罚。其次，我方认为在一审判决当中，执法方和检察部门与受害人有着利害关系，在一审法院明知道具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之下，没有做出具有事实的回避原则。针对这一点，我方认为是导致了我方一审判决败诉的关键。一审法院没有让利害人员进行相关的回避，已经不符合庭审的流程。基于以上2点，我方认为应当撤销对夏明远的一审判决结果，判处无罪。审判长，以上是我方的相关陈述。关于相关的利害关系暂时先不提，法院方面后续会进行相关的调查。本次庭审暂时先以夏明远是否有罪、是否撤销一审判决结果为主要答辩内容。利害关系属于一审判决中的一部分，属于是否有无回避原则问题，可你审判长直接要求暂时不提了。根据刚才上诉方所陈述的不客观事实，能够证明夏明远存在猥亵和骚扰被害人的情况，关于这一点能不能够进行详细的陈述？可以。在本案一审当中所判决依照的证据，主要是由受害人的口供来进行的相关判定。根据受害人的口供指出，夏明远伤害了3名被害人女学生，从骚扰到猥亵不下于数十次。此期间，受害人指出的骚扰和猥亵，是指夏明远作为一名教导主任，对于学生有着较高的要求，会经常出现与女学生进行手与身体的接触，并且会触碰到隐私部位。根据夏明远的描述，这种接触是指会用手触碰女学生的肩膀等不敏感部位，要求其站立或者是面对墙等情况进行处罚，不存在触碰到隐私部位的情况。同时，指控骚扰的情况是夏明远多次在下课或者是其他空闲时间将女学生叫到办公室内谈话。根据夏明远的描述，他将女学生叫到办公室内谈话，主要是对学习情况以及学生在学校存在违反学校规定的情况下，才会将女学生叫到办公室内。比如说，本次案件的受害人吴燕、何娟、李斌3人在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内经常欺负他人，并
且在学校内高调违反学校校规，甚至还有收小弟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夏明远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将3人叫到办公室内，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至于根据吴燕3人口供所描述，夏明远经常会叫他们3人到办公室内，对他们3人进行骚扰，会在语言上进行挑逗或者是其他行为。可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犯了错，所以夏明远才会让他们到办公室内，并没有进行相关的挑逗骚扰行为。以上的陈述只表明了一个观点：夏明远和受害人的口供并不一致。依照夏明远的口供来讲，他没有任何主动的动机对于受害人进行骚扰和猥亵。受害人3人所描述的情况都是依照着自己的主观口供来进行的，没有任何的客观事实，例如说录音视频等客观依据表明夏明远对3人进行了骚扰或者是猥亵。从无客观事实的角度出发，我方认为不应该对夏明远有任何的判定行为，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在刑事案件中要着重于客观事实的证据，不应该着重依照口供。基于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我方认为应当撤销一审判决。审判长，以上是我方的回答。上诉方的意见合议庭已经听取，检方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根据现掌握的证据情况来看，本案所涉及到的关键问题主要在于受害人的口供是否属实，以及犯罪嫌疑人夏明远的口供是否属实。根据受害人的口供描述，夏明远有过数次趁着对他们进行管教的时候触碰他们的胸部，并且在办公室内进行教导的同时，有语言上的挑逗和骚扰等一系列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受害人3人的口供一致，吴燕、何娟、李冰等3人在分别的陈述当中都重点说明了这一点，并且其猥亵和骚扰的次数较多，吴燕18次，何娟16次，李冰13次。可是对于以上受害人的口供，夏明远进行了否认。以上是检方所表达的客观情况。3名女生多次霸凌同学，并违反校规校纪，教导主任将其开除后，却遭女生诬陷猥亵。对于以上客观上的事实以及上诉方所陈述的内容，受害人委托律师或受害人有没有什么要表述的？审判长，对于上诉方所陈述的内容，我方并不认同。首先，从被害人的角度而言，受害人是百川县一高中学的高2学生，在学校内的事迹暂时不论，单从这个案子的角度出发，受害人所表述的内容是夏明远在借助某些借口对受害人进行了猥亵和骚扰。存不存在着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夏明远故意利用我方受害人的这种行为对其进行猥亵和骚扰。再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3名受害人都属于未成年，相对来说比较单纯，从口供而言具有较大的真实性，尤其是3人的口供以及描述相差不大。从这一点来说，我方倾向于判定夏明远的确有犯罪的行为。审判长，以上是我方的表述。我想请问一下受害人委托律师，你刚才陈述的观点有客观的事实依据作为基础吗？有的，我方的观点来自于受害人3名女学生的口供。我方询问的有客观事实依据的情况是，除了3名受害人女学生的口供之外的直接证据有吗？没有其他客观事实依据，主要是因为学校内管理比较严格，不能用录音或者是其他设备进行收集证据。再有一点，3名高2的女学生可能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作为未成年的她们，可能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在主观观念上不够理性，这都是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好的，对于受害人委托律师所陈述的情况，我方表示理解。可是我方只想询问一个问题：3名高2的女学生虽然是未成年，但是在口供方面不存在着说谎的可能性吗？在法律层面上，对刑事犯罪控告都是依照着相关的证据来进行的。在刚才的答辩中，你方和公诉人所陈述的内容没有任何客观的事实能够证明夏明远有着猥亵和骚扰被害人的情况。受害方委托律师所陈述的都是具有可能性。按照这种观点，我方也完全可以从有可能性的情况下来表明我方无罪的观点，因为根据我方当事人的口供，我方并没有猥亵和骚扰被害人。基于以上，我方认为受害人一方的观点不具有客观事实，申请驳回。3名受害人吴燕、何娟以及李冰，你们3人控告夏明远对你们实施猥亵和骚扰，你们所控告的猥亵能不能够当庭具体的描述一下？那个夏明远就是借助着其他的理由对我们进行处罚，每次对我们进行处罚的时候，他的手都会从肩膀那里不经意的触碰我们的隐私部位。对于这一点我们很反感，但是因为他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我们也不敢多说什么，生怕他给我们穿小鞋。还有我们说他骚扰，是因为学校里面还有其他的不好的学生，可是我们3个是被夏明远叫到办公室内最多的学生，这难道不是骚扰吗？他说他没有讲一些什么不好的话，可是他明明就有，他的办公室是单独的，有时候会问我们喜不喜欢他这种男人，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审判长，我想请问被害人一个问题，在你刚才的陈述当中，夏明远故意侵害你的隐私部位，以及经常把你叫到办公室来进行骚扰，可是你在当时为什么不选择报警？为什么不选择告诉自己的父母和家人，而是在被学校以违反校规校纪开除以后，决定对夏明远进行控告立案审查？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当时害怕，可是我被开除之后我就不害怕了。呵，你陈述的这么清晰，现在说你当时害怕，这个角度根本站不住吧？夏明远根据受害人的陈述你在对受害人行为时
时具有触碰到隐私部位的情况，对于这一点你怎么解释？审判长，我绝对没有过这种行为，在我的认知里，我是绝对不会对学生做出这种事情来的，这完全是在侮辱我的人格和我的尊严。对于这些暂时不提，那你认为你有没有可能触碰到？这个有一定的可能，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过这种情况。那么你怎么能够证实没有这种情况？根据你刚才说的，你也说过了，有可能会触碰到，那么你是不是触碰到了？但是在庭审上，因为受害人没有证据，所以你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触碰到。你能不能用客观的事实证明一下，你没有触碰到受害人的隐私部位，或者说你触碰到了，但不是故意的？你能不能拿出你在主观上不是故意的证据？让犯罪嫌疑人用客观事实证明，来证明他在主观上没有故意性，让夏明远自己证明自己无罪。你这屁股坐的有点太歪了吧？审判长，我方认为审判长的提问并不符合法律公正的情景，审判长的提问太过倾向于夏明远有罪。以上的几个问题，夏明远根本回答不了，也不用回答，所以我方申请驳回审判长的有关提问。刚才对于夏明远的询问是有关于案情的询问，对于这一点夏明远可以不做回答，但是相应的后果需要夏明远个人承担。可是依照相关的诉讼法规定，在庭审上不得让犯罪嫌疑人自证。刚才审判长的询问已经涉及到让犯罪嫌疑人自己证明自己的清白，这已经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则。我方认为，就算是让我方当事人承担后续责任，可是审判长的询问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定义吗？关于有没有违反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问题一点，我作为审判长心里面很清楚，所以对于上诉方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法律定义这件事情不予讨论。现在请夏明远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若是不进行回答，那么相应的后果需要夏明远个人承担。不是，凭什么要让夏明远个人承担？你这种针对性的问题完全不符合相关的诉讼规定，好吗？再说了，根据相关的法律诉讼规定，哪有让犯罪嫌疑人来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的证据的？在法律上，面对着审判长的某些提问，当事人有权利拒绝回答，拒绝回答后果由当事人个人承担。只是刚才审判长的询问很明显是具有极大的针对性的，这种针对性的问题完全不符合相关的诉讼规定。夏明远，请回答刚才我所提问的问题。我拿不出来证据证明我没有骚扰和猥亵，但是我绝对没有故意把这几名学生叫到办公室，或者是以这几名学生违反校规这种原因去骚扰和威胁。这一点在学校里面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还有，我在学校里面不只处罚过这3名学生，还处罚过其他不少的学生。其他学生为什么没有这种情况？单单只有这3名学生有。我虽然拿不出证据，但是我知道这3名学生完全是在对我进行污蔑。我希望审判长能够考虑到这种情况。关于你提出来的问题，合议庭会进行相关的考虑。根据上诉人现在的说法，上诉人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表明不是故意的，以及没有侵害3名受害人，对吗？对的，没有证据。那么上诉人委托律师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有的，我方申请补充一个证据，是关于学校的问卷调查。我走访过学校，向学校内的学生、老师询问过吴燕3人在学校内的做法和口碑。受害人3人在学校内的口碑不好，经常有违背学校规定的事情发生，多次欺负他人，并且在夏明远被立案调查后，吴燕3人向学校内的同学好友大肆宣扬是由于自己亲属的利害关系，让夏明远被立案调查。通过这一点，再结合着本案中只有吴燕3人的口供，所以我方认为在无客观事实的情况下，需要考虑到一审当中的利害关系，撤销一审判决结果。3名女生多次霸凌同学，并违反校规校纪，教导主任将其开除后，却遭女生诬陷猥亵。关于这一份证据，合议庭已经了解，受害人一方有没有什么要表述的？首先，针对这一证据暂时没有经过鉴定，我方认为法院方面不应当予以采纳。证据本身就存在疑惑，再有本案中涉及到的未成年人在心智方面可能还不成熟，所以容易将夏明远本身的有罪行为归纳为其他行为，在这一点上存在着虚假成分的炫耀，所以我方认为这一证据不能作为受害人在口供上作假的情况。证据可以在庭后进行相关的鉴定。根据在诉讼申请中的上诉请求，我方已经提出了受害人吴燕其舅舅在本案中涉及到了利害关系，何娟其叔叔在本案中同样涉及到了利害关系，这一点是需要考虑到的吧？再结合吴燕等受害人的说辞，增加了其真实性的可能，也就是说，吴燕等人提供的口供为虚假口供。双方就本案的相关情况都已答辩完成，现在宣布关于答辩的判定。首先，针对上诉方提出的证据，暂时没有经过鉴定，所以不予采纳。其次，对于受害人的口供以及相关情况，法院方面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原因如下：作为学校内的一名教导主任，夏明远在惩罚学生时，完全可以不用身体接触，在他明知道有可能会在惩罚学生时有身体接触，可能接触到隐私部位时，仍然用这种惩罚行为，其在主观上就有一定的故意表现性。基于这一点，又与受害人吴燕、何娟、李斌进行身体上的多次接触，将其叫到办公室内，加之在其主观的故意性上，不能证实自己无猥亵和骚扰的行为。现在判定夏明远具有猥亵和骚扰的行为。这么判是吧？知道有可能会触碰到隐私部位，就等于触碰到隐私部位，你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审判长刚才的判定所依据的客观事实和直接证据呢？没有客观事实和直接证据，为什么要判定夏明远有犯罪的事实性？我想请问审判长，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哪一条、哪一个规定进行的判定？关于本次判定是基于所适用情景。基于所适用情景是指无客观事实证据判决吗？所适用的情景是什么情景？是依照
着受害人的口供，还是审判长根据自己的主观来拟定的情景？我请审判长能够给予我方一个明确的解释。是基于受害人的口供和未成年人的情景。刚才在判定的时候，关于有关情景已经陈述的非常的清晰了。上诉方律师是站在上诉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是却没有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如果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尤其是未成年的情况下，是很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并且刚才夏明月的回答已经很清楚，他说的是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难道不能考虑到师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吗？从正常人的角度来讲，会过多的与学生进行肢体接触吗？这就是我刚才所陈述的法律情景。刑事诉讼中同样也规定了这种情况该如何去解决。如果上诉人委托律师有其他疑问，可以在庭后进行讨论，但是在这场庭审上，合议庭只做出这一次解释，不会再进行另外解释。庭审继续。如果审判长只是依照着刚才的法定情景进行陈述，那么的确是存在这种法律情景的可能性。可是我方依旧坚持要根据证据还有法律规定来进行判决，否则我方有权利依法进行再审上诉。现在对于各方判定已经完成，请开始法庭陈述。上诉人如果不想进行法庭陈述，可以拒绝陈述，但是不能干扰庭审秩序，否则作为审判长，我有权将你逐出法庭。上诉方不需要进行法庭陈述？我方需要法庭陈述。在本次庭审当中，我方的陈述一直是以法律解释和刑事诉讼以及相关的事实证据来为我方当事人进行辩述。可是在本次的庭审当中，我从受害人一方以及合议庭的表明态度当中都没有看到任何依照刑事诉讼法或者是客观事实进行判定的情况。我不知道本次合议庭会进行什么样的判决，但是我很清楚，基于目前为止合议庭所做的判定，以及合议庭在庭审上所提问的问题和表达的观点，都不是从法律公正的情况进行出发。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本次庭审的审判长和2名审判员，如果你们只按照法律情景去追求结果正义，而不追求程序正义，那么如果真的判决出了冤假错案，该怎么做？我知道刚才的判定已经说明了，我方当事人可能要被宣判为维持一审原判。虽然说合议庭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判定和判决，但对于这个案子，从我个人的角度，以及我作为我方当事人的委托律师来讲，我认为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从客观事实的角度，这种判定都非常的不合理。对此我的表示是抗议，我方当事人也不会在认罪书上进行签字，我方将会向高院提出再审请求。以上就是我对本次庭审的所有陈述和总结。各方陈述完毕，合议庭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判决书以及庭审结果通知各方。闭庭。庭审结束，苏白直接来到监察审查部门提起监察审查。苏律师，咱们这一次提交监察审查的重点在一审是否回避的问题上，可是2审审判长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他还不按照诉讼法进行判决，很明显有着严重的倾向。这种情况为什么不着重一下？因为按照庭审的流程来讲，蒋峰没有出现太多的不合法的情况，他虽然有倾向性，但是咱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主观上的故意性，所以这一次提交监察审查，主要的重点在于1审的回避关系上。如果能从1审的回避关系上调查出一定的问题，就可以从侧面来证明蒋峰存在上故意的倾向判决，明白了吗？明白了。不久之后，2审维持了1审的原定判决结果，依旧判处夏明远3年0.6个月有期徒刑。对于这种判决结果，苏白并不意外，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进行了整理，紧接着准备提起再审。不久之后，高院方面将此案移交给管辖，并对于相关的证据进行了鉴定和核实。开庭后，由于苏白补充了相关的证据，所以从侧面的补充证据能够看得出来，吴燕等3名受害人的口供有着虚假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王琴就算是在以受害人未成年的身份和其他情况作为答辩点，可是没有客观的事实，法院方面并没有采纳王琴的观点。最终，法院方面采纳了苏白补充的证据，判定吴燕等人对于夏明远的控告存在着虚构的可能，并且没有客观的事实证明夏明远对于吴燕等3名受害者进行了骚扰和猥亵的事实，最终判决夏明远无罪。我们城中村的房子被一家公司看上了，想要征收。就在我们和他们协商赔偿费用的时候，他们竟然把我们的房子给强拆了，甚至给的赔偿费用也很不合理，远远低于周边的赔偿费用。所以我们村民就去他们公司抗议了，结果他们倒打一耙，报警说我们寻衅滋事，然后我们村的3个领头人就被立案调查了，现在正以寻衅滋事提起公诉，准备进行判决。这些村民找到苏白就是希望苏白能代理他们那3个领头人的案件，帮助那3人避免刑事处罚。还有一点就是希望能通过法律来对拆迁公司进行起诉，得到相应公平的判决，对于他们该赔偿的进行赔偿。关于刑事方面，老李他们当初被抓的时候是以寻衅滋事被抓的是吧？能说说当时的具体情况吗？你们有没有做什么太过激的事情，例如说打人或者是逼迫他人这种情况？没有，我们就是在那站着，然后举牌子和拉符条，就这些情况，没有什么其他的了。对，我家老李就是嗓门喊得最大，然后被说成寻衅滋事被抓的。他们还告诉我们，如果再闹事的话，他把所有人都抓进去。都抓进去？这不是显然的恐吓加威胁吗？寻衅滋事的确是万能罪，但是你也不能随便用啊。在了解完相关情况后，时间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审判长胡军敲响法锤。
庭审流程就绪，人员信息核实完毕，请检方开始对本次庭审的相关内容进行陈述。审判长对于被告方、检方的相关陈述如下：检方对被告方李某、张某以及薛某认定犯罪情形为寻衅滋事，认定原因：李某、张某和薛某以他们三人为首，形成了一个团体，并且和其他人员向顺安地产有限公司进行不正当活动，达成了依照寻衅滋事罪中的客体和客观条件。在寻衅滋事中，本体的客体条件是扰乱了公共秩序，客观条件是表现为无事生非等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李某、张某和薛某三人组织了将近50名人员在顺安地产有限公司前进行活动，严重影响顺安地产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和正常的公共秩序，达到了提起公诉的标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检方予以对李某、张某和薛某等组织人员提起公诉，推荐刑期薛某作为主要核心成员。提议者检方推荐刑期2年0 6个月，李某和张某作为主要人员，推荐刑期1年0 6个月。审判长、检方陈述完毕。被告方对于检方的控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有的，审判长，我方并不认同检方的陈述，具体有以下几点。检方在陈述我方当事人犯了寻衅滋事。作为法律界的人员应该都知道，寻衅滋事是有一定的要求条件的，那就是需要对于公共秩序造成一定的破坏。虽然寻衅滋事所包含的范围很广，可以按照每个人的思路去理解，造成破坏的范围严重性，但是我方完全没有破坏公共秩序。检方陈述的李某、张某和薛某三人作为我方当事人，触犯了寻衅滋事。通过寻衅滋事的第4点，在公共场所起哄造成公共秩序混乱。我想请问一下，检方是不是通过这一点来认定我方寻衅滋事的？是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检方，对于起哄造成公共秩序混乱这一点是怎么认定的呢？起哄和造成公共秩序混乱这2点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吧？在本次案件的过程当中，李某、张某和薛某等人并没有起哄，他们只是进行正常的维权行为，也没有造成什么所谓的公共秩序混乱，所以在没有起哄的情况下，没有影响到公共秩序的混乱。我并不是太能够理解检方认定的起哄造成公共秩序混乱是什么意思？检方能够对此进行详细的陈述吗？根据对于寻衅滋事的指导和相关定义，起哄是指多人在同一场景下进行的同一行为，造成了相关的公共秩序混乱，4人以上就可以泛指多人。在本案当中涉及到的人数高达数十人，已经达到了对于团队的定义，影响公共秩序造成了公共秩序混乱。这一点很好解释，对于李某、张某和薛某等人组织的行为，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顺安地产有限公司的公司运营，并且对于顺安地产有限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声誉和其他情况的影响。面对执法人员的劝解，李某、张某和薛某不听劝阻，仍然继续一意孤行，而且是多次。基于以上行为，对于李某、张某和薛某判定其寻衅滋事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我不认同检方的观点。刚才我方陈述的并不是多次不听劝解，我方询问的问题是，我方在哪一点影响公共秩序了？公共秩序是什么？公共秩序指的是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事项，影响公共秩序是影响了这些事项。我方当事人和其他人都只是站在顺安公司外进行维权行为。第一，没有进行辱骂；第二，没有进行殴打；第三，没有进行主动性的打扰他人。所以检方陈述的我方当事人引导着其他人一起影响公共秩序，指的是影响到了顺安公司的员工工作吗？但是这并不是我方主动愿意去影响的，我方没有对他人进行阻拦工作的行为。但有检方还陈述了，执法方对于我方当事人进行了多次的劝解。对于这一点，我方不否认，的确是对我方进行劝解了，但是我方进行的是维权，他们是不是没有做出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并且和执法人员进行了相应的沟通？所以既没有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又没有做出对抗执法的事情，我方在哪一点影响了相关性的公共秩序？基于以上，我方并不同意检方的相应观点，还请审判长能够从我方是利用合理的方式进行维权这一点进行考虑，判定我方没有寻衅滋事。苏白微微抬头看向审判长席位，这场答辩的关键点就在于到底有没有影响公共秩序。从对于刑事最终的寻衅滋事的一般判定来说，定这个罪是依照第4点，需要产生不良的后果影响。可是老李他们在维权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要说影响，无非是影响到了顺安公司的脸面。是顺安公司等于公共秩序吗？并不等于。可话又说回来，这个案子能判定寻衅滋事吗？可以，审判长如果硬判的话，还是能够判定下来的。不过这又涉及到了其他的问题，例如说有没有枉法裁判的情况。所以说关于本次庭审的判定，主要在审判长在主观上倾向于哪一方。此时审判长的目光也落在了苏白的身上。被告方委托律师陈述，张某、李某和薛某等人进行维权的方式是利用合理的行为进行。那我能不能问一下，这个合理的流程就是举牌子去人家公司门口进行维权吗？他们不可以去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进行合理的投诉解决吗？维权我支持，可这种不合理的维权我不支持。维权支持？他们为什么用这种不合理的维权方式？你心里不清楚吗？这种情况下，该进行的方式都已经进行过了，肯定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不得已用这种维权方式的。你审判长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难道是我们不想合理的投诉解决吗？可是这解决的了吗？我们从一开始就投诉了，可就是一直拖，直到事情发生了也没有个消息。我们不想解决吗？没办法，我们只能去到他们公司去维权，这有什么问题？如果早早的就能把我们的事情给解决
解决了，我们还会到他们公司去维权，去索要我们合法的权益吗？根本用不着，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去进行我们的维权，明白吗？肃静肃静，被告当事人安静，注意保持庭审会场纪律。审判长，刚才你也听到了，我方当事人不是不维权，而是没有办法了，才选择了这种维权方式。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先不管我方为什么使用这种维权方式，我想请问一下，我方当事人的这种维权方式难道有什么问题吗？造成公共秩序的损坏了吗？是以恶意的形式进行的维权方式吗？既然没有造成其他形式的恶劣影响，检方为什么要对于我方3名当事人提起公诉？我方认为检方对于本案应当予以撤案，而不是用通用罪名对于我方当事人进行相关性的控告。马虎在听到苏白的陈述后默不作声。被告方委托律师自己都说了，这是通用罪名，估计心里明白，法院方面可以依照寻衅滋事进行判定。你集结了人员在人家公司门口闹事，我就是可以看作是寻衅滋事，没有任何的问题。再说，在庭审中一切都需要看审判长的，我作为检方只需要简单的进行补充就可以了。请被告方委托代理人保持安静，现在还未到委托代理人进行发言。针对本案中张某、李某和薛某是否是寻衅滋事，还正在答辩当中，请被告方委托代理人注意，面对询问才能发声，在没有询问到被告方委托律师的时候，被告方律师要保持安静。我在这里进行提醒，如果再有下次，那么还请法警将被告委托律师带离庭审现场。没有询问到被告方委托律师的时候，被告方律师要保持安静。我在这里进行提醒，如果再有下次，那么还请法警将被告委托律师带离庭审现场。被告方当事人张某、李某、薛某，你们3人组织其他人进行讨要赔偿款，在顺安有限公司门口进行讨要的行为，你们的目的是不是只是为了讨要相应的赔偿款？是的。那你们聚集那么多人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索要我们应得的赔偿，还有要求给我们一个说法。聚集那么多人进行索赔，难道不是威胁人家公司向你们进行赔偿吗？在本案当中，你们认为赔偿不符合相关的要求，那么相关部门没给你们答复，或者说有没有提到这个赔偿金额的问题？你们进行了聚集，这潜在的意思是不是逼迫顺安地产有限公司对你们进行赔偿？你们有没有这么想过？我们当时聚集那么多人的目的，主要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人多了那个顺安地产有限公司才能够注意我们的请求，要不然的话，他总是无视我们。而且我自己去过几次，都被保安轰出来了。我们不是逼迫顺安有限公司，我们只是在正常的讨要我们应得的赔偿款项，还有我们的法律权益。他凭什么不赔我们的应得款项，还趁着我们不在的时候搞一些下流的手段，搞得现在我们都没有地方住，不接受他的赔偿金额话，1分钱没有，凭什么？这不就是逼我们吗？不是我们在逼迫他们进行赔偿，而是他们在逼着我们接受他们的赔偿。我们凭什么要接受？我们也有权利争取我们的权益。就像今天审判长，你坐在审判台席位上，不考虑我们的法律权益，只考虑对方的法律权利，你是一名好审判长吗？好了，被告方当事人不用再继续说了，我是不是一名好法官，不是由你们说了算的。我对你们的判决是完全依照着法律条例来进行判断和判决的。现在开始对于你们3人的行为进行判定，针对检方提出来的控告，现在认定张某、李某、薛某等人组织人员进行寻衅滋事。审判长合议庭判定张某、李某、薛某组织人员进行寻衅滋事，组织人员这方面有相关性的证据了吗？刚才在进行质证的环节，我并没有看到检方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起诉书中也并没有陈述组织人员的情况。审判长，我想请问，组织人员的情况从哪里得来的？被告方委托律师是不是没有注意一个细节？检方提出本次抗议的多人员团队进行寻衅滋事，是由薛某、李某和张某3人组成的。通过这一点，完全可以看作薛某、李某和张某等人组织人员进行寻衅滋事。对此判定，被告方不得再提出任何异议。可是，审判长，关于多人员团队进行寻衅滋事这方面的证据还没有形成相关的证据链。这件事情的确是由薛某、李某、张某3人召集来的，但是并没有形成违法犯罪。为什么要提出来是由薛某3人组成的寻衅滋事，组成团队进行违法犯罪行为？是要有主观的犯罪目的，他们的动机只是想要一个说法，想要讨回自己应得的赔偿，并没有任何的犯罪动机。所以我不认同审判长的判决方式和所依照的法律依据。我抗议。抗议无效。抗议无效是审判长你的权利，但是我抗议是我的权利。我不同意合议庭这样的判定方式。我想请问一下合议庭的另外2名长，这其中的判定得到了你们2个人的同意吗？被告方委托律师，现在还没有到你进行陈述的时间，法庭上已经进行了相关性的判定，你可以在庭审后主张你的权利，但是现在是在庭审上，先前就已经对你进行了1次警告，不得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进行陈述和抗议。现在你违背了
了法庭的秩序，法警将被告方委托律师请出法庭。今天就算是把我请出法庭，我仍然要进行抗议，这是属于我的辩护权，并且我在行使辩护权的时候，并没有和审判长你的判决权进行冲突，我没有干扰庭审的秩序，凭什么将我驱离出庭审现场？我不接受将我驱逐出法庭的这一行为。审判台席位上，胡军脸色异常的难看。寻衅滋事这个罪名涉及到了4点内容，本来的包含就很广泛，可以说在庭审场上法律解释权归他。对于苏白的抗议，胡军继续无视并催促着法警。被告方委托律师干扰庭审秩序，请法警立即将其驱离庭审现场。我想请问，另外2名审判员也是同样的态度和想法吗？对于驱离我出庭审现场和对张某、李某以及薛某的判定是同样的看法，是吗？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针对其他另外2名合议庭成员的，请另外2名合议庭成员回答。2名合议庭成员在面对苏白的质问，同时将目光落在了胡军的身上。他们2个人在这场庭审上没有发挥什么太大的作用，庭审的流程和相关性的判定，主要依靠的就是审判长胡军的意见。现在这场庭审闹得不可开交，这场庭审的后续存在着一定的麻烦。先前之所以同意对于被告人的判定，是因为这个判定主要依靠审判长，审判长进行采纳观点就可以了，和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现在苏白在庭审上直接询问他们，要知道庭审场上可是有记录仪的，不做点什么，这个案子就牵扯到他们身上了。胡庭长这个把被告人委托律师驱离庭审现场，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并且刚才的判定暂时还没有让检方进行补充，现在就开始判定，显得有一些过急了吧？这完全可以等到检方补充完成以后再进行判定。胡庭长你说呢？反正早晚都是补充，现在判定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可是在程序上这种做法违规了。违规没事，只要补充上就行了，有什么事情我负责。现在不是你针对合议庭发出询问的时候，合议庭经过商讨，对你还有相关的判定都已经做出了判决，请你现在跟着法警离开庭审现场。苏白抬头，目光紧盯着审判台席位，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此时法警已经来到苏白的面前开口，现在请你离开审判场。苏白看着法警，没有说话，而是将目光又落在了审判台席位。我不知道审判长是为什么驱逐我出法庭，但是我有相应的辩护权，我没有干扰庭审秩序，这是我着重强调的问题。审判长可以将我驱离出法庭，但是我保留着对我被驱离法庭理由的合理怀疑与抗议。我想再请问一句，审判长，你仍然要将我驱离出法庭吗？本次庭审被告方委托律师严重干扰了庭审的秩序，按照审判权，我有权利将被告方委托律师请出庭审现场。现在还请被告方委托律师跟着法警一起离开庭审现场。好，仗着有审判权就这么耍无赖是吧？好，仗着有审判权就这么耍无赖是吧？被告方委托律师苏白被驱离庭审现场，还有1名律师仍在庭审场上，符合庭审流程。庭审继续，针对以上的答辩，双方都没有异议了吧？那么现在进行法庭陈述，请检方开始进行法庭陈述。就算是全国性的顶尖刑事律师，在这场庭审当中，不还是要听审判长的，还不是要被驱离出庭审现场？马虎开始进行简单的陈述，陈述无非就是那几个方面，走流程。控告老张、老李和老薛等3人的确属于寻衅滋事，并且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在检方进行陈述完后，胡军又让李雪珍开始进行陈述。李雪珍目光直视着审判台，在这一刻她非常的气愤，但是又保持着冷静，因为苏白不在，她要对于这场庭审上的委托人负责。审判长，我方并不同意检方的提议，也不同意审判长的判定。张某、李某和薛某3人并没有组织人员，他们只是对于相关的人员进行了询问，并且其他人员是个人的意愿来进行抗议，没有任何的强迫行为，也没有主观犯罪的意图。在整个过程中同样没有违法的行为。如果说聚集在一起就是违法行为的话，那么每逢节假日官方举办一些活动，召集人来聚集在一起，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违法行为？那是不是要把相关性的组织者全部抓起来？以上的事例和我方当事人的做法有着类似之处，可是我方当事人为什么要被以寻衅滋事提起公诉？我不理解的是法院凭借着哪一点来表明了我方当事人有着起哄，并且造成了社会秩序不良影响的情况？与以上我不同意。对于我方的判定，如果审判长对我方判定有罪，那么我请审判长能够将我方是如何起哄、如何造成社会秩序不良影响的相关情况清楚地写进判决书里。我方会将判决书中的内容一一进行解读，看看我方到底是哪里违法犯罪了，否则我方将会针对本案继续提起上诉。针对本次判决结果如下：对于公诉人提起的针对于张某、李某和薛某3人的寻衅滋事行为，法院认定张某、李某和薛某3人有组织其他人进行寻衅滋事的行为，由于有组织其他人形成了恶劣的影响，所以判决结果如下：判决薛某3年有期徒刑，判决张某、李某2人分别为2年6个月有期徒刑。闭庭。结果怎么样？苏律师，这个审判长的倾向性太明显了，并且在庭审上直接驱逐咱们，不就是因为他违规了，咱们提出来了，至于这么报复吗？既然判了一个3年有期徒刑和2个2年6个月有期徒刑啊，这种判决实在是太过分了。苏律师，咱们走。我知道监察审查部门在哪举报他，像这种审判长至少要蹲好几年，咱们一定要让他多吃几年大锅饭。走，先去提起监察审查，然后再考虑一下2审的事情。好的，苏律师。与此同时，顺安有限公司老总办公室内，王安
安正在和胡军通着电话。胡审判长，这个案子的判决还是很不错的，依照事实来进行的判决，那群人就是寻衅滋事，这么判决合情合理，我觉得挺不错的。这个案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和我判的好不好没有任何的关系，咱是按照事实依据来的，并且王总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产生了多大的社会影响力，等同于扰乱公共秩序。所以说王总你不要说我判的好不好，我只是依照事实来进行的，对不对？对，的确是依照事实的，跟其他事情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我清楚。胡军又紧接着说，关于苏白在一审案件中提交了监察审查的事情，关于这一点胡军也知道，因为监察审查的人来电话和他说过，不过他只是将现场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说明，然后就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监察部门那边的问题不大，我又没做错，我都是依据事实来判的，监察部门凭什么抓我，对不对？在苏白提交二审一段时间后，关于监察审查方面的情况还没有得到相关的通知，苏白特意打电话到监察审查部门进行了相关性的询问，可是得到的回复却是目前仍然在调查当中。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讲，提交监察审查后，相关的部门将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排查，并且他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了胡军的行为有一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排查和审查的时间将会缩短。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为什么检察审查部门仍然是一个正在调查中的回复？很显然有一定的问题。苏律师怎么了？是不是那的胡军被送进去了？不是，是有其他事情。关于对胡军的监察审查，需要向上一级的监察部门进行协调。安县的监察部门对于提交的相关证据可能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有些麻烦，可能还需要一些舆论的引导。我记得先前是不是有南都还有其他地方的媒体留下了联系方式，你去联系一下。好的，苏律师，不过我去联系应该怎么说？就说苏白在庭审现场被审判长轰出去了，这个标题应该足够吸引人。好的，苏律师，我已经联系完相关媒体了，咱们接下来怎么做？舆论的发酵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这么多媒体联合发声的话，应该很快。关于二审的时间已经确定了，就在本周进行开庭，先二审完成，再任由舆论发酵，看安县监察部门那边是什么态度。如果安县监察部门那边没有什么态度的话，这种影响力的舆论是会受到省检的注意，到那时候将相关的证据递交到省检，剩下的就好办了。好的，苏律师。时间很快到了二审，二审是在苏都中级法院进行，苏白申请了公开审理，同样是苏州检察院进行调取证据和进行控诉。和一审的情况不同，苏州检察院认为在本次案件当中，老张、老李和老薛的确有着一定的组织人员的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寻衅滋事，并且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证明。只不过在庭审当中，由于不涉及到其他情况，只是进行正常的答辩。苏白的答辩和一审时的答辩一样，二审的审判长和一审的审判长观点截然不同。二审审判长认为，在本案的案件当中，张某三人只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法律权益而不得已实施的维权行为，在此过程中并没有进行违法犯罪行为和扰乱社会秩序行为，故并不构成寻衅滋事和组织他人聚众的违法行为，以此为判定条件驳回了一审的判决。通过二审，张某、李某和薛某被无罪释放。在得到无罪释放后，老薛特意赶到白军律师事务所，对于苏白进行了一阵的感谢。苏白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老薛等人注意着相关的舆论，因为这场官司关于诉讼人的请求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毕竟官司的重点不在于老薛三人被无罪释放，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所涉及到的其他情况。就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胡军涉及到的枉法裁判行为和顺安有限公司对于村民们的逼迫行为，以及村民们的相关补偿款到底能不能拿回来，这才是这个案件的重点。二审结束后，相关的舆论问题也被顶上了热搜。热搜的最大标题就是刑事圈知名律师苏白惨遭庭审滑铁卢，被审判长怒吼逐出法庭。紧接着，一审的判决便遭到了广大网友的质疑。很快，监察部门注意到了这场舆论，并且对外发出公告，说会实时追踪这个案件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对于监察部门的说法，苏白笑了笑，进行追踪这个案件，如果说监察部门对其进行执行监察，那么早就应该有相关性的定论了。现在还进行追踪进行调查，是不是有点晚了？还是想要等到舆论下去，然后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了？现在还进行追踪进行调查，是不是有点晚了？还是想要等到舆论下去，然后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了？胡老哥这一次的庭审，谢谢你。关于那一片的征收问题，算是已经解决了。二审我也听说了，毕竟二审是在苏州进行的，庭审咱们干涉不了。不过只要有了这一次的判决，他们也就知道签字才能获得赔偿了，不签字1分钱赔偿没有，这个人都知道该怎么选。这件事情也算是解决了。说到这，还是要谢谢胡老哥。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其他事情，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不过现在的舆论声音有点大，你们公司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要不然很容易处在风口浪尖上，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明白，我明白。等到两个人聊完，王安将胡军送走以后，心里长舒了口气，又省了不少钱。至于老张他们再怎么去闹又有什么用？要赔偿就那么多，再想多要抱歉门都没有。就算我给的远远低于正常标准，又怎么样？你们还不是得乖乖的
的接受，不接受就1分钱不赔，继续拖死你。不久之后，由于舆论的影响，省检紧急成立了相关人员小组，针对于本次安县所发生的事宜进行了调查，并且在网上发声，将会对于此事进行彻查，以此来回应网上的舆论声音和恢复公信力。由于苏白提交的证据，监察小组并没有从案件的判决进行调查，是从案件的设计人员进行调查。第一时间对于本案的立案人员和公诉人马虎进行了监察审查，并对于涉及到人员的信息、账户不明来历余额进行了相关的调查。而且由于本案涉及到的影响力大，上面直接要求相关部门进行配合。半个月的时间，省检检查小组将本案涉及到的一些人员调查完毕。在这段时间，胡军其实已经接受过不少次的询问了，每次进行询问都是一口咬定他不是故意这么进行判决的，而是他对于寻衅滋事这个罪名的理解和依照的方式不一样，真的没有枉法裁判和有任何的倾向性。我已经表明了，这件事情我可能的确判错了，但是我并没有有意的进行违法犯罪行为，来来回回的对我进行询问。可是我每次的回答不都是这样吗？难道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我保证我对得起我当时身上穿的衣服，对得起左胸上的发徽。对得起，你凭什么说对得起？说假话都不带一丝的犹豫的，是吧？法律人最应当讲究的就是相关性的证据。来，我有证据，你看看这是什么？你不是嘴硬吗？你好好看看这资料里面的内容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和你有关系？很快，胡军、马虎等人的监察审查已经得到了相关性的落实。此次一共是涉及到了12人，其中还包括着顺安地产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涉及到了贿赂的情况，被提起公诉。关于案件的审理情况，在苏州中院进行的开庭审理，由苏州的检方提起了公诉，检方开始针对胡军与马虎等人的罪行一一进行控诉。被告胡军因受贿接受大量好处，在针对薛某等人的一审案件中徇私舞弊，其中包括现金礼品等，总价值将近70万，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清晰。检方以此对胡军提起公诉，推荐刑期8年有期徒刑。被告方马虎在针对薛某一案中具有徇私舞弊的情况，推荐刑期3年有期徒刑。控告完胡军和马虎等人的罪行后，公诉人继续陈述剩余相关等人的事由、罪行和经过，足足陈述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在陈述完毕后，公诉人看向审判台，审判长，检方陈述完毕，请被告方开始法庭陈述。在这场庭审中，相关的事实和依据已经陈述完毕，证据链完整，胡军和马虎等人的辩护空间几乎没有。所以在马虎等人的委托律师进行陈述方面，只是从刑期上进行出发，想要让审判长对于他们的刑期有所减缓，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罪认罚。但是有一个例外，胡军并不想要认罪认罚。胡军作为刑事方面的审判长，对于自己的行为判决很清楚，如果是依照检方的控告进行判决，那么法院方面至少会判决检方推荐的刑期，也就是8年有期徒刑。8年有期徒刑对于胡军来说太长，如果想要减轻自己的罪行，那么就要将受贿和徇私舞弊分开，两者不能关联到一起。那么他的刑期有可能会减刑到6年有期徒刑，到时候在牢里好好表现表现，6年的有期徒刑可能做4年就可以出狱了。所以胡军并没有认罪认罚，而是要求律师陈述他的减刑辩护观点。在本次案件当中，我方当事人并不是因为接收到了相关的好处，而对于张某、李某和薛某等人进行判决。胡军和顺安有限公司的副总林长天建立相关的利益关系在前，判决在后，两者之间只是形成了受贿的关系，并不能代表着因为先前的受贿关系出现了本次庭审上的徇私舞弊行为。我方认为，对于我方当事人的判决刑罚过重，我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愿意主动的退还相应的账款，要求在刑期上面对于我方进行宽恕。审判长，以上就是我方观点。你这种陈述还要不要脸？单单说胡军和顺安有限公司的副总林长天有着利益往来，既然有着利益往来，又陈述说不是因为利益往来而进行的徇私舞弊，这些话说出来你自己相信吗？审判长和合议庭会采纳吗？既然你们两个人之前就有着相关的利益往来，那么在顺安有限公司副总林长天向你输送着利益的时候，你在不拒绝的情况下，是不是已经默认了接受了对方的相关性委托？要不然的话，1审和2审的判定为什么会那么大？你能不能合理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扰乱社会公序？我方认为，被告方胡军的委托律师的陈述应当予以驳回，并且我方认为对于胡军的行为应该进行严肃处理，顶格判决。原因如下，我想请问被告人胡军一个问题：在1审判决时，为什么我列举出来了那么多的事项，作为当时审判长的你，并没有进行采纳，而是恼羞成怒的把我驱逐出庭审？在我已经很清楚的陈述我所拥有的辩护权，为什么你仍然要使用审判权对于我进行驱离？当时关于起哄和扰乱社会公序这2个最重要的判定点，在陈述的过程中，我和当时的公诉方进行争辩的时候，你为什么在庭审场上没有陈述出倾向于公诉方观点的依据？在庭审上，拥有辩护权是每个委托律师的权利，你为什么剥夺我作为委托律师的权利，禁止我在庭审场上进行陈述？你在当时说我扰乱了庭审的秩序，我们可以现场看一看当时庭审的录像，我究竟有没有扰乱庭审的秩序？最后，我想再问一句，当时你将我驱离出庭审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请被告方胡军进行回答。想再问一句，当时你将我驱离出庭审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请被告方胡军进行回答。
胡军保持着沉默，这些问题他回答不了，也不能回答。被告委托律师的陈述是想要完全把受贿与判决分开，可是我想请问一下被告，林长天为什么要找到你进行贿赂？按照林长天在执法审查时的口供中的陈述，他是为了以后在法院办事能够方便一点。那么林长天在法院办事能够方便一点，是不是让被告胡军办事方便一点？很显然，受贿和判决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不是被告人胡军以及其委托人单纯所说的，两者不存在必然的相关联系。再有，我方认为在本次的判决中，对于胡军的判决过轻的因素，是按照林长天所陈述和检方调查出来的事实证据表明，他对于胡军有着多次的贿赂情况，每次的金额在3万以上。按照相关的法律依据，应判决胡军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通过情节来看，胡军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每一次受贿都有具有倾向性的判决，并且这些判决都是倾向于顺安有限公司，是胡军个人或者是胡军向其同事请求，其同事在判决当中倾向于顺安有限公司，这已经涉嫌到了情节非常严重的问题。基于以上，我方认为胡军涉嫌到了严重的情节恶劣行为。审判长，作为审判长应该清楚寻衅滋事这个罪名所涉及到的问题，这个罪名可能在某些方面上不好进行把握。我知道我的判决出现了错误，我认罪认罚，希望审判长能够对我进行从轻判决。这个罪名不好进行把握，你为什么要对被告人进行从重判决，并且为什么要加上被告人组织人员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你难道不清楚组织人员是加刑的必要条件吗？审判长，被告人在当时的庭审上明显是故意行为，我想请审判长能够查明一下当时的庭审过程，对事实有相关性的了解。相关的事实我都已经很清楚了，被告人胡军还有什么要陈述的？没有。针对本次检方提起的公诉，现在宣布判决结果：被告人胡军涉嫌贪污罪、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并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严重侵害了法律的法定权益。对于胡军的行为以及你所涉及到数罪并罚，判决有期徒刑10年，并没收违法所得，罚款5万元，判处被告人马虎3年有期徒刑。审判长一一宣读着判决结果，剩下的判决刑期从1年到3年有期不等。胡军是唯一的顶格判决，因为胡军所涉及的罪名较重，所以刑期也很重，直接来了一个顶格。在宣读完毕后，审判长敲响法锤，议庭。与此同时，顺安地产有限公司老总办公室内，王安看到庭审判决顿时慌了。10年有期徒刑判得这么重，副总经理也被判了2年有期徒刑。邓老哥，我想问一下，胡军那边被判了这个案子，该不会涉及到我吧？白军律师事务所内，苏白对于目前这个委托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说暂时的告一段落，但是还是没有完全的解决，剩下的问题还很多。苏律师这一次要多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们很有可能还会因为维权被判个几年有期徒刑。不用谢我，这个案子既然已经委托我了，那么我就应该做到相应的责任。不过现在虽然说当时的审判长被送进去了，但是关于要求正当赔偿的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顺安地产有限公司那边还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法吗？没有，上一次我们去顺安地产有限公司讨要说法的时候，顺安地产的负责人直接说就是那么多赔偿，多了1分钱没有。苏律师，你说这件事情咋办？不赔？那你有没有联系过相关部门？没有，相关部门一直在推脱，说这件事情不是他们部门处理的，然后又推到另一个部门，一直相互推。这样吧，写个诉讼状，直接以民事责任申请赔偿，让法院进行受理，并且先前不是有强行逼迫的行为吗？这件事情提交给执法部门进行立案。可是先前我们也做过这件事情，他们根本不受理。如果他们不受理的话怎么办？这是他们的责任，如果不受理，那么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放心吧，这个案子可能涉及到一定的回避原则问题，可以申请移交管辖，不存在什么其他的问题。既然我接手这个案子了，肯定会帮你们处理好。好的，谢谢。在苏白提起民事诉讼以及要求执法方对于强迫的行为进行立案，抓捕某些人员的时候，顺安地产有限公司老总办公室内，王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件事情闹得很大，那个律师已经提交民事诉讼，还有要求执法单位对于你当初的强迫行为进行立案。这件事情交给你，你处理好。邓老哥，这件事情不是我不处理，是公司账上没钱支付那么多的赔款，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干。还有，如果进行立案了，那么我以后怎么带公司啊？没钱，公司账上那么多钱都塞进你自己腰包里了，没有钱你自己从腰包里给我掏出来。这件事情我不管你，你想怎么办怎么办，但是这2件事情必须处理好。立案那边我会先帮你拖延一段时间，但是后续你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好的，谢谢邓老哥。听到电话啪的一声被挂断，王安整个人的脸瞬间的拉了下来，心里面对于苏白不禁有了一丝愤恨。这件事情本来都已经解决完了，可就是这个苏白突然冒出来，不仅仅让那3个领头的没有被判刑，甚至把胡军都给送进去，副总也背锅进去了。他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到这都已经结束了，可是谁能想到这个苏白竟然穷追不舍，甚至还要在民事方面起诉他，让他给相应的赔偿。这就不说了，现在又跑去立案。对于王安而言，那些村民补偿费用其实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只是他已经愿意给出补偿费用，可那些村民竟然还想逼他抬高补偿价格。打官司就打官司，民事官司
子我询问过律师了，直接能拖2年，打完1审打2审，打完2审还可以打1个终审，期间再不经过法院提出来私下和解，让对方撤诉，然后一直拖着这件事情，等对方反应过来了，大半年也就过去了，再提起上诉，等到开庭将近1年就过去了。就算我到时候败诉了，完全可以请一个好的律师提写2审终审，3年时间小区都已经交工了，项目都完成了，想要钱公司都已经是一个空壳子了，我把公司抵给你总行了吧？到时候公司连个毛都不剩，你要什么钱？现在不闹还给你点钱，等到时候真的跟我打官司，我让你们这群人1分钱都拿不到，而且还是符合法律义务的1分钱都拿不到。想什么呢？我把公司抵给你总行了吧？到时候公司连个毛都不剩，你要什么钱？现在不闹还给你点钱，等到时候真的跟我打官司，我让你们这群人1分钱都拿不到，而且还是符合法律义务的1分钱都拿不到。想什么呢？安县法院接受了苏白的民事诉讼申请，并联系了苏白沟通诉前调解的问题。苏律师，顺安地产的这个民事纠纷案件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主要的还是赔偿金额的问题。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顺安地产方面想要和你方达成和解，不知道你方愿不愿意谈谈？任法官，这个达成的和解是由法院出面进行协商和解，还是私下进行和解？法院进行和解与私下进行和解，两者有着巨大的不同。法院从中进行调解是具有法律效益的，若是顺安地产方面反悔，可以直接判定其官司败诉。双方私下达成和解，不具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对方如果反悔，自己一方损失大量时间和金钱，所以苏白特意询问了一下。这个我并不是很清楚，只是对方说了愿意达成一定的和解。关于怎么和解这一点，需要你们2个进行商谈。我作为法官，对于你们2方任何一方都只是起到调解的作用。如果你不同意调解，那么可以按照正常的开庭进行相关的审理，或者是请求法院方面出面进行调解，这一点看你的。那我请求法院方出面，对于我们双方在民事方面的责任进行调解。很快，双方就法院进行的调解进行了谈判。苏白提出来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求对方承担应有的赔偿额度，并且将附带利息进行支付。可是针对这一点，遭到了顺安有限公司的拒绝。顺安公司只是提出来了，愿意在现有的赔偿金额上提高10%，而现有的赔偿金额却只是应定的赔偿金额的不到一半，提高10%也达不到应有的正常赔偿金额。对于这个提议，苏白直接拒绝了。过了2天，老张来到苏白办公室。苏律师，现在顺安地产公司的律师找上我们了。那个律师说打官司可能会拖个1年半载的时间，他们顺安地产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愿意给予我们相应的补偿，不过需要我们先撤诉。苏律师，我们要不要相信他？一开始在法院方面进行调解的时候，把赔偿金额开得那么低，现在又是为了所谓的形象提高到正常金额，而且要求先撤诉，这不是妥妥的空手套白狼吗？这谁敢信？撤完诉再想进行上诉，那可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的，到时候顺安地产有限公司一直拖着，那才是真正的麻烦。不要相信他们，这些都是借口。如果他们愿意给的话，那么就提前给，或者是在法院的调解之下达成约定，签订和解书。私下的和解很容易遭到反悔，到那个时候就麻烦了。好的，苏律师，你说的我们都明白了。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关于这个民事案件临近开庭时间，王安突然找到了苏白。苏律师，我知道你代理的案件胜诉率很高，哪有律师不为钱的？为那些虚名能有什么用呢？你说是不是？只要你不再代理这个案子，帮我代理案子，我这就给你打150万的律师费。苏律师，你觉得怎么样？150万的律师费是哪些人加在一起也给不了一个零头的律师费用。苏律师，你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王安特意过来找苏白，就是因为邓华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昨天邓华给他打电话，让他必须好好的搞好这场民事诉讼，不要闹出太大的动静，否则很难收场。邓华是谁？如果没有邓华，就没有现在的顺安地产有限公司。所以在邓华的再三强调下，王安迫不得已过来找苏白，想要让苏白不再代理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其实说白了，没有苏白代理，胡军不可能进去，甚至来说，老张3人该判也没有任何的影响。王安虽然对苏白很恼火，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就算他再恼火，也得让苏白不再代理这个案子，消除一定的影响，并且这150万又不是他出的，只要让苏白不再代理这个案子，赔偿款剩的何止150万，那是好多个150万。我已经代理了这个案件，就不可能不继续代理。是不是150万不够？没关系，苏律师要多少咱都可以好好谈的。哼，要多少都可以好好谈。你这把苏律师当成什么了？把苏律师的职业操守当做可以任意交易的买卖了吗？如果苏律师的职业操守可以买卖的话，那么我现在早就是老板娘了。我拒绝代理，小礼送人。不接受。行，反正民事诉讼也闹不出来什么大的问题，不接受我就硬拖着你，钱老子1分不给，我看你怎么办。苏白轻呼口气，他看出来了，顺安有限公司就是想要拖着不给钱，拖上几年时间，到时候把顺安有限公司拖成一个空壳子。如果真到那个时间，可能1分钱的赔偿款都剩不下，村民们熬不到那个时候。所以针对于这一次的民事诉讼，还是要快点解决掉要赔偿款的问题。时间到了开庭当天。
请原告方陈述诉讼申请。好的，审判长，我方陈述如下：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资料显示，按照征地补偿标准，理应是每平米6000元。顺安有限公司强硬的要求，我方原告的补偿标准是每平米2200元，这严重的不符合相关的征收规定，并且最重要的一点，不是相关的民事赔偿问题，而是顺安地产有限公司进行的强迫行为。在一开始，顺安地产有限公司给出来的赔偿金额，我方原告当事人就不同意这个赔偿的条款。可是顺安地产有限公司在我方原告当事人没有同意、没有主动倾向意愿的情况下，对我方当事人的房屋造成了严重损害，并且强硬的要求我方当事人接受这一个赔偿条款，这简直就是强买强卖的行为。听到苏白越说越起劲，并且越说越偏离本次庭审的内容，言行不得不打断苏白。请原告委托律师先暂停一下，本次庭审是向顺安地产公司进行索赔的行为，你这怎么越扯越远了？审判长，我这是在讲清楚前因后果。这是讲清楚前因后果吗？这是借助直播庭审来给执法方和顺安地产有限公司施加压力的。对于苏白的回答，审判长笑了笑，没有继续阻止。好，那你继续讲清楚前因后果吧。在苏白陈述完毕，审判台上言行看向被告方，原告方已经将诉讼申请陈述完毕，请被告方委托人进行陈述。审判长，关于刚才原告方陈述的因果关系，这一点我并不是很清楚，我方的诉讼申请只能够从本次的民事诉讼观点中进行陈述，并且在本次庭审，我方认为那些因果的关系并不涉及到本次的判决问题。基于这一点，我方申请要求原告方不再陈述此类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不在本次庭审上着重强调关于顺安地产有限公司的挑战行为。被告方的这一个提议，我方并不认同。我方为什么要进行上诉？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个赔偿款的认定当中，按照相关的征地补偿公式规定，我方应得的赔偿款项该是多少就是多少，而顺安地产有限公司给予我方的赔偿款项，这一点我方应不应该在庭审上表述出来？那么问题来了，顺安地产有限公司为什么要给予我方这么低的赔偿款项？我想请问一下被告委托代理人，你方能不能解释一下，给予我方这么低的赔偿款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知道被告方委托代理人为什么陷入沉默，为什么不回答我方询问的问题？不知道被告方委托代理人为什么陷入沉默，为什么不回答我方询问的问题？审判长，我想就此提出其他的一些相关性问题，请原告方进行陈述。好的，审判长，本次庭审当中，我方只是针对于被告方顺安地产有限公司的赔偿款项提起诉讼。关于先前的因果关系，我方陈述的已经非常的清楚了。不知道被告方公司为什么不按照法定的赔偿金额赔偿给我方的委托人？但是通过以上的行为，可以明确的看出来，顺安地产有限公司的逻辑和行为是什么？是强取豪夺，是强买强卖，知道村民维权难的情况，不顾村民们的阻拦和法律的约束，进行强补的行为。虽然说顺安地产有限公司给予了村民们补偿条款，可是给予的补偿远低于法定的补偿额度，村民们愿意这种补偿吗？肯定不愿意。那么顺安地产有限公司在这种不愿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强行的行为，这种行为已经涉嫌到了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本次庭审只是民事诉讼，可是实际的内容之中还是涉及到了刑事责任。我不知道顺安地产有限公司是依靠什么法律来进行强征的行为，或者说凭什么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进行强迫？顺安地产有限公司明显是想要通过已经被强征的情况来逼迫村民低头。试想一下，如果说每一家公司清楚个人维权难的问题都不按照法律的约束和法定的规则，那么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种什么情况？法律的武器保护不了自己，完全陷入到了无力的局面。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顺安地产有限公司的行为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约束，并破坏了法定的规则，所以我想请求法院在判决后能够进行强制的赔偿措施，以保全我方委托人的法律权益。在面对苏白的陈述，陈大义有一些不知所措，在整场的庭审上，他都显得格外的被动。从苏白的陈述中能够明显的看出来，顺安地产有限公司不仅在法律的义务上没有做到位，而且处在舆论的下风。比如说顺安地产有限公司凭什么不给相应的法定补偿款？凭什么进行强征？这两点他都不能够做出相关性的回应。苏白就是抓住这两点步步紧逼，甚至要求法院能够采取强制的措施。审判台上，严刑询问陈大义有没有想要进行补充的内容，陈大义能说什么？什么都表达不了。审判长，我方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本次庭审，原告起诉被告方顺安地产有限公司，要求其赔偿应有的赔偿额度及相关利息、相关补偿。合议庭经过对证据的了解和充足的事实依据，判决被告方顺安地产有限公司应有的期限内，对于原告方进行相关的赔偿及补偿。判决结束，苏白松了口气。目前来看，法院方已经认定了他的诉讼申请，关于赔偿这件事情也已经落下了帷幕。索要赔偿只需要让法院人员陪同，带着相关材料直接到银行进行对顺安地产有限公司资产的冻结就可以了。至于刑事方面，那就要看舆论的影响力了。公开审理你看了吗？这场官司败诉了，你那边一定配合法院，该赔钱赔钱，该道歉道歉。执法部门那边你一定要给一个明确的态度，要不然如果舆论真的闹出来什么事情了，你就将这件事扛下来，禁区待几年。你他妈听明白了吗？老哥，我明白，你放心。放心，放个屁的心！我上次是不是已经和你交代过了，要你把民事赔偿的事情处理好？可是你怎么办呢？为了那点钱把你自己搭进去，你觉得值吗？我现在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必须要消除掉影响，否则的话你自己掂量
量一下后果。在庭审结束后，网络上和苏白料想的一样，爆发了相对较大的舆论，各路媒体也纷纷的进行着报道。在罗大祥这位知名的法庭人对于该案件进行了相关性的法庭、互联网媒体进行跟进报道，网络上再次掀起了一阵舆论的声音，并且这一次直接将舆论的声音指向了顺安地产有限公司，甚至有人指出来了，顺安地产有限公司在安县有着很多次的违法行为，不仅仅是这个案子涉及到了违法犯罪，其他案件同样涉及到，更有些人点名王安作为顺安地产有限公司的老总，自身同样有着很多的不法行为。随着舆论的发酵，监委部门对此高度重视，随即展开了调查。王安这段时间在家里面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生怕会有什么情况。不过根据最近几天的情况来看的话，还好，主要是他已经安排人去顶替。当初强征的事情，说白了就是背锅的人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是监委的工作人员，还请配合我们的工作。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我们进行调查，还请跟我们走一趟。你好，是这样的，我公司还有点事情没有处理，我能不能先打个电话处理一下？不行，打电话的事情可以先跟我们回去，以后我们相关人员会替你打这个电话。现在的话，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行，我配合。与此同时，在邓华的家中，同样有监委人员上门，所走的流程和王安所经历的流程类似，只是在看到监委人员上门的那一刻，邓华的心瞬间跌入到了谷底。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脸上露出了无比后悔的表情。很快，苏州的相关部门关于安县顺安地产有限公司违法事件，邓某、王某等主要人员涉嫌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徐某、张某、冯某等8人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关于本案所涉及到的相关人员，将会提起相应公诉。检方对邓华提起公诉，涉及到的相关罪名：邓华违反了刑法中第382条、第385条、第395条、第397条，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等，其中涉及到的已查明金额远超200万。经检方查实，证据链完整。由于邓华所涉及的徇私舞弊影响力较大，造成了极其严重、情节恶劣的社会影响，对于顺安地产有限公司进行了某些的纵容行为，并且涉及到帮助顺安地产有限公司进行不正当竞争，类似行为高达数十次，造成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恶劣的情节。基于以上，请求法院对邓华进行相关性的判决，对邓华推荐刑期无期徒刑。被告人邓华，对于检方对你的指控，你是否认罪？邓华坐在被告席位上，在看守所的这段时间，监察人员对他进行过审查，并且向他出示过相关的证据，他也知道自己的罪名肯定是已经被查实了。我认罪。检方继续陈述王安的罪行。检方对王安提起公诉，其中包括的罪行：贿赂罪、组织他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强占他人财产等，在其所在区域内的群众众所周知，产生了严重的恶劣的影响，情节极其严重。基于以上，对于王安提出无期徒刑的刑期推荐。审判长，我不是不认罪，而是我对我的刑期有疑问。你的罪名和犯罪事实以及证据都已经摆在了庭审上，你对你的刑期判决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审判长，我知道我所犯的罪多，我也没有不承认我所犯的那些罪，但是我已经询问过我的律师了，我犯的罪都在3到5年有期徒刑，就算是数罪并罚，按照最高刑期来进行判决。关于这一点情况，总得要解释一下吧，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认罪？对被告人王安的判决刑期推荐，并不是依照着故意伤害和组织团伙等罪名，而是依照贿赂的标准进行判决的，金额已经达到了无期徒刑的条件，并且造成了巨大的恶劣影响，致使社会利益受损严重，结合其他罪行，以此判定无期徒刑。对于这一点判定合理合法，并没有不符合法律的情况。被告人王安还有什么其他想要询问的吗？审判长，这件事情不能怨我，我认识邓华，邓华帮助我，我俩产生了联系。开始我是感激他，给他拿钱，可是到了后面是他硬找我要的，这件事情不应该算到我主动的头上吧？毕竟是他强迫我给他钱的，所以就不应该判我判的那么重。之前叫老哥叫的怪行，现在恨不得在庭审上被刺我是吧？审判长，我觉得我陈述的非常的有依据啊，这后面的钱又不是我主动给的，怎么叫贿赂呢？这是邓华强行找我索要的，我不敢不给他。说白了，邓华的行为就是强迫我给他，这是强逼的行为，不是出自我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检方的推荐刑期还是有一定问题的，我愿意配合检方进行相关的调查，还请检方能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审判长直接驳回了王安的请求，并且要求王安在庭审上不得再扰乱庭审秩序。王安憋了一肚子气，想要开口，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于是扭过头询问自己的律师，自己说的对不对？你说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场庭审所持续的时间较长，大部分人都是处在一个认罪认罚的过程中，只是在庭审上，审判长需要反复的去确认某个事实，以确保本次庭审不会出现其他错判的情况。各方法庭陈述完毕，现在开始宣布判决结果。针对于本次提起公诉的人员，现在宣布相应的判决结果和刑期。邓华作为执法人员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受贿、隐瞒境外存款等，数罪并罚，判决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违法所得。王安贿赂罪、组织他人故意伤害
害寻衅滋事、强占他人财产等数罪并罚，判决无期徒刑，没收违法所得。剩下数人分别被判处2到7年有期徒刑不等。以上判决由徐都中级法院进行判定，所依照法律全部按照国内法律。针对本次判决结果，若有不满，可提起上诉或者提起监察审查。判决书将由10日内发放完毕。闭庭。还被他人侵犯后，又被逼迫出台抑郁自嘎。女孩母亲不停上诉后，反被以寻衅滋事判处2年有期徒刑。这个案子我大致的了解过，我想询问一下，当初你女儿被侵犯的时候，你找到她以后有没有报警，进行过相关的立案了吗？报警了，也进行立案了。然后呢？后续为什么一直没有处理？当时我报警了，也进行立案了，可是我去过很多次，一直都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告诉我举证很困难，我不知道举证很困难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女儿完全可以指证，并且当时我女儿还去医院做了相应的检查，那个检查说的好像是什么采集检查，检查的报告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我女儿绝对是被侵犯了。该提交的证据我都已经提交了，他们为什么不抓人？最后还是一名年轻的执法者告诉我，这件事情闹得比较大，上面不处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处理。看着我女儿整天待在家里，我什么都不能做，那种感觉很难受。没有办法，我只能3天2头往执法部门跑。我还一直鼓励我女儿坚强，相信妈妈一定能惩治凶手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会那么难。我记得有好几次，我女儿问我为什么坏人得不到惩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可能也是这么一个原因，导致我女儿的抑郁不断的加重，最后人走了。不好意思，苏律师，我没有控制好我的情绪，你继续问吧。苏白叹了口气，想要安慰，可是这种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开口安慰，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多了解和帮助张翠这个委托人。我听说你先前还有被提起寻衅滋事的事情，能讲一讲吗？可以。张翠离开白军律师事务所，苏白还原了当时的大致细节。张翠的女儿张燕在上学时期和同班同学利用放假期间一起出去玩耍，同班同学有个男生品行不太好，不仅在当时强迫了张燕，还进行威胁。按照张翠的说法，当时那名男同学已经成年，执法方对其进行立案羁押了一段时间，可是在继续的推进过程中，并没有对当时那名男同学进行提起公诉，而且在张翠的女儿张燕死亡后没几天的时间就被无罪释放。说实话，这被无罪释放的时间也太巧合了，张燕死亡以后就没有了当事人，最关键的人证没有了，对于实施犯罪的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逃罪条件。可问题是，既然已经把相关人员进行了羁押，说明执法部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达不到无罪释放的条件。还有就是为什么不提起公诉，这一点就很耐人寻味。苏白和李雪珍按照张翠提供的相关的信息，来到了当初进行立案的执法单位。在苏白提交了相关材料后，工作人员看着相关材料，你提交的信息我们已经了解了，但是关于立案材料和相关的口供，我们执法单位不对外展出，所以不能够交给你。那我想请问一下，张燕的这个案子在进行立案以后，为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这个案子涉及到的人员吴浩，在当时已经满18周岁，满18周岁所触犯的刑事责任属于公诉责任。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案子在当时为什么没有对吴浩提起公诉？是执法方这边立案没有提交到检方，还是检方那边驳回了执法方这边的诉讼请求？这个案子是4年前的案子，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我刚调到这个部门工作没多长时间，所以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不过你可以等一段时间再来，我可以帮你查一查。好的，谢谢。爸，怎么了？我最近一直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没出去闯祸啊。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几年前办的事你忘了？爸，张燕这件事情不是早就过去了吗？后续的问题也都已经解决了，现在又怎么了？吴越，你干嘛呢？几年前的事情不是早就过去了吗？你现在在这里就长重提示吧。几年前的事情是咱家小浩不懂事，那时候咱们家小浩年纪小，可是不已经改了吗？改过来不就行了？再说那个女孩是自己自嘎的，和咱们有啥关系？咱们好心想给他们赔点钱和解，他们还不同意。我知道那个女孩他妈一直在闹，你不是和你老朋友那边打过招呼了吗？不要整天闲着没事就拿这件事情来说。几天后，苏白带着李雪珍再次来到执法部门，想要询问相关的立案信息，只不过这一次的执法人员和上一次的执法人员不是同一人。这个案子都已经过去4年了，相应的证据链早就断了，就算是找到了，立案时候的材料又有什么用？我看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找了，这个案子就算是再立案了，证据都没了，还怎么抓人？你说对不对？啥意思啊？我到这里来是想要了解情况的，我不管有没有证据，你也不用管我找不找得到证据，我有材料来办事，你好好办就可以，不办也行，这都是你的权利。可是来一句让我不要再找了，什么意思啊？这个案子既然委托了我，还是想要看看当初的证据情况的。那好，你先等一会，这些都是当初的立案情况了。不过档案库中前2年经过了一次大整理，有些记录不小心弄丢了，剩下的只有这么多了。苏白接过资料，薄薄的一沓，简单的翻开看了一眼，里面只有立案的时间、地点和相关的人员，完全没有什么作用，其他的线索和证据，包括口供记录等情况全都没了。只有这么多吗？没有其他的了吗？不是说了吗？前2年在整理材料的时候，不小心把材料弄丢了。
只剩下这么多了，可是为什么偏偏只剩下了一些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材料？当时的笔录呢？当时关于吴浩的口供呢？这些重要的材料都丢失了，只剩下了当时立案的记录证明，这可能吗？这种档案都是放在一起进行保存的，怎么可能说单单丢了重要的部分，只留下了不重要的部分？请问执法方有没有记录下来？可不可以调取一下相关的证明？这涉及到证据的问题，我作为我方委托律师，必须要进行了解，是不是涉及到真实的丢失情况？没有相关证明材料，没有就是没有，不用说那么多。现在已经把你要的材料交给你了，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还请离开吧。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还请离开吧。苏白从执法部门出来后，直接来到监察审查部门，提交了对于执法部门拖延立案情况的申诉。随后又在白军律师事务所的账号上面发布了此次案件的相关案件信息，并很快引起了较大的舆情关注。不久后，白县检察部门采纳了苏白提交的申诉，并要求相关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彻查本案。当初负责此案的耿浩不得不前往了吴浩家中，暂时将其羁押。随后，检方通过4年前的立案信息，找到了相关性的口供，根本不存在方明所说的立案材料，包括其口供丢失的情况。在检方的跟进情况下，很快就对事实和相关证据进行了查明。在物证处对相关证据确定后，检方对于吴浩提起了公诉。本次庭审是对吴浩在4年前对张燕实施强暴，并且威胁其出台、组织人员进行淫秽提起的公诉。现在开始进行质证，请检方出具相关的证据进行质证。好的，审判长，请问被告人关于4年前你和张燕等人一起前往某娱乐场所玩耍，这一事向你有没有什么异议？没有。根据4年前张燕的口供以及相关的证据，表明了你属于强迫张燕发生关系，这一点有没有异议？针对这一点，我有异议。我没有强迫张燕发生关系，我们2个人是属于自愿的，不存在强迫的行为。那你详细的描述一下当时发生的过程。当时我和张燕还有其他人一起去玩，我们当时都喝了酒，喝完了以后，我说我要送张燕回家，其他人都同意了。没有想到的是，张燕说她不想回家，想和我在一起，然后我俩就去了酒店。在这个过程中，张燕说她喜欢我，我们2个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强迫行为。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问一下张燕，或者是问一下其他同学，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问张燕，张燕在几年前就已经抑郁自嘎了，怎么问张燕？按照你的陈述，张燕是属于自愿与你发生行为，对吗？对。那么我想请问，在4年前你的口供中并不是这么陈述的。依照先前的立案证据，4年前你描述的是你不确定张燕是不是被强迫或者是自愿的，而且根据你描述的行为当中是属于强迫的行为。可是为什么现在你直接表明张燕说喜欢你是自愿和你发生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当时紧张，几年前我年龄还小，不能理解很多事情，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张燕的确是属于自愿的，不存在强迫行为。审判长，我们2个都是自愿发生关系的，根本不存在强迫不强迫这件事情。只有张燕的母亲张翠一直咬着我说我是强迫张燕，可是强不强迫，只有我和张燕2个人最清楚，其他外人根本就不清楚事实。张燕的母亲只是基于保护自己女儿的情况，可能对于这个案子有一定的误解，所以我想请审判长能够着重的考虑一下这个案子该不该判我，检方考虑一下这个案子有没有完整的证据链，如果没有完整的证据链来判我，那可就是违法行为了，我完全可以提交监察部门进行处理的。审判长，我在质证环节想提出来一个疑问，请控告方陈述。审判长，本次我作为控告人的委托律师，针对本案进行调查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情况，那就是我在申请调取当年的立案材料时，执法人员告诉我当年的立案材料丢失。从现在来看，很显然立案材料并没有丢失，我不知道为什么执法人员会告诉我立案材料丢失，告诉我丢失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不让我继续委托这个案件吗？通过这一点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执法方是有一定的过错的。再有，我还想问一下，当年在进行立案的时候，为什么针对吴浩进行无罪释放了？难道当年和现在的情况一样，是吴浩陈述自己没有进行强迫行为吗？还是说当年缺少人证物证？对于这一点我不太理解，我想请问一下处理当年案件的负责人，能不能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在4年前所涉及到的这个证据，关系到了今天的庭审情况。今天执法部门出庭的人员中，有2个人出庭本次的庭审，分别是耿浩和方明。面对苏白的询问，方明作为当时负责材料的人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件事情是耿浩让他这么做的。方明的目光聚集在耿浩身上，耿浩沉默。当时执法方没有进行起诉和继续调查的不作为，真实原因他当然清楚是什么，但是这种事情他肯定不能说出来，在庭审上说不就是向检察官交代自己的问题吗？我想请问执法方，在4年前将吴浩无罪释放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点应该有着明确的记录吧？我方只需要执法方能够提供这一点的明确记录。4年前无罪释放的原因是经过我们的深入调查，发现证据不足，于是进行了撤案。我想请问，关于这个证据不足的认定，执法方是如何进行认定的呢？相关的流程有没有走？再有，公诉案件应当交由检察部门进行审查确认，是否需要提起公诉，或者是补充审查，或者是撤案？据我了解，这个案件似乎没有提交到检察部门，为什么没有将其提交到检察部门？能不能进行详细的解释？这些问题和庭审没有太大的关系吧？这些问题涉及到本次庭审的补充证据，所以我方要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情况，请回答。
关于本案是涉及到了吴浩的犯罪诉讼问题，补充证据可以在庭审后进行提交，现在暂时先不做讨论。在此对控告方委托律师进行提醒。好的，审判长。控告人委托律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询问的？有的，审判长。关于被告，我方还有一些事项需要进行询问。开始询问。根据被告人刚才的描述，被告确认和张燕发生关系，但是不认为是强迫发生关系，是吗？是的。我想请问，根据先前的证据和材料表明，张燕是在醉酒的情况下被你带到了酒店，在这个过程中，张燕有没有意识？有的。张燕当时肯定有意识，她当时告诉我说喜欢我，还不让我带她回家，那肯定有意识。在你们两个发生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询问张燕的意见，或者说张燕有没有什么肢体上的反抗？这个我倒是没有询问张燕的意见，我俩是水到渠成，张燕主动靠到我怀里的，然后我们两个发生了关系，这应该不算是反抗吧？我想请问一下被告人，关于执法方和检方所认定的，你威胁张燕要求其出台，这一点你怎么解释？我骗张燕说我缺钱花，张燕就想要找个工作，我就给她介绍这么一个工作，这一切的行为都是她自愿的，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说白了，无论是我和张燕发生关系，还是张燕主动出台，这一切都是她愿意的。她说她喜欢我，她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她的喜欢，这应该和我没有关系吧？所以说，在这场庭审上，我根本就无罪，所依照的证据也都有一定的问题。我虽然不知道张燕先前为什么对我进行指控，但是我们两个人的确不是属于强迫的关系。我怀疑她对我指控，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破裂了，所以才会说我是强迫她的。可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强迫她，一切都是她的自愿行为。你放屁胡说什么呢？你说我女儿喜欢你这种人渣，我女儿怎么可能会喜欢你这种人渣？我女儿死了以后，你就开始随口的污蔑我女儿，你是不是强迫的？难道你心里不知道吗？审判长这种人渣就应该判嘎刑。你是不是强迫的？难道你心里不知道吗？审判长这种人渣就应该判嘎刑。我再次强调一遍，我根本没有强迫张燕，张燕的一切行为都是她自己愿意的，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阿姨，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是这不能成为污蔑我的证据。这些年我也学过法律，在法律上有一种说法叫做疑罪从无，意思是什么？就是怀疑我有罪，但是没有实际的证明能够表明我说这是假的，就证明不了我有罪。如果我真的犯罪了，张燕作为当事人完全可以对我进行指控，可是其母亲刚才的陈述纯是对我的污蔑，我接受不了。我申请审判长对我进行判决，如果说依照现在的证据判决我有罪，我现在就认罪，可是审判长要给我一个判决我认罪的理由，不能说当事人母亲由于情感的因素指控我就对我进行判决。审判长法律是讲求事实的，我想要请审判长依据事实和证据对我进行判决。请被告人注意自己的情绪，现在还没有到宣布判决的环节，进行提醒一次。公诉人还有没有证据需要进行补充？有的，审判长，我方有一本张燕生前的笔记，记录着犯罪发生的过程，同时这场庭审上还有相关的证人能够证明吴浩的犯罪行为，请进行详细的描述。在张燕生前的笔记中，详细的记录了自己在上学期间所遭遇到的问题。在吴浩对张燕的犯罪进行后，张燕对于这件事情也记录了下来。其中，张燕在笔记中描述她是被吴浩强迫的。当时在酒店房间内，张燕喝醉了，只有浅薄的意识。对于吴浩对她的侵犯，她有挣扎过，可是这种挣扎的力量很小，最后让吴浩得逞，并且在吴浩得逞之后，吴浩利用其发生关系的视频图片对于张燕进行了强迫。最关键的一点是，本案中涉及到的相关证据和吴浩的口供都表明过吴浩和张燕发生了关系，并且张燕有过出台的证明。笔记中的记载与实际中发生的事项相吻合，基于以上可以进行初步的判定，在张燕笔记中所记录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审判长，我想请证人进行发言。申请通过，请证人出席发言。证人马雪，你和张燕在当初是朋友的关系，你对于张燕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了解吗？我有了解，当初我和马雪一起出去玩，我记得在当时吴浩说要送张燕回家，并不是吴浩说的张燕不想回家。其他的呢？比如说张燕有没有和你说过她当初被侵犯的事实？这个倒是没有，当时我们的年龄都不大，还没有成年。对于这种事情，张燕肯定不好意思说，因为在当时这种事情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但是有其他事情，我也是后面才想明白的。在那次的聚会以后，张燕整个人的精神特别的不好，经常会出现恍惚，就好像受到了什么很大的伤害一样。我也是后知后觉才明白过来，那是因为张燕遭受到了吴浩的侵害，才导致了张燕会出现精神恍惚的情况。我想请问你，在当初张燕和你关系要好，她有没有表示过喜欢什么人之类的？她倒是经常提到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是吴浩吗？不是。她提到这个男生是什么表现？就是小女生暗恋的表现。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张燕
燕还会语无伦次的反驳。那么张燕有没有提及过对吴昊的印象？我记得只是提过一嘴，说吴昊家里有钱，可人品不太行，他不太喜欢吴昊这个人。好的，谢谢你的配合。审判长基于以上陈述的几点，包括马雪作为证人的回答，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从客观的事实角度上讲，张燕对吴昊的印象处在一个中等偏下的水平，而不是吴昊所讲的喜欢的程度。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吴昊在庭审上陈述张燕说过喜欢他，不想回家，这种说辞存在着一定的说谎。证人证言和物证中已经表示了，吴昊的犯罪行为是其个人主观意愿，与吴昊发生关系，并不是张燕的主观意愿。根据以上可以看得出来，发生关系并不是张燕的主观行为，由此可以推定吴昊具有一定的强迫行为。检方申请驳回吴昊的陈述。审判长，针对公诉人以上提出的几个问题，我方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提出异议。首先，张燕的笔记中记载了事情的发生经过，物证处可以证实笔记的确是由张燕进行记载的，笔记是真实存在的。可事实也不能够证明笔记中记载的事件是真实发生的，因为笔记中记载的事情都是由张燕的主观进行叙述的，站在张燕的角度上记录下来的，也就是张燕个人的主观行为，不涉及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不能确保是真实发生的事件。笔记上记载的事情有没有存在污蔑的可能性？如果有的话，张燕的笔记就不可以作为庭审上指控我方当事人吴昊的证据，因为笔记上的记载是主观证明，而不是客观事实和直接证据。第二，关于证人证言的问题，公诉人询问马雪，证明证人的问题是偏向于张燕的情感问题，询问的原因是基于吴昊陈述的，张燕喜欢他是自愿和他发生关系，到底是不是自愿？这个问题稍后再讲。从情感问题的角度而言，情感这是一个非常缥缈的问题，在宿舍能讨论对哪个人有好感，并不代表着喜欢；对哪个人有意见，也并不代表着不喜欢。在较小的年龄中，存在着一定的口是心非行为，有时候感情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变化很多，影响的因素也有很多，谁也不能够确认张燕是不是喜欢吴昊，谁能知道他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张燕不喜欢吴昊，也不能够确定吴昊说的是谎话。根据马雪证人的陈述，张燕不是非常愿意跟着吴昊走的，而是吴昊要主动送张燕回去。针对这一点怎么解释？如果张燕不是非常愿意跟着吴昊走，就算是强行要将张燕送回去，其他人会答应吗？提起这个问题，我倒是想问证人一个问题，你在当时是怎么确定张燕不是非常愿意跟着吴昊走的？你能够确定张燕极其不愿意？你们两个的关系那么好，为什么还要将张燕交到吴昊的手上，让吴昊把张燕送回去？这在潜意识中是不是已经认定了吴昊送张燕回去没有任何的威胁？所以根据公诉人以上的询问和陈述，并不能够对我方当事人吴昊的陈述进行反驳。在刑法上规定，对于没有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证明的事实，依靠着主观去认定的事实不予采纳。无论是张燕的笔记，还是马雪的回答，以及公诉人的控告，都不存在着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而是依靠着主观的行为来进行相关的认证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方面难道还要采纳公诉人提出来的证人证言和证物吗？我方认为，如果进行采纳，那将是对我方法律权益的不公审判。所以我想请合议庭能够考虑到综合因素，对于本次庭审进行相关的判定。方认为，如果进行采纳，那将是对我方法律权益的不公审判，所以我想请合议庭能够考虑到综合因素，对于本次庭审进行相关的判定。审判长，我申请进入休庭。控告方提出来休庭的理由是什么？请陈述。审判长，控告方提出来休庭的理由是对于本次庭审进行延期审理，请合议庭对于本次庭审是否进行延期审理休庭合议。控方认为本次庭审公诉方提供的证据不足，应补充证据，请控方进行具体的陈述。控方认为有关于本案涉及到执法方的问题，同样是本次庭审的重要证据之一。审判长，本次庭审涉及到我们的地方不多，从我们这里补充证据能补充什么证据？执法方将掌握的证据都已经提交了，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进行补充的。对于控告方提出来的延期候审补充证据，我方想请问要补充什么证据？补充当初为什么在有利可以进行控告和起诉吴昊的情况下进行撤案的真正原因。可是这个问题和本次的庭审有什么关系吗？当时进行撤案是因为负责人员对于该案件进行了错误的判断，负责人员会对此进行一个解释，我方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再从这一点进行补充证据，并且延期审理。当然有必要。这个案子今天之所以会出现在庭审场上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在当初进行了撤案。为什么撤案？我非常的不理解。这个案子在案发的当时，人证物证都在，为什么要进行撤案？在本次的庭审场上，被告方能够在庭审场上宣传自己的无罪，高喊着让法院对其进行判决，他哪里来的底气？话说回来，张燕为什么会抑郁去世？难道只是自己遭受到了侵犯吗？难道在这其中没有执法方的不作为吗？在这其中存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张燕看不到伤害自己的凶手受到法律的惩
惩罚，从而产生了绝望和无力感。原本就遭受到侵害的他，相信法律能够给他带来相应的权益，但实际上他没有看到，反而陷入到了更加绝望的境地当中，从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执法方在法律上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可是当时为什么在立案之后没有对于吴昊进行羁押，没有推进相应的进展？在张燕因为抑郁自嘎以后，又以什么样的原因对吴昊进行了无罪释放？是执法方在当时已经预知到了检方会驳回这一公诉案件，还是清楚张燕不是吴昊强迫的，进而撤销了这个案件？或者是知道法院会因为证据不足判决吴昊无罪释放，不想走相关的流程，认为浪费时间，所以不提交公诉请求？以上3点是大部分撤案的原因。我想请问执法方，吴昊这个案子是基于哪一个原因？无论是以上哪一个原因，都需要监察部门和法院方面来进行判定，其责任的权利并不在于执法部门。执法方凭什么要撤案？有什么权利进行撤案？凭什么宣布吴昊无罪释放？在没有进行判定以前，吴昊是一名嫌疑人。如果说这名嫌疑人真的是犯罪人员的话，那么执法人员构成了什么行为？单单凭借着这一点，我方认为白县执法部门依旧掌握着相关的证据，和本案之间有着重大的关联。所以我向法院申请休庭，合议是否进行延期审理，是否需要检方继续补充相关证据。审判长对于是否延期审理这个问题陷入到了思考当中。这场庭审很多人的心里都明白，吴昊就是强迫张燕有着犯罪行为，但问题是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根本判决不了。可是补充证据又需要补充什么证据？需要补充吴昊亲口或者间接承认了他强行侵犯了张燕，或者是张燕对吴昊进行指控，并通过相关的辅助性证据，结合情景环境对于吴昊进行判定。公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和证物之所以被反驳，主要是缺少了相关的直接证据。不过苏白提出的这个延期庭审补充证据，倒是一个不错的提议。针对于控告方提出来的延期审理意见，法院认为本次庭审的确缺乏着相关的证据，能够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吴昊进行判定。同时，法院认为本次庭审仍然存在着相关问题的疑点。基于以上，法庭宣布进行延期审理，请检方补充完相关的证据后，再次开庭进行审理。离开法院后，苏白直接来到了监察审查部门，递交关于张燕这个案件的相关材料，并且直接指向负责这个案件的人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不久之后，监察审查部门对当初的执法人员耿浩展开调查，很快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耿浩主动交代了详细的前因后果，以期待可以减刑。另外一边，吴昊的父亲吴业涉及到了妨碍诉讼罪，也被带走调查。这个案子怎么就能发展到这种情况？不是说只是进行延期审理吗？最多是补充一下相关的证据吗？怎么把我丈夫给补充进去了？很快，检方补充完相关的证据，向法院提起了再次开庭审理的请求。本次庭审继续审理，请公诉人对于补充证据进行质证。好的，审判长，根据在延期庭审期间，检方重新了解到的证据和新的证人，检方认为本次庭审吴昊涉嫌强迫张燕一，请公诉人对于补充证据进行质证。好的，审判长，根据在延期庭审期间，检方重新了解到的证据和新的证人，检方认为本次庭审吴昊涉嫌强迫张燕一事，犯罪事实充足。补充的证据如下：根据当时办案人员方明和耿浩的口供，他们在当时接到张燕的立案报告，以及当时张燕的控告和相关性的证据，能够确认吴昊涉嫌强迫张燕，并且在张燕进行立案期间，吴昊的父亲通过耿浩的关系，对张燕一家施加压力，要求张燕一家能够主动的撤诉，不再对吴昊进行控告，还开口承诺给予50万的封口费用。根据办案人员负责人耿浩的陈述，在当时的记录和对吴昊的审理以及相关的事实当中，吴昊存在着强迫的行为，这些证据已经属于间接证据，证明了吴昊的犯罪行为。我打断一下公诉人的陈述，并且说明一个法律上的事实。刚才公诉人说的这个间接证据是什么？间接证据是办案负责人耿浩以及其他人的陈述。办案负责人和其他人的陈述能证明什么呢？间接证据指的是证人的口供，证人的口供能说明什么？证人的口供只能提供一个间接的证明，并不能够证明吴昊有着犯罪的事实。能够确认犯罪事实是相关的直接证据，例如当事人的直接口供，或者是当事人所遗留下来的关键性证据。这里的关键性证据并不是指主观性的关键性证据，而是客观性的关键性证据。基于以上，我认为公诉人在刚刚陈述的依照着间接证据就判定我方当事人有着犯罪的事实行为，非常的不妥当，没有做到一个公诉人应有的行为，并且我方认为这个间接证据的判定不能够判定我方当事人有犯罪的事实行为，因为根据公诉人的陈述，这个间接证据是从办案人员的角度进行出发，而不是从实际的事实进行出发，所以我方申请驳回公诉人所陈述的间接证据对我方的相关性判定。审判长，我的表述完成。我想请问，被告方委托律师反驳间接证据不能指控的依据是什么？证人的口供也属于证据之一，只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为什么不能进行指控和判定吴昊有罪？